我叫苏木。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人族已经灭亡了。这是谁弄出来的恶作剧？不然怎么会出现我的名字？还有人族灭亡这种无稽之谈。10年前的我啊，想必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以为这是谁弄出来作弄你的恶作剧。但是不要急，我会用3件事情证明我就是你，未来的你。这个时间点，你应该还处于觉醒天赋的前夕。第1件事情，你其实暗恋过你邻居家的姐姐顾妍希。第2件事情，有一次跑到邻居家看电视，你父母到处找你，所以是你为了不让父母找到，会偷装出众人的样子。可是你后来才知道，你外公在那天下午突发恶疾。自那之后，你便再也没有看过电视了。第3件事情，在我说完之后，你应该对我就是未来的你没有什么怀疑了。你说对吗？苏，冉冉升起的人族第8圣，还未崛起的局势天才，未来人族守护神木。要是先看的这第3件事，估计都不用看前面2件事就可以确定，留下这本日记本的绝对是未来的自己。不过在确定了这本日记本是未来的自己留下的时候，那么也代表了一件事情，人族将会在未来灭亡。一定要杀死宁夜。我回来了。回来了，木儿，快洗手吃饭。今天你妈用黑毛猪的肉给你做了红烧肉，本来我是说嘛，等你明天觉醒了天赋再做给你吃，帮你提升气血。拗不过你妈，非得先给你做点尝尝鲜。根据日记本上的内容，未来的自己在日记本上设置了条件，只有到了特定的时候，又或者有了足够的实力，日记本上的一些内容才会出现。根据日记本上所说，下一页的内容会在自己觉醒天赋前的12小时显示，也就是今晚12点。闹钟的时针此刻已经指到了11点59分，眼看时间差不多了。天赋觉醒之后，一定要马上死在陈斌的手里。怎么样？看到这句话，一下子吓了一大跳吧？不过我并没有在和你开玩笑。接下来听我跟你解释一下，明天中午12点，你们会开始觉醒天赋，而你将觉醒一个史无前例的 EX 级天赋。EX 级天赋，人族从未有过 EX 级天赋的人出现，甚至万族当中都了不起。所以人族这边 EX 级天赋极其强大，每一个拥有 EX 级天赋的人，不出意外，都会成为绝对的强者。不过，你的 EX 级天赋又一度被称为是最废的 EX 级天赋，因为你的 EX 级天赋是死后复制，人都死了，你就算复制了对方的天赋又能够怎么样？不过，既然未来的自己这么说了，肯定有办法。陈斌会在明天觉醒天赋的时候，觉醒一个 SS 级天赋，死亡回到12小时，死亡回到12小时，也就是可以在死亡之后回到12个小时之前的时空。而当离你的死后复制遇上死亡回到12小时，会有什么变化？死后复制加上死亡回到12小时，你的天赋是死后能够复制杀死自己的人的天赋。若是再加上一个死亡回档12小时，那也就是说，每一次死亡都可以复制对方的一个天赋，并且回档到12小时之前，我可以无限复制天赋。第一步，你要确保你自己一定要死在陈斌的手里，只能是死在他的手里。如果死在其他的人手里，那么你就真的死了。怎么样？想必你应该还需要一点时间去调整一下心态吧。不过我了解我自己，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话，我是不介意去冒险的，所以我也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做完第一步之后，一切都还没有结束。武道历11129年，陈斌成为9星之一。同年7月，陈斌杀死9星其他8人，偷取人族在万族战场东部战区规划布防图，叛逃人族。一定很好奇他为什么要背叛人族吧？我也问过他一样的问题，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的吗？他说他在万族战场上遇到一个人之后，便意识到万族有这样的人存在，人族是不可能胜利的，与其跟着人族注定会失败，倒不如趁早弃暗投明。很奇怪吧？到底是什么人，让他这种强者都害怕到做了人族的叛徒？我大概知道一点，但是现在不能告诉你。不过我可以肯定，如果说人族还有人能够打败那个人的话，那么一定是你。说了这么多，也该回归正题了。如果你顺利完成了第一步的话，那么就要立马开始按照我所说的着手第2步了。在陈斌觉醒天赋之前，杀了陈斌。马上就要觉醒天赋了，木哥，你激动不？
激动倒不激动，紧张有点儿。不好意思，方林同学，我的手机没电了，方便借你的手机发个短信给家里人吗？我有东西落在家里了，想麻烦家里人送来。好的。玲玲，苏木刚刚找你干嘛？我听见了，好像是问玲玲借手机。嘻嘻，真是奇怪啊，为什么偏偏不和我们借手机？就是说啊，怎么不问我们借手机哦？同学，觉醒好了就快些出去吧。玲玲，我来了，你人呢？有什么话要和我说啊？本身武道就已经得意了，没想到现在情场也要迎来大丰收了。苏木，你怎么在这儿？玲玲她人呢？如果我没猜错，你觉醒的天赋是死亡回掌12小时吧？你怎么知道？我不仅知道你觉醒了 SS 级天赋，我还知道你之所以会来我们这边，是因为你在原来的地方躁狂症发作，伤害了别人。虽然你在你家里的帮助下逃脱了武者律的制裁，但是你觉得你真的逃得了吗？你放屁！你逃不掉的，我会向所有人揭露你的行为，包括你的天赋。到了那个时候，你会被人人唾弃。你找死！叫嚣有什么用？你不过是个只会逃避的懦夫。没有你的家庭，你什么都不是。就你这样的人，方玲一辈子都不会喜欢。这狂乱香发作的时间还真是长啊！狂乱香，气味香甜，普通人闻了可以加快血液循环，短暂的提升攻击力。若是躁狂症的患者闻了，则会让其丧失理智。1毫升3000块钱，小小的一瓶狂乱香，就花了我存了10多年的压岁钱。好在效果还算不错。复制了陈斌的 SSS 级天赋。6月7日凌晨1点07分，我觉醒天赋的日子是6月7日的中午12点，再加上觉醒天赋损耗的时间，我在小树林等待的时间，也就是说，我真的回倒到了死亡前的12个小时。好累，这就是使用死亡回端12小时的副作用吗？对我的精神力会有一定的损耗。我还隐约能够记得死亡时那种剧烈的疼痛感，仿佛全身的力量都在逐渐消失一般。那就是死亡的感觉吗？如果你能够顺利看到这句话，那么说明你已经根据我提供的信息成功被陈斌梯杀死，并且复制到了陈斌的天赋。既然如此，我们就该开始执行第2步，在陈斌觉醒天赋之前杀了他。你也知道，陈斌的天赋是死亡回荡12小时，如果他觉醒了天赋再杀他，那么他就很难杀死了。所以要杀他，必须要在他觉醒天赋之前。外异教也叫异教，里面有很多对人族虎视眈眈的异族。明天估计就见不到陈斌了。方才我所采取的方式，根据日记本上所说的，乃是异族一种极其隐秘的联络，只有异族的才会知晓。根据日记本上所说，等明天不是今天白天，自己再次觉醒天赋之后，下一页才会开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自己再次觉醒的时候，应该会觉醒2个天赋。所有5班的同学，我有点事情要说。木哥，你说老班他要说啥事啊？看他的表情好像不大好的样子。不清楚，估计是有关天赋方面的事情吧。同学，觉醒好了就快些出去吧。说，老班会不会是要给我们传授一些特别的炼体术，或是呼吸法杀什么的？要是老班可以给我们开个小灶就好了。
你要真想要好点的炼体术和呼吸法，最好让你家花点钱去市场上买点去，也就10几20万。聊偏了不是？咱们不是讨论老班吗？我倒是有个发现。怎么说？你们没发现今天觉醒天赋的时候，陈斌没来吗？就在刚刚，我得到消息，陈斌在今天凌晨的时候遭遇了拜异教的袭击，不幸日逝。好了，大家安静一下。陈斌同学的事情，大家都很遗憾，但是遗憾归遗憾，往事不可追，来世犹可见。我要嘱咐你们的是，除了要时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攻打过来的万族，还要时刻警惕隐藏在我们人族内部的叛徒。各位，我希望大家记住，一些让大家注意安全的建议，只能帮助你们降低遇到危险的可能。真正能够帮助到你们的，只有你们自己的实力。好了，话说到这里也差不多了。最后提醒一下大家，明天大家会进行第1次气血值测试，不要迟到了。木哥，去上网不？好不容易觉醒了天赋，放松一下。不了，我着急回家，先走了哈。恭喜你，10年前的我自己。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说明前面的计划你已经全部完成了。现在你的身上应该有着2种天赋，而且你也不再有后顾之忧。相信我，接下来就是你武道之路的崛起。相信你也看到我放在这一页的虫子，你应该感谢这只虫子的特殊。这只虫子乃是智慧虫。你现在阅历还少，恐怕不知道智慧虫是什么。那么我就给你简单介绍一下。智慧虫族乃是万族之中一个极其神奇的种族，他们这一族每一代都只有一个，每一个都会觉醒相同的 SSS 级天赋，而他们这一族的传承方式，依靠的就是这相同 SS 级天赋智慧之书。一代的智慧虫族所觉醒的智慧之书中，都会包含之前每一代智慧虫族智慧之书所积攒下来的记忆。可以说，他的智慧之书几乎囊括了这无数年来万族和人族觉醒过的所有天赋。这只智慧虫乃是人族足足损失无数强者才获得的。我将它送来，就是为了让你获得智慧虫族的智慧之书。在得到了这只智慧虫族之后，我便培养了它许久。现在它咬人的时候会释放一种慢性毒素，12个小时后被它咬中的人便会身亡。除此之外，我对它的智慧之书天赋也进行了一些改造和限制，你必须达到一定实力才能看见。相信你会喜欢我的改造的。对了，获得智慧之书之后，这只智慧虫就可以弄死了。它的尸体你可以用来做点提升自己的实力的药剂什么的。下一次等你考上龙津武道大，再来打开这本日记本吧。丁，超级智脑深蓝，竭诚为您服务。什么情况？莫非这就是他的改造？你有什么能力？深蓝脱胎于 SSS 级天赋智慧之书，同时拥有智慧虫族无数年的记忆和后来储传进来的无数人族的资料。接下来为您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能力。1、鉴定分析，您可以将深蓝当作是近乎无所不知的万物图鉴。2、优化简化，根据你不同时期的身体数据，优化您的修炼方式，优化您的武技和战斗方式等等。3、深蓝可以用最为简单的数据化显示的方式展示您的身体数据，提示您的天赋复制情况，帮助您更好的修炼等等。这深蓝不就是我在小说里面看到过的金手指系统吗？未来的自己直接把智慧之书这个天赋变成了系统。未来的自己究竟在未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又拥有什么样的神奇能力？不仅能够弄到智慧虫，还能够将智慧虫的天赋进行改造。好强！仅仅是第一次运用这先天胎息法呼吸，就感觉到一片清明，大脑一下子清晰了起来。这万族炼体术是属于那种不同阶段根据不同人情况的不同来学习万族中各个自王道的长处而创出的炼体术。仅仅是修炼了1次万族炼体术，气血值就从原先的0.72一下子蹦到了4.13，足足提升了3点多。虽然可能因为是第一次修炼，提升的比较大，但是也足以证明这万族炼体术的强大之处。木哥，你昨天修炼了吗？我昨晚第一次修炼，可累死我了。确实，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才勉强恢复了些。不过有一说一，
精神上疲惫，但是感觉有用不完的力气。等一下去训练馆，开始检测气血值。气血值超过0.8的似乎都寥寥无几，最高的芳龄也才0.91，不过也正常。我这里只是一个普通地方，不过不知道他们要是知道我的气血值是4.13，会有什么反应？所有人安静！夜行人主要负责对付拜异教以及恶徒，怎么会出现在训练馆？ 3万多的气血值，3境武者中期，这可是我从小到大见过的最强者了。木哥，这个夜行人姐姐好漂亮啊，要是能够娶回家当老婆就好了。你要把她娶回家，你俩吵架了，她能把你打出屎来。真的假的？木哥，你别吓我。这位夜行人姐姐看上去不像是那么暴力的人啊。暴力不暴力不知道，强是真的强。各位同学，我是第3安全区夜行人第1番队夏如。 现在怀疑你们当中混入了一个重伤在逃的拜异教徒，所以希望大家配合我们进行抓捕。拜异教，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这简直就是无法跨越的鸿沟。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保护大家的安全的。现在，请所有人按照顺序依次离开训练馆，一个一个排好队，不要乱，以免给拜异教可乘之机。大家按照之前在课上学习的内容，依次排好队，不要担心，夜行人会保护我们的。木哥。 第一次遭遇这种场景，我怎么感觉有点兴奋？你是真不怕死？拜异教的人心狠手辣，可不是和你开玩笑的。等我实力强大了，非要把蛀虫都给弄死不可。木哥，你是怎么想的？我嘛，自然是上前线了。只有解决万族，我们人族才能够迎来真正的和平。木哥，你说的有道理，那我也要上前线。木哥。你们怕是上不了前线了。厉风，放开他！夏队长，你当我傻是不是？放开他，死的不就是我了吗？这小丫头初次气血值就有0.91，这资质死在我手里，是不是有些可惜啊？我这条烂命换个天才，算是够本了。放开他，我可以让你走。就喜欢夏队长你这样的聪明人。马上就要觉醒天赋了，木哥，你激动不？木哥，去上网不？木哥。 放心，你不会死的。臭小子，你找死！这位同学，丁，你已被拜异教徒厉风杀死。 复制成功，恭喜获得 A 级天赋改头换面。改头换面这个天赋可以改变自己的容貌、身形、气息和气血变动。头好痛，时间现在已经回到了测试气血前的12个小时。该怎么阻止那个家伙救下老黎呢？该如何去改变呢？深蓝，你能够找出那名拜异教教师的位置吗？可以的，主人。我可以通过分析他人的表情行为，判断出谁是隐藏的拜异教徒。那名拜异徒的位置就在您的前方第3个。他已经用 A 级天赋改头换面，变成了张韵，隐藏在了队伍当中。 现在怀疑你们当中混入了一个重伤在逃的拜异教徒，所以希望大家配合我们进行抓捕。木哥，你是怎么想的？我嘛，自然是上前线了。只有解决万族，我们人族才能够迎来真正的和平。木哥，你说的有道理，那我也要上前线。主人，快往前扑，他要攻击了！小心！小心啊！小
队长，你当我傻是不是？放开他，死的不就是我了吗？大叔，打个商量，用我来交换你手里的那个女孩，怎么样？大叔，你挟持她，无非是因为她是目前检测出来契约值最高的人，价值最高。夏队长他最容易妥协。同时，如果你真的逃不出去了，杀了她也算是够本。知道又如何？既然如此，拿我来交换你手里的那个女孩，应该是更好的选择。气血值4.13。我警告你，臭小子，你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样，不然我可不保证这女孩的安全。放心，只要你不耍花招，我也不会搞小动作。臭小子，现在落在我手里，你可逃不掉了。夏队长，接下来要怎么做？想必不需要我来提醒你吧？厉风，只要你放过他，我亲自安排人将你送到万族战场上，让你逃往万族的领地，如何？哼，少来！接下来一切都听从我的安排。主人，软骨迷香发作了。夏队长，动手！同学，你没事吧？这是软骨迷香，难怪方才他的战刃居然会被你推开。大家散开一些，苏木现在需要好好休息。木哥，从今以后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要不是你，我怕是都凉了。少说那些漂亮话，赶明儿请我吃顿大餐就行。苏木，谢谢你，刚才要不是你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苏木，你背后的伤没事吗？要不我帮你包扎一下伤口吧。没事，都是小伤而已。习武之人，这点小伤不算什么。倒是你，没吓坏吧？我没事，谢谢你，你的恩情我一定会记住的。不用那么客气。我有点事儿，回头再和你们聊哈。怎么了，苏木同学？是这样的，夏队长，我注意到刚才那个拜异教教徒是变成了我们班同学张俊的样子。难得你细心，还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放心吧，我的队友刚刚已经在厕所发现了昏迷的张俊同。昏迷了吗？很疑惑，为什么新手拉拜异教教徒只是将你同学打晕过去是吧？那是我们夜行人培育的闻尸犬，能够闻到一定范围内尸体的味道，哪怕是刚死不到半分钟。那个拜异教教徒显然知道这一点，所以就没有杀死你同学。我们在追捕拜异教徒和一些凶徒的时候，带上闻尸犬，只要他们想要顺利逃脱，就势必不敢随便对普通民众下杀手，不然立马就会被闻尸犬察觉，位置自然也就暴露了。说来苏木，我这里也有几个问题，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帮我解答一下？夏队长，您说。我很好奇，你为何会随身携带软骨迷香？我看你的穿着，家里面应该不算富裕才是，怎么会花钱去买对修炼没什么用的软骨迷香？你也知道我家庭不算富裕，本来我就想着看看能不能够自己买些药材配置一些气血药品，结果误打误撞配置出了类似软骨迷香的东西。本来我是想着到市场上卖点钱什么的，没想到正好遇到这么一档子事儿，就把那东西给用了。看不出来，苏木同学，你不仅在武道上拥有如此高的天赋，在药剂研究方面也如此有天赋。不过自己私自配置的药品还是不要滥吃比较好。这样，这一次抓捕拜异教粪徒，苏木同学你可以说是居功至伟，我会上报上面，争取给你申请一个见义勇为奖。见义为奖？夏队长，方便问一下奖金有多少吗？一般来说，见义为奖也是有等级的。你这种情况，我试试看能不能帮你申请一个2等的，大概能有个15万的样子。15万？那就麻烦夏队长您了。都是我应该做的，别叫我夏队长那么生分了。不介意的话，我应该比你大个几岁，你就叫我如姐吧。以你的资质，想要考进大夏顶尖的武道大学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回头暑假实习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加入咱们第3安全区的夜行人，到时候我亲自带你。到时候我一定认真考虑。对了，我觉得你在药剂研究方面可能有点天赋，你可以考虑加入咱们大夏的研究员工会。研究员工会有个专门的论坛，上面可以上传一些自己私人配置研究出来的药剂配方，如果上传通过，
你也会得到相应的收益。上传药剂配方吗？除了药剂配方之外，研究员论坛上还会有人上传炼体术、呼吸法，还有一些武技之类的，价格会比市场上便宜很多。还可以上传炼体术和呼吸法吗？我知道了，如姐。那没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谢谢如姐。呼，先去药店买点配治气血的药材。深蓝的数据库里面有着大量的药剂配方，配合一些药材，可以配置一些气血药品，成本方面能够下降许多不说，效果估计也比市面上的那些气血药品要好上许多。爸妈，我回来了。我今天不是进行气血测试了吗？妈，你猜我的气血值有多少？多少？4.13。4.13，木儿，你没骗妈吧？4.13，你第一次气血值测试的结果，你昨天才刚刚觉醒啊！哥，4.13很高吗？让你平常不好好学习吧。那木儿，你可别省啊！要买气血药品就和妈说，或者自己去拿钱，你也不知道放在哪儿，用了和妈说声就行，千万不要舍不得。知道了妈，你看我是那种不知道轻重的人吗？放心吧。行，快吃饭吧，菜都凉了。白天夏如说的研究员工会，我有深蓝，是不是可以去上面看看能不能赚些钱？如果说我用深蓝金族可能回答万族板块的问题，然后再发布大量药剂配方和武技什么的，会发生什么？救世主大佬4级了，救世主大佬5级了！天哪，我这是见证了一个神话的诞生吗？我不过是出去吃了个饭，回来救世主大佬就9级了，整个人族的9级研究生也只有那么寥寥几个吧。苏研究员，我是研究员工会最高密卫，奉命来带您和您的家人转移到第9安全区的中心龙城。苏研究员，你们找错了吧？您就是苏研究员的父亲苏大山先生吧？我是。你是在叫我？苏研究员，事不宜迟，请赶快带着您的家人和我们一同赶往第9安全区吧。不瞒您说，以您的身份，您和您的家属在第3安全区并不安全。为什么突然要把我和我的家人抬去中心龙城啊？是这样子的，苏研究员，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以您目前的重要程度，待在第3安全区是很不安全的。其实不只是第3安全区，整个人族的各个安全区其实都不安全。近些年来，拜异教在各个安全区越发活跃了起来，不少刚刚觉醒天赋的天才就被拜异教的教徒暗杀了。目前大夏最安全的地方，恐怕就只剩下了中心龙城了。苏研究员，以您的级别，一些事情我也就没有瞒着您的必要了。据我所知，目前人族内部有问题。离席，苏研究员，我护送您先到附近的安全地点。9级研究员还这么年轻，怕是觉醒了什么了不得的天赋吧？难怪下面那群人不惜请我亲自出手。8境武者，人族后方居然还隐藏着你这样的叛徒！一个7境武者，是谁给你的勇气，阻挡我一个8境武者的？好！绝命针打了之后能够大幅度提升实力，不过10分钟之后必死。这么拼命，为了这人族，值得吗？有意思，7境后期这绝命针还真好用啊！藏头露尾之辈，敢不敢报出你的名号来？你爷爷我从来不杀无名之辈。想套出我的名字吗？我都隐藏相貌过来了，你觉得我会轻易泄露自己的身份吗？终究还是实力差了些，要和我打，让叶枫过来吧。现在也该结束这一切了。
快跑！抱歉。好，他跑得掉吗？我会杀了你的，一定会杀了我！你凭什么杀了我？好了，那群人估计也快赶到了，希望他们看到你们的时候不会太难过。丁，你已被人族叛徒杀死，复制成功，恭喜获得 SSS 级天赋剑心通庭。丁 SSS 级天赋剑心通明，在剑道方面修炼速度提升100倍，领悟能力提升100倍，武技威力提升100倍。还是要低调点发育，不能再像之前那样了。这次先从0级研究员，花费几天的时间提升到1级研究员，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吧。先上传壮骨养肌散和蛮牛炼体术这2个比较基础的，不知道这2个能够给我带来多少收益。接下来配置之后修炼要用到的资源，该提升一下自身的实力了。开始修炼吧！终于踏入一境武者了。有了这份收益，我可以买更多药材来提升修为了，还可以给家里换一套大房子。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这么久，现在到我来照顾你们了。尊敬的救世主研究员，我是丹峰制药公司的药方授权谈判员，想和您谈一谈合作的事情。你好。你好，救世者研究员，总算是联系上您了。我是丹峰制药公司的药方授权谈判员，我叫付倩。是这样子的，救世者先生，我们丹峰制药公司对您发布的壮骨养肌散的药剂配方很感兴趣，请问您有异地将药剂配方授权出去吗？我们可以付您一大笔的授权费。放心，我们丹峰制药公司所能够付出的价码，绝对都是市面上最高的。你们能够给出什么样的价钱？可以，那找个时间地点详谈吧。好的，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后天吧。至于地点，就在第7大道那家兰亭咖啡馆吧。好的，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苏木同学，这个给你，这是我爸妈让我拿给你的谢礼。谢礼，感谢你救了我，这是一点心意，希望你不要拒绝。本来老早就想感谢你了，可是为什么我企鹅上面给你发了那么多消息，你都不回啊？我怕贸然去你家打扰你，所以才拖到了今天才送给你的。我已经很久没有登录过企鹅了，抱歉啊，都是同学，没必要这么客气的。这样啊，只要不是故意不回我就好啦。那你平常喜欢用什么联系方式啊？方便给我一个你的手机号吗？那你记一下吧。那我就先走啦。说苏木1个月过去了，气血值提升了多少？我觉得至少有40-50吧。那个李明初次气血值才0.8，现在都已经12点多了。苏木当初4.13，现在没有个40-50，说不过去吧？老姜，你说你这个苏木这次气血值测试能有多少啊？该不会有60-70吧？60-70？那太夸张了。那5个月后，岂不是都要达到1境武者了？我记得去年最厉害也才康1境武者啊。好了，你们别瞎猜了，安心看就好了。101.75。木哥牛批！牛批！苏木牛批！木哥，你也太牛批了！以后你这个大腿我抱定了。少来，我不好这口。苏木同学，你也太厉害了吧！以后我有修炼上的问题可以问你吗？当然，都是同学，不用那么客气。
对了，方玲同学，你送的，这也就是我的一片心意，而且那里面的东西也不算特别贵重，你要真的不喜欢就丢了，反正送给你了，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对了，苏木同学，咱们应该也算朋友了吧？以后不要那么生分了，叫小芳玲或者玲玲就好啦。那好，那我以后就叫你芳玲吧，你也叫我苏木就行。好。你现在有事吗？没事的话跟我过来，老校那边有些事情想找你聊一下。老校有点事情找我。好的。不知道柳河平常有没有和你说过天才训练营？训练营有所耳闻，不过了解的不多。在训练营中获得优异表现的人，可以获得5大的资源扶持和各种优待条件。在训练营中获得优异表现的人，可以获得5大的资源扶持和各种优待条件。不过进入其中也要做好准备，它拥有极高的淘汰率。传说最严厉的一期，足有3/4的成员被淘汰，而且还有一定几率会死亡，因为里面接触到的都是万族战场上的异族，跟你在猎场见到的不同，他们是真正上过战场的，能力极强。所以我现在有一个上报名额，要不要参加？你考虑好这星期找我。不用考虑了，我参加。我想参加龙津5大的训练营。不用这么快决定，龙津5大是所有训练营里淘汰率最高的。你确定你不和家里人商量商量，仔细考虑考虑？我已经考虑好了，就去龙津5大的训练营，还请您帮我上报。好，把表格填一下，签个名。开营时间在1个月后，这1个月你好好修炼。你现在是1境武者，可以修炼武技了。我这边的武技随时借鉴。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一下你。你说，如果能够为你提供便利的，我一定尽全力帮你。我该正式开始修炼武技了，但单纯和武馆的人对练提升效果不大好，所以我想去异族猎场。没问题，正好为天才训练营做准备，有武馆保护，也不会遇到太大危险。我马上帮你写一封推荐信。关于哪个武馆，你有意向吗？烈火武馆。木哥，我已经准备好了，蓝天网吧双人包间，今天咱们去通宵好好庆祝一下你踏入1境武者，费用我全包了。你以为我找你是去上网啊？少通宵，伤气血，还有5个月就高考了，你就一点也不急吗？当然急喽，但是也没什么办法呀。等我一下。里面是一门炼体术，一门呼吸法，还有一个药剂配方。炼体术和呼吸法应该比你目前修炼的要好上许多。至于说药剂配方，名为壮骨养肌散，气血提升的效果是补血散的3倍，但是配置成本只有1000块钱。木哥，这也太贵重了吧？这可是触犯武者律的，可不行干啊！放心吧，这上面的东西从来没有出现过，你就当做是我创的，你自己一个人用没什么问题，赶紧收下吧，你拿着用就是，好好修炼。木哥，你就是我的亲哥！欢迎大家来到猎场，这里我最后提醒一下，就算是异族猎场，那也不是完全安全的。如果遇到了自己可能解决不了的麻烦，随时通过手环开启呼救模式。真要是死在猎场上面，可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另外，从猎场获取的异族，我们要收取30%的费用。小子，看你年纪轻轻就成了武者，天赋资质挺不错吧？这猎场异族威力不俗，甚至有精神类天赋的。你一个人探索实在不安全，要不加入我们，互相有个照应。多谢大叔你的好意了，不过我还是想一个人先试试。哥，让别乱发善心吧，人家还不领情呢。不过这样也好，省得带上一个拖油瓶。果然，人族后方空气中的能量和万族战场无法比。这仅仅是距离战场较近就有如此提升，若真身处万族战场，恐怕效果还会更好。这个痕迹应该是尖牙鼠的。种族尖牙鼠族，气血值100到200，天赋 A 级咬食断筋，习性生活在异族猎场，弱点眼睛。
以我现如今的实力，恐怕面对一境后期的异族，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吧。给我足够的时间，我一定能够超越之前杀死我那个8境叛徒。怎么会这样？快跑！拖油瓶，别发呆了！快跑远了之后，立马按下救救按钮！快跑！该死的异族！快跑！有精神类天赋。精神类天赋，这可是好东西，我一定要弄到手。种族赤尾狐族，气血值795，一境武者后期，天赋 A 级精神蛊惑，弱点脖子。丁，你已被赤尾狐杀死，复制成功，恭喜获得 A 级天赋情库，精神蛊惑。A 级天赋精神蛊惑，通过声波或是目光等方式，短时间内操控对方的一定行为，操控时间长短和精神力有关。气血值101.75，新增测定，精神力11.52。注：普通人平均值为0.5。精神力提升了，之前一直因为精神不够，无法修炼神魔关霄法，现在可以尝试修炼了。精神力重构完毕，当前数值31.85。精神力，这是我最强的隐藏打牌，关键是时刻绝对能造成意想不到的致命一击。现在最起码可以回档50次了，我得去多回档几次，弄些天赋回来，不能埋没我的 EX 天赋。死亡回档第7次，气血值101.75，精神力41.52，天赋新增真视之眼、治愈之光、超强五感、赤炎血脉及多项 B 级天赋。那只赤尾狐，我们之间的账该算一算了。小子，看你年纪轻轻就成了武者，要不加入我们，互相有个照应。猎场里可有精神类异族，危险得很。多谢大叔你的好意了，不过我还是想一个人先试试。哥，让别乱发善心吧，人家还不领情呢。不过这样也好，省得带上一个拖油瓶。当前已载入 B 级天赋风系操控、木系操控、精神强化。A 级天赋真视之眼，真视之眼可直接看破 S 级以下的天赋，不仅提高附效率，更能料敌先机，当死则死。哥，我们是不是要死在这儿了？莫非今天我们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高静，等会儿我帮你突围，你趁机跑出去。怎么了？那是一个人！小兄弟，你们没事吧？没事。找到你了。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你们现在的这个状态，恐怕不适合继续留在这里面了。我送你们出去吧。方便吗，小熊子？这回实在是谢谢你了。若不是你，我们恐怕就要葬身于此了。高静，快来和救命恩人道谢。谢谢你。都是人族同胞，别人遇到也会伸出援手的。谁能想到这里居然出现了一只精神类天赋的赤尾狐？
我身上也没太值钱的，这是拍卖得来的虎血丹，你一定不要嫌弃。高大哥，这太贵重了。贵重个屁！能有我和我妹的命贵重吗？你要不收，我们兄妹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你就收下吧。行，拿了虎血丹，待会儿赤尾狐的钱我就不要了。走吧，正好我也准备回去了。你们的手环看样子坏了，留在这儿不大安全。他才18岁啊，刚觉醒天赋，踏入武道绝对不超过2个月，就拥有一境后期的恐怖实力。此事要烂在肚子里，若被白衣图发现，绝对除之而后快。一旦进武大，就没人能压制他了。您就是救世主先生？很意外吗？的确没有想到，能创作出壮骨养肌散配方的人，居然是一个这么年轻的。数值基本符合，我代表公司报价450万，满意的话立马签合同，到时候麻烦您将论坛配方下架。450万吗？顾小姐，我还有一个更出色的未发布配方，贵公司完全可以买下，宣称自主研发，这对提升公司名气作用不小。救世主先生，方便我拍下来传给公司专业人员鉴定一下吗？请便。不出意外，这个配方加上之前的，这一次我将彻底实现财富自由。鉴定完毕，新配方价值极高，只要全卖给我们，壮骨散授权价提到500万，和新配方不牵连。第一，2000万加下40%利润分成；第二，每年提供1张同等价值新配方；第三，开启内部购药渠道，便宜5成。最高1500万加上30%利润，如果后续未提供相当配方，有权取消利润分成，其余2条没问题。可以，签合同吧。因为权利全授给公司，需额外签保密协议，我们有时需对外宣称是公司研发的。没问题。那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1800万，我父母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彻底实现财富自由。1500万，第3安全区中心区域的大别墅。接下来就是将一家人都给接进去了。咋了，儿子？是不是缺钱了？妈去给你拿。不是妈，你们先过来，我有事情和你们说。爸妈，我在第3安全区中心区域买了一套别墅。你这钱哪儿来的？可不能走歪路啊！是啊，小木，你可别吓妈。爸妈，放心吧，是我研究的药方被制药公司买了授权，这是合同。况且我现在成了1境武者，你们接下来好好培养苏阳就行。木儿，你刚刚说什么？我说我已经踏入了1境武者。1境武者，太好了！我苏家祖坟冒青烟了！下个月去参加龙津武大天才训练营。木儿，这训练营有危险不？放心吧妈，有保护没危险，大不了回来重考。好了，吃好饭收拾东西，准备搬去新家，约好搬家公司了。精神力足以支撑我连续回想数百次，哪怕是面对2境武者，如今的我也可与之一战。爸妈，明天我就要坐高铁前往第9安全区参加天才训练营了，路上要小心啊，木儿。哥，要是考上龙津伟大，记得带我去学校食堂吃好吃的。好好好，在家里等我的好消息吧。小姑娘，你也是去第9安全区参加武道集训的，真巧啊！我和我儿子也是。我儿子拿到的那个名额可不一般，只有资质不错的人才要有机会进去。小伙子，你也是去第9安全区的吗？是的。那可太巧了。小伙子，你是去干嘛的啊？该不会也是去参加武道集训的吧？你拿到的是哪边的名额？我不是去参加武道集训的，我是去参加一个训练营。儿子，你待在商务舱不要动，妈马上来找你。训练营和普通集训可不一样。说的越多越麻烦，万一他又问东问西，我还得继续编。他知道训练营，看来也不是普通考生。说的有道理，真没想到坐个高铁还能遇到去参加训练营的人。你好，我叫赵梦，来自第3安全区。你好，苏木，也来自第3安全区。赵梦，第3安全区。记下了，能修炼一会儿是一会儿。这是我儿子吴鹏，一表人才吧？年轻人加个联系方式，都在第9安全区，好互相照应。不麻烦了，第9安全区那么大，
到时候未必能够遇到。苏木同学，总算是等到你了，请跟我们来吧，送您前往营区。梦梦，抱歉啊，学校里面有一点事情，来晚了点儿。现在带你去学校吧。好的，走吧，妍希姐。妍希姐，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的话，我估计都进不了这乾隆班。是你自己有实力，可惜我过段时间就要上万族战场了，不然的话，你就不用报那个补习班了，我可以亲自带你几个月。对了，我在车上遇到个参加龙晶大天才营的男生，被西装男接走了。这得达到什么水平啊？那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想通过我们学校天才营考核，至少也得5图7重。5图7重，才觉醒2个月啊！据我所知，有个和你同届的已是一境武者，但那是冲着优秀营人去的，不是一个赛道。好好努力。苏木同学，接下来的路就要靠你自己走了，祝你好运。同学你好，你叫什么名字？要不要加入我们？听说刚进营就有淘汰考核，组队通过几率大。你好，我叫苏木。苏木，没听说过。现在真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参加天才训练营了。看来我们这一届质量不高啊，还是龙晶放低了标准。讲不准是侥幸混进来的，不过到时候入营考核可半点掺不了假。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使命，而不是理会这些无关紧要的嘲讽。人都到齐了吗？除了姬家小公主，其余人都到齐了。听姬家人说，由他们亲自送往。姬家小公主继承祖上荣光，谨慎些应该的。既然人齐了，便开始吧。人太多了，得少掉一些才好。所有人集合！你们要经历一次入营考核，通过才算是正式一员。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专属考核地有刚从万族战场抓来的异族，手环只记录积分，前10会在天空展示。手环不能保护安全，对付不了就逃，死了白死。别指望有人救。现在叫到名字的人过来领手环和挑选武器，然后上车戴上眼罩，我们会直接带你们到目的地。这保密还真严格，不过难不倒我。我看看他往哪里走。超强无感，开！积分排名，第1名5，第2名5，第10名5。各位，考核开始了，握紧手中的武器，保护好你们自己吧。清寒，接下来就要靠你自己了。爸只有一个要求，保护好自己。万族一族果然聪明，说什么不救人，我试着死竟被救下淘汰了，幸亏能回档。既然死不了的考核，那就只能大开杀戒，拿下优秀营员了。100米雷展开，锁定一境一族：银背狼、苍青牛蟒、赤焰狂狮。银背狼弱点腰部已标记。那么就开始大开杀戒吧。还20分，方球就18分，他们是怪物吗？我们杀一只才0.1分，这是怎么弄到这么多的？完全是碾压啊！不对，榜单刷新了，第3个武者是谁？居然把方球就挤掉，把姬家小公主压下了。苏木，是白兰高中的苏木，325积分。小球球，这不就是刚才那个苏木吗？以绝对优势踩在了姬家小公主头上。别叫我小球球，他不过运气好，发现了刷分诀窍。走，前面有一只一境钢牙猪。果然比平常的一族强，
智商也高，108积分。看来一进级别的异族会进行更详细的积分划定。100多积分，应该足够稳居第一了吧？这一次，我就是为了第一而来的。苏木，苏木竟碾压了姬家小公主。她在剑道上天赋极强，这剑法身法看不出来处，极可能是自创。还有剑意，把她的位次排到姬青霞前面吧。您就这么看好她？希望我没看错。8259分，比姬清寒多了近10倍。考核何时结束？考核结束，所有人5分钟内到光束投放的地方集合。就是苏木，杀出的大黑马，太恐怖了！里面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身上全是高阶异族湮灭后的能量残灰，简直是个杀星。姬清寒，一进武者前期，天赋加密层级过高，无法查看。只有未来的我能限制深蓝，他的天赋难道关乎人族命运？苏木，我要挑战你！他的成绩我全程目睹，真实性由我保证。想私下约斗以后有的是时间，现在给我站好！恭喜你们加入训练营，我是丁教官，或者叫我丁阎王。今天回去休息，真正的地狱明天才开始。拜一教，你们怎么会进得来？跑！你们快跑！快去求救！这么多的好苗子，要是今天都死在这里，估计大夏的高层都要心疼的滴血了吧？居然还有个姬家小公主，你要是死在这儿，姬家得疯了吧？我不想死了！救命啊！我就是来毁灭天赋的，不想死在这儿啊！第9安全区竟被渗透成这样，难怪人族10年后会灭亡。7进武者，这一波死亡回档注定了，必须想办法让回档收益最大化。有个有骨气的，不过就是脑子不好。吵死了！我七少算什么本事？有能耐和我单挑！放开我姐姐！欺负女人算什么？你走开，别管我！还真是姐弟情深啊！这样吧，跪下求我放过你们，或者加入我。当然，也可以选挑战我。放开我！好了，现在开始选吧。求求你放过我，我可以加入拜一教，我真的不想死啊！把他们绑起来带回总部培养。还有没有人想求我的？我们很珍惜人才，但耐心有限。看来剩下都是想死的，那就一个个上来送死吧！有没有想上来挑战我的？我来。死一次回到12小时前重置战局。少废话，来吧！又来个找死的顶级天才，我最喜欢虐杀你们了。下一个！可恶！姬家的女娃呀，我还没杀过姬家那些宝贝疙瘩呢。特妈的，老子还没死呢，打别人，害我多受苦。暂停，考核暂停。不能全怪老王，他没料到这孩子会替姬家小公主挡刀，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为同胞牺牲，这品性若能成长起来，绝对是人族注视啊！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不确定什么时候醒过来。去请保密精神力部门过来帮忙，我不信他们不卖我面子。见过长老，丁教官，麻烦让一下，我要进去陪苏木说话了。长老，您是不知道是不是处于愧疚。自从苏木陷入沉睡之后，姬家小公主便天天都来找苏木说话。姬家这位小公主因为当年的事情，恐怕心里一直有个结。
若是苏木能够顺道帮他把这个结给解开了，对他来说也是件好事。叔叔伯伯们牺牲是因为我姓姬，可你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也会毫不犹豫挡在我面前？苏木，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这是在哪儿？苏木，你醒了！你等一下，我去叫医生过来。这不是有个呼叫器可以直接叫吗？他跑出去干什么？深蓝，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是在哪里？主人，您昏迷了30天07个小时28分钟，现在正在龙津武道大学第2医院的至尊 VP 病房。这是一场测试吗？怎么搞的？看上去那么逼真。那是一个 ISSS 级天赋圣梦，它可以制造一些十分逼真的幻象。没有特殊的天赋或者是强大的实力，根本无法砍穿圣梦的幻象。不愧是龙津武道大学啊，为了搞场测试还真是下了血本。恭喜，苏先生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观察个2天就可以办理出院了。丁教官，这是什么情况？苏木同学，这位是咱们龙津武道大学的现任校长张浩张老。校长您好，叫我张老就了，我也叫你小木好了，显得亲切。张老，好，好，好。那张老，我什么时候回去继续训练啊？你先好好休息，回训练营，等你身体彻底恢复了。好吧，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苏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你为什么要救我？是因为我是姬家的人吗？你别误会，我救你不是因为你是什么姬家的人，只是因为咱们是同一个训练营的同伴。哪怕换了一个人，在即将面临那样的危机的时候，我也会挺身而出的。同伴是朋友的意思吗？姑且算是吧，日后大家讲不准还是同学还是战友呢，所以遇到这种事情我也不会袖手旁观。朋友之间会为了救救对方而付出生命吗？仅仅是因为对方是你的朋友？当然。那苏木，我们是朋友吗？姑且算是。好的，我知道了，我先回去修炼了。苏木，你想好了？张老那边都已经准备破格直接将你提为优秀营员了，可是你一旦上了万族战场，那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一直到训练营结束才能够。丁教官，我都没有正式和其他营员竞争过，就这样直接拿一个优秀营员的名额，我心里也过意不去。至于说安全问题方面，丁教官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就算真的在万族战场上出了什么问题，对我来说也是一件极其荣幸的事情。作为一名武者，若是能够有幸因为和异族战斗而死，那么将是他最高的荣耀。好，我辈男儿就该像苏木你一样。妈的，想起我们训练营里面那几个刚去没几天就吵着要回来的，老子真他妈的想踹死他们！苏木，我马上就给你安排，明天会有专人送你前往万族战场。另外，你要的资源，回头我亲自去采购。你这样的天才才是人族的希望，绝不能让你吃亏了。那多不好意思，那就谢谢丁教官了。你记住安全的回来。好。你醒了。这里就是万族战场东部战区吗？那是望空塔，瞭望塔是用来观察整个东部战区的状况，同时及时传递信息的。我们马上要到了。小伙子，既然你能够进入天才训练营，至少说明你的天赋应该很不错。好好训练，注意安全。人族的未来还要靠你们这群年轻人呢。我会的。你就是那个新来的营员？是的，你好。我简单讲一下这里的规矩。这是龙津武道大学天才训练营设置的临时营，我是负责人萧林，辅助你们天才训练营的训练考核任务。在这剩余的时间里，最好多上几次职场，至少保证赚取100点功勋点。最后结营考核的时候，功勋点是最主要的评判标准。苏木，是苏木，他回来了。这里就是你住的地方了，里面还有空位，自己找个床位把东西放过去就可以了。接下来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天才训练营的主要训练项目。好，之前说了，考核标准主要是你的功勋点，而功勋点的获取方式分为3种类型：个人、小队和军团。在大型战役当中，获取的功勋点会是平常的2到10倍，其次则是小队和个人。
这种是平常东部战区和异族战斗的主要方式。大型战役的发动需要结合各个方面的因素。在万族战场上，人族和异族的战斗更多的是一些小型和中型战役。这种小型和中型战役会由东部战区的各个小队和个人进行执行。还有半个月后会有一次演习，记得参加。而如果加入小队，在小队的一些老兵的帮助下，你可以得到更快的成长。同时，小队合作也更加有利于完成一些更艰难的任务。除非你真的是个人战能力足够强，不然的话，加入一个小队绝对是你的第一选择。那如果我要选择个人呢？你们这些天才训练营的天才啊，总是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种想法。不过在真正独自完成几次任务之后，大多都又会选择加入小队。这其中有些甚至直接就完成任务的时候死了。人族从来不缺乏天才，但缺乏真正的天才。只有活到最后的才是真正的天才。该说的我已经说的差不多了。这是你们天才训练营的专属徽章，徽章有自动定位、求救和毒药功能。最后一个是为了以防万一，如果你真的被万族俘虏了，如果不想受太多的折磨，可以直接喊出徽章背后的密令，徽章就会直接朝你的体内注射强力毒药。佩戴这徽章也是为了方便将你们和一些普通的能力者区分开来。对于你们这些天才，一些优待还是有的。太好了，有了这个东西，再也怕出现像上次一样死不掉的情况了。该说的我也说的差不多了，接下来的就看你自己了。第一名，方球球，功勋点1622；第二名，管杰，功勋点1025；第三名，苏木，你总算回来了。苏木，你和我之间的约战还没有结束，不过我也不占你便宜，你比我晚来训练营了1个多月，那我就先等你恢复1个月，以你的天赋，想必是够了。1个月后，我们单挑。方球球这个家伙还真是固执啊，说要和自己练练就要和自己练练。看他这架势，恐怕我就算不答应也不行。算了，这个事情之后再说吧。现在该去任务大厅看看了，抓紧提升实力。根据深蓝那边得到的数据，目前我所能够得到的能够激活使用的天赋里面，最适合我的主要有3个，而我想要接取的任务，也将定位在拥有着3个天赋的3个种族之中。姓名报给我，然后就可以挑选你要选取的任务了。你们天才训练营的人选取的任务，可以最多跨2个等级，一次性最多可以接取3个任务。我叫苏木。3个都是地级任务，一般地级这任务推力实力是在2进5者左右。你如果实力不够的话，最好不要逞强。如果死了，可没有人会就去给你收3个了。行。老李，那小子选的是什么等级的任务？你们可猜错了，他选了3个地级的。3个都是地级的？这小子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了能够追上其他人，他也太拼了吧！这个任务的地点乃是万族战场上一个名为蛇谷的地方，里面有着数十种蛇类异族。我想要找的其中一种特殊属性的天赋，正是出自其中一种名为万毒金环蛇的种族身上。A 级天赋，毒尸。蛇谷大概在东部战区以东100里左右。像这种距离比较近的一些区域，一般不会存在一些实力比较强劲的异族，也正好适合一些实力不长的新兵进行适应和历练。种族黑纹环蛇族，430血值，1进5种，千伏中期，地级，毒牙，习性，生活在万族战场蛇谷，弱点7寸。怎么没看到呢？一般来说，万毒金环蛇在蛇类异族当中属于极其特殊的存在，毒性猛烈到甚至自己都会被毒死。在他所处的地方，应该是没有其他蛇类异族的存在的，还是要再往里面走走。果然有，这是蛇佐果，吃了可以大幅度增加气血。这条万毒金环蛇的实力不强，不过实力强不强的有什么所谓，就决定是你了。向我贡献出你的天赋吧。哼！获得天赋 A 级天赋毒尸。他来了，他来了，他跟着万毒金环蛇走来了，总算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天赋。有了这个天赋，基本上就不用担心自己被抓了、限制了行动的问题了。只要意念一动，基本就是必死无疑。有了这个天赋，之后的形势完全可以大胆一些。不过
还是要再找一个差不多的天赋备用，直接把蛇魔果拿了，然后完成另外2个地级任务之后，回去配置下药品，提升一波实力，尽快将自己的功勋等级提升上去。之所以要尽快提升功勋等级，也是为了第2个进阶式天赋做准备。该回去了。老李，你说那个小子会不会死在万族战场上啊？不好说，地级任务可不是那么好做的。你们上次不是还为了斩杀一条万毒金环蛇折了一个人吗？那小子就1个人，而且其中一个地级任务目标也是万毒金环蛇，8成就有点危险了。希望这小子及时求救啥的吧，毕竟是个天才。你好，我来交任务。好，3个任务的凭证都在这里了，麻烦帮我登记一下，然后我还要再接取3个任务。3个地级的任务，一共获得了28点功勋点。按照这个速度，估计1-2天的时间就可以从 F 级提升到 E 级。麻烦问下，就是这些异族的东西应该到哪里去卖啊？离开任务大厅之后，往北走个300米左右。好的，谢谢了。万毒金环蛇的蛇胆，铁背花虎的牙齿，赤眼黑牛的牛角。没问题，3个任务都没问题。苏木是吧？我马上帮你登记。龙津武道大学那边申请的狐国、熊血什么的，都还没有送过来。在此之前，得自己想办法配置一些气血药品。上了万族战场之后，才越发体会到了什么叫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前虽然刻意学习过万毒金环蛇的一些种族习性，但是等到真正去找寻的时候，还是花费了大半的功夫。从深蓝那里学到的知识固然丰富全面，但是也只有多去实践，才能够更好的运用。时间差不多了，该开始刷天赋了。狂风剑法，叠浪剑影，精神蛊惑，赤炎血脉。这样子下去不行啊！周围士兵的天赋都太弱了，要是这样子，就有些白瞎这次会长了。各位，毕竟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我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过意不去的。不过，为了能够刷一波天赋，这应该是最快的一种方法。妈的，B 级天赋亏了。对不起，与所有同胞为敌的罪恶感真让人难以接受。我必须要多复制一些天赋，而能够在战区中尽快引起注意，引来一些强大的人斩杀自己，这样才能获得比较强的天赋。走路不长眼睛了！抱歉了，苏木，你为何要背叛人族？方球球，你不是一直想和我一战吗？我给你这个机会。杀了你个混蛋！你个杀人狂魔！方球球，你脑子虽然不大好，但是人族有你这样的天赋不错的傻子也算不错。苏木，速速束手就擒！你究竟是受了拜异教什么蛊惑？抓活的！一个耀眼的天才，居然在战区大肆屠杀，这背后一定有什么秘密！抓住他，看看他背后究竟是谁！他死了，他自己把自己毒死了。苏木，人族叛党，龙津武道大学大2学生陆羽，请。想不到人族还有你这样的天才。若你不是人族叛徒，我们可能会成为好对手、好朋友。你也是我一直到现在遇到的同境界最强者，明明只是2级中期，实力却远超于此。下次我们再做朋友吧。不管你相不相信，我的手上并没有沾染他们的鲜血。走好。我不是叛徒，我只是需要变得更加强大，拯救人族。我才不是叛徒啊！
深蓝，你说这样子下去，我会不会崩溃？主人，您的精神力足够强大，哪怕比这痛苦10倍的事情，您也能够承受。不过建议您可以尝试寻找一个删除记忆的天赋，那样应该可以有效缓解您的痛苦。到时候再说吧。这些记忆，何尝不是在提醒我，快点提升自己的实力。气血值似乎是因为之前回场了将近50次的缘故，精神力的提升一样迅猛。精神力865.58，一进武者后期。按照这个速度，到时候讲不准精神力还有可能比气血值要先一步踏入2进武者的程度。不过目前精神力貌似还不能主动的进行攻击，除了借助天赋之外，貌似自身并没有什么攻击手段。关于这一点，还真没有什么好的参考。现在需要多接一些地级任务，提升一下在训练营里面的等级，然后再去把剩余的2个核心天赋补齐。功勋等级 E 级，可接度任务上限 C 级。这种类型的天赋至少还需要2种天赋，其一乃是来自一个叫血狂猫的种族，这个种族又有名为燃命狂化的 A 级天赋，可以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将自己的气血值暴涨。不过暴涨的时间一旦过去，身体就会立刻失去机能。另外一个牺牲式的天赋是在一种名叫生死虫的种族身上，这个种族只有一个天赋，就是 S 级天赋生死子母气，可以在自己或者其他生物的身上烙印子气和母气，母气者身死，则子气者必亡。哪怕动用治疗类型的天赋都无可救药。只要将这3个天赋安排好，之后就不会再被限制回档了。限制我的行为，直接毒尸；敌人想活捉我，直接燃命狂化；敌人将我打昏迷了，等个几个小时，甚至是12个小时，直接跟着朝夕虫一起死。而且最后的一个生死子母气，除了可以用在自己的身上，也可以用在别人的子母气，甚至可以将一些异族纳为己用，或者是策反一些拜异教。而挑选的这2个种族相关任务，基本上都是 C 级任务。这也是为什么想着提升到E级后，再来接取任务的原因。A 级天赋燃命狂化已复制。总算找到了生死虫。目标确认，生死虫。危险特征：接触型剧毒能量。建议避免直接触碰。S 级天赋生死子母气已复制。该回去交任务了。丛将军，有了你的帮助，想必这一次的行动定然会相当顺利。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吧。看来有只小老鼠混了进来啊。丛将军是你们人族的小老鼠呢？不妙！身体动不了，还能看见，也还能听见，但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毒尸天赋发动。真是麻烦你了，丛将军。我尊。丛将军，丛将军。我对于东部战区的了解不多。深蓝，你知道东部战区有位姓丛的将军吗？主人，我的信息库里面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不过无论是那个丛将军，还是那只人面虫，实力都是相当强悍的。想要在他们2个的眼皮子底下探听到内容，无异于是痴人说梦。既然这样，只能多用几次回堂来一次次试错想办法了。想要逃出他们的计划，只能先借丛将军的身份试一试。改头换面。 A 级天赋改头换面已启动。丛将军，你来的似乎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早了些。我出来并非你想象那么容易，况且现在正是计划即将开始的时候，一切小心谨慎为上。种族：人面虫族，变异。
我刚刚得到最新的消息，那个时候有8境强者会跟随。计划还有不到半个月就要实施，你说会有8境强者随行？我们需要重新部署一番计划。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你说我们计划那天行动，强忍住，不能露馅。10天后，你不是丛将军，你是谁？11天后，你不是丛将军，你是谁？靠，这虫子警惕性还挺高。13天后，看来丛将军记性还是不错的。如果你不信任我，那我们也没有继续再聊下去的必要了。丛将军，不要生气嘛！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乃是上面布置下来的，为的就是彻底剿灭乾隆军团。哼，放心吧，那就好，我会给你安排好的。你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你敢骗我！下次见。人面虫和丛将军之间的计划已经大致了解清楚了，他们2个的目标乃是东部王牌乾隆军团。如果乾隆军团真的按照丛将军和人面虫的计划被浇灭了的话，绝对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我应该怎么通知他们呢？直接去他们肯定不会相信的，说不定还会打草惊蛇。既然这样，只能找张老了。喂，你好，张老。是苏木啊。哈哈哈哈。怎么了？我听小丁说你找我好像有很急的事情，是在东部战区遇到了什么麻烦吗？的确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要找张老您聊一聊。我想请您偷偷来东部战区一趟，最好不要让任何人发现。出了什么事情吗？很重要的事情，张老，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一次。既然你这样说了，3天之后我来找你，具体位置我再通知你。好的，张老。这3天不需要再次进行回档，先把实力提上去。50多枚虎元丹，50多副玄元熊血散，接下来就是用吸收加速这个天赋来吸收。总算突破到了2境精神力。强大的精神力不仅意味着我能够更好应对精神方面的攻击，最大的意义是可以进行更多次回档。以现在的精神力，已经足够支撑我回档几百次了。精神力突破完成，当前精神力进入2境武者前期。来到万族战场上，不过几天，我的实力就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连我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姓名苏木，气血值916.38，1境武者巅峰，精神力1001.25， 2境武者前期。张老，对不起了，我需要复制一下你的天赋。修炼已经差不多了，现在距离我和张老约定的时间还有12个小时时左右。A 级天赋改头换面维持中，伪装气息已提升至高境界威压模拟。苏木呢？想知道他的下落，就先杀了你是谁？张老，您老人家可千万别犹豫。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啊，张老，您老人家下手也太快了。丁，你已被人族强者张浩杀死，复制成功，恭喜我得 SSS 级天赋生命之势。这就是9境强者的恐怖实力吗？我甚至话都还没说完就嘎了。SS 级天赋生命之势已估计是因为我改头换面的时候给自己换了一波8境武者的气息，所以张老才会没有废话直接出手了吧？不过他老人家出手是真的快啊！生命之势，只要履行自己生命誓言的内容，我的修炼速度、武技威力等各个方面都会有10倍提升。履行生命誓言的内容会得到誓言数量最少乘以1倍，最多乘以10倍的提升。深蓝，你知道这个生命之势是如何判定的吗？主人，根据我的分析，这个倍数应该是和所发誓言的宏大与否和实现难度有关。所发誓言的宏大与否有关？若是主人您所发誓言越宏大，越难实现，那么所被判定的倍数自然也就越多。要不，待会儿去问问张老的意见。苏木，你来了。你呀，总是能够带给我惊喜。你这才刚上万场多久，居然就已经达到了1境巅峰，恐怕距离2境武者也只有1步之遥了吧？还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张老您。说吧，让你不惜以自己的性命和前途做担保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吧？
这回将您叫到这里来，其实有2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关于我自己的，另一件事情是关于东部战区的。长老，您想先听哪一件？你小子还和我卖个关子，那就先听东部战区的事情吧。果然，长老会先听东部战区的事情，那就没有必要再犹豫了，把我听到的有关丛将军和人面虫的计划全部告诉他。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告诉老头子我？长老，这件事情以我的力量定然是没办法改变一切的，消息也一定不会传上去。哪怕运气好真的传上去了，我人微言轻，恐怕也不会有人相信我这么一个小人物。我能够想到的唯一一个能够帮到我的人，就是长老您了。你小子还真是，你就不怕我也是人族叛徒吗？我相信您，您要是叛徒的话，我特么就又要回党了。好一个相信！苏木啊，既然你如此信任我，那老头子我也信你一回。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会处理的。那长老，我现在能够信任您吗？哈哈哈哈！这么快就用上了？你觉得呢？长老，我觉得人族就算所有的人都不可信了，但是您也一定是可信的。为什么会这么说？接下来就是我要告诉您的另外一件事情了，关于我的事情。说说看，你小子现在还真勾起了老头子我的兴趣来了。之所以会这样说，长老，是因为我知道您的天赋是生命之势。不仅知道，我以生命起誓，化作我武道的助力。SS 级天赋生命之势启动。怎么？不可能！你的天赋是生命之势，或者说，我的其中一个天赋是生命之势。不可能！怎么可能？我的天赋是 EX 级天赋死后复制，在我死后，我能够复制杀死我的人的天赋，并且复活回到1个小时前。我将自己的天赋稍微修改了一下，告诉长老，万一别人用一些特殊的方法从长老的口中获取到我的天赋呢？你的意思是，就在1个小时之前，我杀了你？长老，我用了点小手段。我以生命起誓，化作我武道的助力。我若以任何形式或者有任何想法，想要泄露有关苏木的天赋，便叫我当场命陨。长老，您这是……苏木，本来我只觉以你的天赋，未来定然是我人族未来的顶尖强者。但是现在我觉得，如果真的说有人可以拯救人族的话，那么那个人一定就是你。EX 级天赋应该是 SS 级以上的天赋吧？死后复制，这样的天赋注定了你的潜力将会是无限的，不仅有着可以无限试错的机会，而且还能够拥有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无数天赋。苏木，你可知道为何我会选择离开万族战场，到人族后方担任龙津武道大学的校长？上万族战场斩杀万族毕竟是有限的，你是为了能够为人族培养出更多的强者，这不过是其中一个原因罢了。据我了解，万族有一个强大到可怕的存在，他不常出现在万族战场上，没人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从他出现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无敌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他。陈斌这个拥有死亡回档的人都绝望到叛变的那个人，那个存在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可以说，人族之所以能够在这50年内取得优势，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沉睡。不过最多10年他就会苏醒，甚至不到10年，因为日记本中曾经提到过，陈斌在万族战场上遇到过他一次。苏木，如果说有人能够战胜他的话，这个人一定是你，因为他和你一样，你们2个身上都有着不止一种天赋。不止一种天赋，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未来的自己也这样。莫非那个人的天赋也是复制吗？如果是的话，那么那个人是如何进行复制的呢？如果不是的话，那么那个人是如何获得多种天赋的呢？我只遇到过那个人1次，但是就是那一次，我的生命之势直接破了2次。若非是他苏醒的时间太短，而且他似乎对我们并没有杀心，恐怕那一次我就已经死了。长老可是9境强者，让他都感觉到绝望的人，到底可怕到了什么地步？在你踏入10境之前，如果遇到了他，不要犹豫，直接绕道躲避就可以了。以你的天赋来看，你想要从他的手中逃脱，应该还是不难的。的确，以我现在的实力，遇到那个人，绝对就是死得透透的份儿。不过，
如果是死在那个人的手上，会怎么样？我建议你暂时不要想死在他手上的事情。你的天赋是 EX 级，而他的天赋想必也是 EX 级，同等级复制天赋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在有十足的把握和实力与其对抗之前，我不建议你有这种想法。知道了，长老。苏木，你现在有师门吗？没有，长老。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你是我的学生。长老，您的意思是让我加入您的师门吗？是也不是，我是教不了的，所以严格意义上我不算你的老师。但是入我师门之后，我会给你学校最丰厚的资源，对你来说有利无害。另外，我也会宣称你是我的关门弟子，你也会少去不少的麻烦。谢谢老师。现在其实我还不知道该立什么样的誓言比较好。若是别的天赋，我还真没什么办法帮你。但是这生命之誓，好歹你老师我也算是用了大半辈子了，倒也可以给你一些指点。从1境武者开始，每提升1境，你都可以立一道生命之誓。如果你履行了誓言，那么你就会持续增幅。如果你没有履行誓言的内容，第一次破誓，你的增幅会减少1/2；第二次破誓，你这道生命之誓的增幅会彻底消失；第三次破誓就会死亡了。第一道生命之誓必须要足够宏大，足够艰难，这样就可以有增幅8到10倍的效果。而之后的每一道就在第一道的基础上再度立誓，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加容易地达到增幅8到10倍的效果。不过这些想法也只是我根据前人和我自身的经历悟出来的，哪怕是我自己都没有试验过。原来这第一道生命之誓这么重要吗？第一道生命之誓，我已经有了一些想法。我以生命起誓，化作我武道的助力。老师，是10倍。第一道生命之誓，10倍增幅确认。唉，这种事情本不该由你来承担的。老师，您认识一个叫宁叶的人吗？没有听说过，怎么了吗？没事，老师，您小心这个人就可以了。还有老师，您知道有实力在8境武者左右，然后在剑道上的天赋尤其卓绝的人吗？还真有一个，宋家有个小子名叫宋天龙，他的剑道天赋就相当了不起，说起来还算是你们的学长。宋天龙，那老师，您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之前听带他的老师说过，他在万族战场待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主动申请调回人族后方，担任某个安全区的夜行人总负责人了。一个个条件都对上了，就是他了。怎么了，小木？有什么问题吗？老师，这个宋天龙很有可能是人族叛徒。小木，这种话可不能乱说的。你有确切的证据吗？老师，虽然我目前没有证据，但是您可知道，我身上有一个 SSS 级天赋剑心通明，是来自何处？莫非是那宋家小子？具体原因很复杂，原谅我不能和老师你详说。行，这件事情我知道了。不过既然那宋家小子已经叛变人族，以他的身份，轻易应该是不会暴露的。而且所图谋之事恐怕也不小，暂时只能先关注他，日后再想办法把他给解决了。好的，听老师安排。接下来我和你说几件事情。有个人很快就要到了，你先复制他的天赋，然后我再带你去几个可以复制天赋的地方。不过我可能会没有记忆，需要你来告诉我。现在告诉我，待会儿来的那个人的天赋你复制了吗？还没有。你之前是怎么骗我杀你的？我懂了。A 级天赋改头换面启动，身份轮廓、气息、气血值伪装同步完成。你这个天赋倒是有意思，就算是我想要看出来都有些麻烦。说来我也有些奇怪，老师，这个天赋明明只是一个 A 级天赋。好了，现在你就先保持这个形象吧，老师陪你演一场戏，骗骗这个老家伙。老师，你这该死的人族叛徒，居然潜藏在附近还偷袭我！我就算是死，也不会让你踏入东部战区半步。哼，老头子，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你敢！灵叶老鬼，快杀了他！居然能够把你打成这样，
让本帅来会会他。你赶紧解决他呀！还在耍帅！知道了，知道了，我直接开大。获得 SSS 级天赋极夜天幕。我一开始还在想，张老要用什么方式帮自己复制天赋，现在想来，人生在世，全凭演技啊！这也得亏是张老他老人家亲自下场，若是换个人，恐怕还真未必会如此。SSS 级天赋极夜天幕，制造出一定范围的领域空间，领域空间范围会随着实力的提升而提升。领域级天赋，张老也太给力了！东部战区3大统帅之一，林业老鬼，你终于来了。动静那么大，本帅想不发现也难吧？撞你个头！老子这树一波形象容易不？少来！看到你顶着这张不会衰老的脸就来气，当初那枚果子应该是我吃的。我当时不是也不知道吗？少来！这件事情我记一辈子。你居然还收了个关门徒弟！林业老鬼，你要是送的礼物让我这关门徒弟满意的话，日后人多的时候我就不拆穿你了。此话当真？那是自然。我说过的话还有骗你的不成？你这话说的，你的弟子不就是我的弟子吗？苏木是吧？回头我带你去我的私人小金库啊，你看上什么随便拿。算你还有点长辈的风范。小木，我之前说带你去的那3个地方去过了没有？没有。林业老鬼，我不能在万族战场上待太久，方才的光芒是什么原因？想必你也清楚，我就和我弟子先走了。怎么我刚刚还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啊？是错觉吗？我要带你来的第一个地方，乃是一处名为吞天谷的地方；第2个地方则是蛮巨部落；第3个地方是天眼山。这几个地方出现强大天赋的几率会更高，距离万族核心越近，种族排名越靠前。到了，吞天谷。吞天一族最厉害的主要是他们的2个 SSS 级天赋，吞天实地和优化天赋。前者可以帮助你更快的提升气血值，至于后者一般出现在蚁后的身上，不过并不适合你。优化天赋吗？光是听这个名字，我觉得还挺适合我的。老师，这个地方太适合我了。你喜欢就好，那是你自己先来，还是我帮帮你，一路杀到合适的地方，再把你扔过去？老师，先让我自己先试试看吧。小木，靠你自己了。种族吞天蚁族4进武者前期，天赋地级疯狂撕咬，弱点颚部，攻击命中腋部区域，目标防御强度超出当前输出上限。再来，复制成功，地级天赋疯狂撕咬，C 级天赋10倍力量，10倍速度。老师，你带着我吧，下面全是4进5进，没法往里走啊。哈哈哈哈哈！好，为师来帮你。老师把我丢过去吧。丁，你已被吞天蚁族杀死，复制成功，恭喜获得 B 级天赋精神穿透 ，A 级精神屏障 ，SS 级精神原力。既然已经带你去过了吞天谷，那么接下来我就应该带你前往蛮巨部落了。老师，这蛮巨部落我记得本身觉醒的天赋却基本上都在 S 级以下，贤宝有 SS 级天赋，更不用说是 SS 级天赋。不错，蛮荒巨人族虽然本身觉醒的天赋等级普遍不高，而且大多还是力量、速度、体质强化方面的天赋，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强。哪怕是一些排名在他们前面的异族，也未必是他们的对手。而他们的饮食习惯也和我们人族很是相似，只要我们人族不主动招惹他们，他们也不会攻击我们。之所以带你来这里，也正是和这些因素有关。那么他们的食物，老师，您的意思莫非是我们的目标是这些蛮荒巨人族的食物？聪明。蛮荒巨人本身的天赋并不值得你复制，但是蛮荒巨人族一向信奉越强大的食物能够带给他们越强大的力量，所以他们抓来的异族要么是本身实力强大，要么就是天赋比较强大。明白了，老师，我们现在进去吧。老师，我没看错吧？
那个是闭眼玄蛟，这个种族和龙族那可是近亲啊！没想到居然也被蛮荒巨人族给抓了过来。我去，蛮荒巨人族是真的厉害啊！抓了这么多的暗影猎豹和大力猿族，这么强大的异族，不知道这些蛮荒巨人是怎么抓住他们的。开始。恭喜获得 S 级天赋暗影。恭喜获得 IS 级天赋蛮牛神力。恭喜获得 SS 级天赋万毒。这第3个地方名为天眼山，顾名思义，生活着天眼族的人。天眼族的天赋乃是 ISS 级天赋天道神童，号称可以看穿所有 SS 级天赋。你找起天赋起来，就可以筛选掉不必要天赋，而且天道神童还有诸多妙用。计划进行得很顺利。恭喜获得 SS 级天赋天道神童 ，SSS 级天赋天道神童。这个天赋复制的是真不亏。有了天道神童，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我看不出对方天赋的问题了。小木，我之前说带你去的那3个地方，去过了没有？都去过了，老师。你们师生2个打什么哑谜呢？哈哈，林业老鬼，这里有个大好的立功机会，你要是不要，不要。到了我这个地步还要立个屁功？况且你个张老鬼嘴里面还能够蹦出好事？小木获得了一个消息，来源你别管，绝对靠谱。有个叫丛云飞的家伙准备把你引走，然后趁着你不在的时候把潜龙军团覆灭。这个该死的丛云飞！啊！好了，张老鬼，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会想办法处理的。还记得我之前在锣鼓和你说的那件事情吗？那你现在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做。你们会死得很惨。我辈武者何惧生死？你真的觉得自从50年前那件事之后，异族已经逐渐有所收敛了吗？张老鬼，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只是林业老鬼，你比我走得更高，一些事情应该比我更加清楚才是。这50年人族真的在战略上风吗？或许我们早就该醒来了。既然如此，丛云飞那件事情准备怎么处理？将计就计呗。既然他们能够算计我们，我们自然也能够算计他。还有一件事情，林业老鬼，我要和你提一下。这次我们之所以能够提前探知到这个计划，苏木居功至重。我知道，回头我定然会将功勋给他算上的。若是计划成功的话，获得的功勋那可不得了。要不要弄个低调点的方式？不必了，苏木不会贪求额外的功勋，但是他应得的功勋一点也不能少。至于说功勋之外附带的名声也不能少，要的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功绩。张老鬼，你这是要给你关门弟子提前铺路啊？不过这个铺路会不会有些太早了？木秀于功，风必摧之啊！我这个关门弟子，他更适合的就是锋芒毕露。一些时候我是真摸不懂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么就按照你说的办吧。小木，准备一下吧，要不了多久，你的名字就会响彻整个东部战区喽。当年我要是和你一样弄到这么一个攻击，那么想必应该能够好好出一次风头吧。今天就先到此为止吧，我先送他回去了，你也早些回去吧。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除了了解一下自己在万族战场上获得那些天赋之外，更重要的是提升一番自己的实力。隐私封锁启动。对于我来说，我待在1境武者已经太久了，也是时候看一下2境武者的风景了。拥有吞天食地天赋之后，我的吸收速度有了极大的提升。按照这个速度，在离开训练营前，实力想要提升到3境巅峰都不是什么问题。气血值1286.75，2境武者前期。身份信息读取完成。你好，结算一下这些天的训练室的消耗。你是苏木？怎么了吗？是我租用的训练室出了什么问题吗？你真的是苏木？我的确叫苏木。是龙津武道大学天才训练营的那个苏木吗？如果天才训练营没有第2个叫苏木的，那么你说的应该就是我了。太好了！不好意思哈，我有些太激动了。能不能请你帮我签个名？我是你的粉丝，我会为你保密的，求你给我签个名字好不好？苏木同学，你是我的偶像，我会永远支持你的。这件衣服回头我就裱起来，放在我的床头，天天看。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就比如，我怎么就忽然成了你的偶像了？昨天
林业统帅带领高手识破了异族的阴谋，斩杀了人族叛徒丛云飞，顺利阻止了异族对于乾隆军团的计划。林业统帅他亲口承认，此战的最大功臣并非是他，而是你。是你冒着生命的危险探听了丛元峰和异族的全盘计划，这才让林业统帅能够将计就计，一举将异族歼灭。我哥哥就是乾隆兵团的，若不是偶像你的话，恐怕我哥哥就凶多吉少了。所以在听说了你的事迹之后，我就把你视作了我的偶像。这其实也没什么，举手之劳而已。我先走了，还要去训练营报道。不得不说，我老师的这位朋友还真是说到做到啊。苏木，你牛批！苏木，服你，你就是我的偶像。苏木，怎么？我没服过什么人，不过你确实值得我佩服。像这种等级的情报，若非是付出了九死一生的代价，是绝不可能弄来的。你确实很了不起，所以我也不会放弃的。距离我们之间的约斗没有多久了，希望你不要忘记。这家伙估计是从小到大没有受过什么挫折，之所以他姐姐天天跟着他，估计也是从小当保姆当惯了。有这么个弟弟，想不操心都难。还是先回宿舍吧，还要准备明天的颁奖大会。长时间的修炼，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一下了。每天除了修炼、战斗，就是死亡。只有偶尔休息、睡上一觉的时候，才能够让我感觉自己还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这道铜闪不许进手指击里。2等功秋寻。这个秋寻，早在我第一次来东部战区的时候就听过他的名号，后来更是从他的身上获得了强大的 SS 级天赋寂灭之躯。对于他的强大，我也是深有体会的。1等功苏木在一次参加任务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人族叛徒和异族的勾结，并且冒死弄来了此次围剿乾隆计划的各个细节，为此更是身受重伤。若非林业统帅亲自出手助助，恐怕早已身死团消。此次围剿，苏木当属第一大功。现在有请林业统帅为苏木授予1等功上士军衔，功勋10万点。不错，小子，回头结束了，来第2统帅局找本帅。你就是苏木吧？我叫秋寻，乾隆军团护卫队长，叶巡小队队长。秋寻护卫队长，你好。不必这么客气，真是年轻啊，不愧是龙津武道大学的。之前我遇到了一个龙津武道大学的学生，也是了不得。如今又遇到你这么个更了不起的，有你们，人族才会越发强盛起来啊！秋寻少校过誉了，我也只是运气好罢了。能够在18岁达到2境中期，能够获取到异族那般重要的计划，这2件事情可不是运气好就能做到的。不要叫我秋寻少校了，如果不嫌弃的话，我比你的年纪大上不少，你便叫我一声秋大哥便可。秋大哥。秋寻脸色苍白，怕是使用寂灭之躯太多次，已经遭受到一些难以磨灭的损伤。就算是如今的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处理方。不然，若是能够帮助秋寻这么一位人族天才，绝对是一件大好事。这次来找你，主要是为了亲口和你说声谢谢。若非是你，我们整个乾隆军团都会遭受灭顶之灾。秋大哥，你没事吧？没事，都是老毛病了。总之，不要和我客气，有事情尽管来找我。苏木上士，您来了，林业统帅已经在里面等您了。你小子的实力还真是突飞猛进啊！难怪张老贵对你如此看重啊！以后不用叫我林业统帅了，叫我叶叔就行。好的，叶叔。跟我来吧。那些都是 SS 级装备，那不是生长在龙族境地的真龙血果吗？叶叔，你这里居然还有奥龙战甲！你若是喜欢，直接拿走即可。这次带你来我的小金库，一方面是送你这个后辈一些见面礼，另一方面也是立下大功的士兵的嘉奖。这里面但凡是你看上的，
都可以任意挑选3件带走。叶叔，你这也太大方了吧！不要跟我客气，你老师那小金库里面也有不少宝贝，你作为他的关门弟子，那些宝贝不留给你，留给谁？不过，你老师的小金库在人族后方，估计得等你回去之后。怎么，奥龙战甲你不要吗？有了这套战甲，就算是你老师出手，想要伤到你，都要花费不少功夫。你老师没有和你说过吗？只有活下去的天才才是真正的天才。叶叔，我追求的是舍弃一切防御，达到极致的攻击。SSS 级的武器宁渊，握住它的一刻，我感觉生命力在缓慢流逝。此剑虽然威力惊人，但是每一次的攻击都是以自身的生命力为代价。可是，它应该也属于您这小金库里面最强的长剑了吧？不错，这把宁渊就送你了。不过你记住，这把宁渊只能够作为你最后的杀器使用。此剑名为夜幕，也是 SS 级武器，一并给你吧。这2把剑算作1件东西，你可以再挑2件。好锋利，有意思。别，叶叔，你没开玩笑吧？宁渊可是 SS 级的武器，你小心点，别把宁渊给碰裂了。能让叶叔紧张成这样，这碎片来头不小。也亏得你小子能够找到它。这块碎片是我意外在万族战场上获得的，锋利程度甚至超越了我小金库里边所有的收藏，哪怕是9境武者不小心也会被它划伤。它的锋利程度更在宁轩之上。9境都能划开，这哪是什么碎片？这是刀祖宗吧？这块碎片的材料很稀奇，不仅锋利，而且坚硬异常。我曾经用一把 SS 级武器劈卡过它，结果 SS 级武器直接被砍断了，它却丝毫无伤。这东西放在我手中就显得有些食之无用，弃之可惜了，就被我丢到了小金库里面。叶叔，我就要这个了。叶叔，我感觉你比我老师要大方太多了。你这话说的，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大方。至于你老师抠搜的很，我当年不过是吃了他一枚果子，他喋喋不休了几10年。你说这种人小气不？老师，对不住了，为了资源，弟子先昧一次良心。确实，老师这做法实在有失偏颇，我回头得好好和老师反映一下。说得好，难得你这么有觉悟。哎，小木啊，你不是还有1件东西没挑吗？再挑挑，再挑挑。要是喜欢的东西不止1件，也和叶叔说，都能送你。上钩了，叶叔，你是真的好哄。叶叔，我有个不情之请，要不把那件东西换一换？你想怎么换啊？最后1件东西我就不要了，但是我想在您的小金库修炼到我训练结束，在这期间用一下您小金库的资源，您看怎么样？这算什么事儿啊？想用什么用什么，不用和叶叔我客气。叶叔，我消耗的资源可能会有点多，应该没事吧？没事，尽管用吧。你一个2境武者能消耗多少资源？那叶叔我就不客气了哈。叶叔，这可是你亲口说的。第2式不能乱立，必须接住第1式。我以生命起誓，这条路化作我武道早就伫立。真龙血髓果，开始吧，能吃多少就吃多少。还不够，我要在训练营结束前冲到更高。3境巅峰，9万多气血值，叶叔的小金库真抗吃。破了4境精神力。手能拿精神力却碰不动，你到底是什么东西？资料库为前所到神秘碎片对应信息：精神力牵引失败，神控术牵引失败。不好！没有痕迹，碎片了，进我体内了。怎么会这样？感觉这神秘碎片钻进了我的身体，找不到了，不是掉了，是不见了。不对，这反应太快了。
又来，这次不是回荡，这是什么河？没有源头，也没有尽头，这里不是现实。找到了，他不是攻击我，他是在回来。我是苏木，我不是。是什么地方？那条河又是什么？那个声音为什么会喊我的名字？时间之刃，时间之刃，这就是你的名字。怎么可能？他听我的。回来，这墙，万剑归宗都只能划痕，他直接穿过去了。好恐怖的威力！只要速度再快一点，9境也未必挡不住。如果你真和时间有关，那就跟我回去一次。不再移动空间，那就只剩一种可能。是了，难怪叫时间之刃，他跟回来了。以后每一次回档，他都会在。银色长河，孕育了时间之刃的银色长河，莫非是时间长河？如果那真是时间长河，那我每次回档究竟是在逆流，还是被什么东西拉回去？你能划开时间，那能不能划开它？毫发无损？怎么可能？时间之刃都划不开，未来的我到底走到了哪一步？回来，差不多了，叶叔也该来了。叶叔，小木，我来接你回去了。先笑，伸手不打笑脸人。我的大山呢？我那么高一族用天才地宝堆成的大山呢？叶叔，我之前说过的，我可能会多用一些。用多了一些？我堆了10座的天才地宝大山啊，直接少了3、4座，你这坏了！叶叔记得也太清楚了。好小子，挺能吃啊！跑晚了。有趣，有过短短的时间，你居然从2境中期提升到了3境巅峰，可怕，实在是可怕！18岁的3境巅峰武者，难怪张老鬼这么宝贝你。叶叔，你不怪我？不至于，本来也是我答应你的，只是没想到你小子还真能吃啊！不愧是叶叔你，就是大气。哼，那是自然。不过，若是1个月的时间，宗景赵境中期提升到3境巅峰，这个速度你堪称人族第1人了。难怪张老鬼和我说你会是人族的希望，还和我说你若是有什么实在想要的东西，就让我先给你，回头他再来替你还债。不过我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别说你吃了我3、4座宝山，就算是你把我这些宝山全吃了，只要物尽其用，我也不会有半分多嘴。那叶叔，我不客气了。你小子好歹给我那几个弟子留点。叶叔，我还以为都给我呢。你小子和你老师一样坏，想踏入4境，再堆积气血值已经没用了。叶叔，我也就是和你开个玩笑。叶叔，您的恩情我一定记在心里。你小子有心就行，你好好修炼，尽快成长起来，为人族出一份力，我们这些老家伙就心满意足了。我一定会的，叶叔。好了，我带你出去吧。今天就是你们训练营结束的日子了，以你的成绩，第1名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第1名，龙津武道大学身份，日记本下一页，终于到了。该看下一页了。能翻开，未来的我果然还留了东西。在这个时间点翻开，看来10年前的我，你果然很优秀。从我看到的无数个可能发生的结果来看，10年前的我，你应该已经进入了龙津武大了吧？那么你应该也遇到一个人了。正好，我要说的第1件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和他有关。姬清寒，一定要保护好姬清寒。姬清寒，因为他可能是你战胜那个人唯一的希望。要阻止人族灭亡，就必须要打败那个人，而要打败那个人，你就必须要保护好姬清寒。至于说为什么一定要保护好姬清寒，
相信你应该已经能够猜到一些。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在看到姬清寒的时候，想必也用深蓝查看过姬清寒的天赋吧？而且结果一定是无法查看。在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你恐怕会以为是我给天赋加了限制。其实不然，关于天赋、武技还有炼体术这些，我其实没加什么限制。我所加的限制，主要是在人上。你应该也发现了，深蓝的数据里面，你根本无法搜到某个人的事迹什么的，这便是我加的限制。因为目前来说，太早知道一些事情，对你并没有好处，因为那是他天赋自身的保护机制，在他的天赋完全觉醒之前是无法查看的。这一点不只是他，姬家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唯一的不同是，姬清寒又属于姬家人中最为特殊的一个。在这里，我简单为你介绍一下姬家这个家族。这个家族有一个传承的 SSS 级天赋舍身修罗。这个天赋很有意思，它并非只有一个版本，最普遍的版本是舍弃自己的生命，帮助他人提升实力，没有任何副作用。这个天赋绝对是涉及到了时间的，又是时间长河。而这个天赋同样也有着一巨大的限制，就是一旦发动天赋，发动者一定会死，而且是真正的死亡，仿佛被什么力量从时间长河中抹去一般的死亡。哪怕你回账到他使用的那一刻，你也无法找到他，因为他真的死了，死在了时间长河当中，就仿佛这个人从来不曾出现过一样，但是他却存在你们的记忆当中。这就是这个天赋最残酷的地方。有些时候我在思考，时间长河究竟是怎样的一条河？它没有源头，没有尽头，一直在流动，仿佛每一个节点都是没有变化的。而拥有舍身修罗天赋的姬家人，在时间长河中又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我不知道，哪怕现在的我也不知道。接下来我要告诉你，姬清寒的天赋就更加的特殊了，因为他的天赋和他的先祖一样，他的舍身修魔，等到彻底觉醒之后，可以将任一个等级的天赋再往上提升一个等级。没错，任意等级。那我的 EX 级也能再往上，也就是说，包括 EX 级。在这个时间点翻开日记，10年前的我，你果然很优秀。接下来我要和你说几件事情。1年后的重要战役，人族第3安全区会死很多人，包括爸妈还有小杨。东部战区第1统帅叶天，第2统帅王子硕，第3统帅领业，还有你的老师张浩，全部战死。既然已经知道，你一定会想办法改变这些，对不对？我的要求只有一个，至少救下爸妈，救下小杨。至于那些人族英雄，原谅我的自私，能救下几个就救下几个吧，他们会让你后面的路轻松一些。也许是因为我已经不敢奢求更多了。想改变这一切，你需要2个条件：第一，精神力至少达到5境巅峰；第二，找到一个特殊天赋。这个天赋必须满足3个条件：第一，它必须对 EX 级物品奏效；第二，它必须能够改变物品归属，或者让物品的作用失效；第三，发动时不能引起物品主人的察觉。第3个条件才是最重要的，因为物品的主人是那个人，一旦引起那个人的注意，一旦现在的你被他注意到，你会死。我可以推测并看见无数种可能发生的结果，就连你会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原因触发这本日记，我都能看见许多可能。不同经历、不同实力、不同天赋的你，触发日记后得到的内容都会不同，但我也无法看尽每一条路，只能把你最可能需要的东西留给你。随着精神力提升，你会发现死亡回档几乎没有次数上限。可如果死亡就是它唯一的限制，它就不配被称为 SSC 级天赋。回档上100次的时候，你可能什么都感觉不到；回档上1000次，你会开始感受到它。可那时，你甚至说不清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当你回档上10000次，事态的发展就可能彻底脱离你的控制。下一页，1年后，当你的精神力达到6境才会开启。在此之前，你的气血应该会达到4境。4境之后，死亡复制会出现让你惊喜的变化，但那只是开始。最后，拜托你了，10年前的我。不会没有办法，爸妈、小杨、老师、叶叔，还有那些人，我会尽可能全部救下来。爸妈、小杨，你们过来一下，我有件事情要宣布。爸妈、小杨，抱歉了。
只要在你们身上种下生死子母蛊，无论谁发生意外，我都会立刻死亡回堂。爸妈，小杨，对不起，我不能再失去你们。生死子母蛊烙印完成，母蛊生命终止时，子蛊将立即反噬主人，触发死亡回堂。木耳，你这是要出去？我去老师那边一趟，回来后还没正式打个招呼，晚点就回来。去吧，见了长辈要稳重些。哥，早点回来啊！你的进步真是让我这个老头子惊讶呀！这还得多谢老师和叶叔栽培。老师，您是吃了叶叔给的果子了吗？年轻了好多。是的，虽说效果没有之前那个好，但也凑合。老师，我听叶叔说你也有小金库。刚霍霍完林业老鬼的，又盯上你老师我的了。老师，我是想尽快提升实力，早些为人族出力。算你小子会说，放心吧，我早就替你准备好了。老师，我有2件事想请您帮我。生死子母蛊。第一，我希望您让我为您种下母蛊。第二，我想请您帮我联系姬清寒，也为他种下母蛊。你想把子蛊种在自己身上，以后我们任何一人死了，你都能立刻回档救人，对吗？老师，您说的不错，这是我现在能想到最稳妥的办法。孩子，苦了你呀。这么一来，日后只要老师出了事，我就能第一时间知道。种在我身上容易，可姬家那女娃不一样，她是姬家的宝贝，身边暗中跟着不少强者。不过那是对一般人，你老师我想单独见他一面，问题不大。你施展母气要多久？若要不被察觉，大概1分钟。老师，我还是不出面了，母气越隐秘越好，我突然出现反而容易惹人怀疑。我这条路一个人走就够了，至于姬清寒，保持普通相识就好。你和那女娃都是苦命人啊。老师，既然选了这条路，就该好好走下去，不是吗？能帮你的，老师一定帮。老师，从3境巅峰突破到4境，你有什么建议？我查到的说法都太笼统。你小子总算也在修炼上遇到问题了。5图到3境重在强身，4境到6境重至物己。你进步太快，强身有余，物己不足。自从达到3境巅峰后，你是不是很久没有真正用过全力了？好像确实如此。没事，老师帮你。我知道一个办法，能让你真正认识自己。什么办法？挨打，挨最毒的打。老师，您下手太狠了吧？您这样就过分了，不带这么阴险的。是您再这样，我真生气了，老子和你拼了，老逼灯！这是灵叶老鬼那块神秘碎片吧？能发挥出这种威力，难得。你的精神力已经不弱于普通4境精神面士，还能这样配合天赋，不错。不打了，不打了，老师，您太欺负人了。总算没有浪费老师的一片苦心。记住这种感觉了吗？记住了，谢谢老师。记住就好，待会儿再突破一次。啊！老师出手也太果断了吧！挨打，挨最毒的打。别，老师，已经打过了。找到突破4境的感觉了吗？应该找到了。如果没找到，我再来找您。看你这副样子，确实已经挨过打了。你上一次已经突破，怎么不问我为什么立刻杀你？您不想保留我全部底牌的记忆，只想让我记住突破的感觉。聪明，但还不全面。死亡太多会让你降低警觉，招来更多没有价值的死亡。以后我会随时出手，你若及时反抗，我便停手；若毫无察觉，就不要怪老师。到了万族战场，任何人都不能完全相信，包括我。你要习惯，最亲近的人也可能突然出手。万族战场上，真有能影响您这种强忍神智的异族？有，你看看，刚和你说完，又忘了。特训到此结束，接下来我带你见几个人：小王、小丁，还有刚回来的师姐。天赋是否复制，你自己斟酌。老师，您之前提过我还有师兄师姐，咱们师门到底是什么情况？在你上面还有2个师兄和1个师姐。
正好，你师姐已经来了，我介绍你们见一面。阿宁，你回来了，看来这次在万族战场收获不小。都是老师栽培，这位就是您提过的小师弟苏木。不错，小木，这是你师姐叶芷宁。有些事情也该慢慢放下了。老师，现在还不是时候。你们以后可能在万族战场并肩作战，多了解一些也好。阿宁，小木的天赋特殊，不方便透露。明白，我不会追问。小木师弟，听说老师收了你，我特意准备了一件礼物，希望你不要嫌弃。叶师姐，这是六境一族的金盒。这是六境一族的本命金盒，送给你。六境本命经销能兑换大量功勋，对军衔提升也有帮助。你师姐的心意确实不轻。不过阿宁，哪有第一次见面就送这种战利品的？那我应该送什么？把你记录魔刀特性和使用技巧笔记整理一份给小木，这份礼物最适合他。那就谢谢师姐了。好。阿宁，我这里有一个出逃的拜异教教徒需要你处理。老师，他在哪儿？师弟一起去吗？小木还有别的事情，阿宁你先去准备，我和他再说几句话。好的，老师。你师姐的魔刀天赋怎么决定？老师，我想试试。好，你准备一下。复制完成。SS 级魔刀 ，S 级光系操控 ，SSS 级圣梦。我这几个师兄师姐真是强悍。接下来该准备生命之誓的第4式了。我以生命起誓，化作我武道的助力。第4道生命之誓成立，增幅判定10倍。深蓝，筛选4境阶段最适合我的炼体术篇章。分析完成，当前最优选择问心仙族篇。问心仙族擅长问心与悟己，此篇可帮助主人认识自身，适合4境至6境阶段。修炼的差不多了，老师也该来了，该出发了。你出自第3安全区，我已经把你安排在那里。明白，老师。回去以后直接前往第3安全区夜行人总部报道。夏队，新来的特派员什么来头？居然让指挥使和副指挥使亲自迎接，这排场可从没见过。这次的委派令是第9安全区一位总指挥使亲自下发的，听说是一个天才。嘿嘿，背景这么大，实力也不弱，要是关系处好了，说不定我们全队都能往上升一升。你想多了。万一呢？你说是不是？特派员到了。你是苏木？夏队，好久不见。真的是你？如姐，我刚来分部，对这里还不熟悉，方便带我参观一下吗？当然可以，你跟我来。苏木，你怎么突然成了总部委派的特派员？这才过去几个月。这件事说来话长，我参加了龙津武大的天才训练营，取得正式名额，后来得到一位前辈赏识，被安排来夜行人分部历练。这已经不能用天才形容了，短短时间走到这一步，你简直就是个妖孽。如姐过奖了。你这次想走什么方向？以你的身份，留在分部处理安全工作也很容易。像你这样的天才，若在这里出事，我们担待不起。如姐，不用因为特派员的身份拘谨，你当初帮过我，这份情我一直记得。好。老师让我来这里，就是要真正历练。我想参与危险任务，而不是一直留在安全区域。如姐，我想聊一些公开资料里没有的拜异教情况。最近第3安全区的拜异教明显增多，有人怀疑这与神仆计划有关。神仆计划？据拜本图图交代，神仆计划能把人族转化为最低等的神族、魔族或仙族，换取悠久生命和强大力量。人族最大的优势是能改造万族的炼体术、呼吸法和能力用法，再变成适合自身的修炼体系。万族却很难跨越种族壁垒，即便强大的神族，也几乎无法修贤魔族或仙族的体系。可人族的起点太低，普通人若无法踏入武道，面对多数异族时，身体和力量都过于羸弱。但人族能够依靠修炼改变命运，只要天赋、资源和努力足够，就有机会追上那些强大的种族。普通人寿命不过100年，4境后才会逐步增长，即使9境强者，也极少有人能够活过1000年。许多普通异族都能活数百上千年，仙族和上古种族可活10000年。
部分神族与魔族甚至拥有数万年的寿命。过去这只是拜异教的幻想，如今神仆计划若真能完成转化，力量和寿命会成为最致命的诱饵。所以拜异教才会突然增多。很可能。这目前只是猜测，若转化真能轻易完成，得到力量的人族也可能反攻万族，异族绝不会放任这种结果。如姐，还有更详细的神图计划资料吗？第17小队档案室里有完整记录，我的权限无法调用，但你的特派员权限应该可以。打开神图计划详细调查资料，身份认证通过，资料读取中，正在为您播放。武道历10083年，首次获施神仆计划，调查3年后无结果后暂停，37年后再次出现神补助计划开始，之后突然出现拜异教集中暴露以及大规模聚集，目的不明。未来的我曾经告诉我，1年后的重要战役中，第3安全区会死很多人。看来这几件事情和1年后的战役有关联，我应该往这个方向去查。6月的集中暴露，7月的大规模聚集，再到1年后的灾难，中间还缺少最关键的一环。深蓝，检索神仆计划与这些事件的关联。资料不足，无法建立可靠关联，信息可能未被记录，也可能受到权限限制。能让未来的我如此隐晦，不敢明说的原因，恐怕只有那个人。看来只有先找到那个特殊天赋了。先在分部历练1个月，取得跨区巡查权限，再前往各大修炼机构寻找需要的天赋。档案里有收获吗？有一些线索，但还无法确定神图计划真正的目的。如姐，我已经决定了，我不准备加入任何小队，希望以特派员权限，个人接取并完成任务。你要一个人接任务，一个人行动？对，我一个人。我知道你实力和天赋都很强，但拜众徒不择手段，3境带队围剿都要万分小心，你一个人太危险了。如姐，我来历练不是为了做样子，独自行动的安排，我来之前已经和老师商量过了，终端里应该留有老师的授权。苏木的独立行动已经得到我的许可，另外，关于窜逃人员的情报，分部必须全力配合他。既然老师已经同意，我不再阻拦，但你必须答应我，任何时候都要先保护好自己。放心，我不是没有分寸的人。这个窜逃到第3安全区的人族叛徒非常危险，境界只有6境，却掌握了特殊精神手段。发现目标后，必须在他反应过来之前直接斩杀。只要让他发动精神能力，追捕人员就会陷入极大危险。我会把情报列为最高级别紧急处置，直接调动分部最强力量完成灭杀。可以，这个目标不能试探，也不能给他反应时间。独立任务权限已经开启，苏木，务必小心。明白。接下来，该正式开始历练了。新来的天才特派员苏木，韩京5大天才训练营的核心人物。若杀了你，神使应该会给我不少奖励。2星期内，独立完成夜行人任务23项，任务成功率100%。我已经足够张扬了，第3安全区的拜异教也该注意到我了吧？2个星期几乎没有休息，让他先睡一会儿吧。聚集性拜异教事件，等待接取。只有3、4人聚集，风险不高。这次我来处理，行动细节回来再交给苏木。怎么一下睡了大半天？这时间也过得太快了。紧急治疗，医疗室准备接收重伤员。如姐，生命体征不稳定，立即启动治疗天赋增磁和全身修复程序。深蓝调出事故故报。那场聚集任务不是意外，是专门布置的诱饵。黑袍人的真正目标，很可能是我。怎么样，
朱姐的情况如何？情况已经初步稳定，但她需要休息。你若有重要问题，尽量简短。苏木，舒姐，答应我，最近好好留在分部，他们的目标是你。舒姐，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是一场针对的陷阱。夏队，苏特特员明明比我们年轻，实力却强得离谱。他几个月前真的才刚踏入武道。确实如此。追捕厉风时，他不仅敢直面拜一教，还能抓住狂信徒的心理，救下人质，并配合我完成击杀。难怪你当初还替他申请奖励，我还以为你对他有别的意思。少胡说，他只是我认的弟弟，当时有勇有谋，我能帮自然要帮。我讨厌的是来镀金乱指挥的人。苏特派员2周完成23项任务，还救过我们的人，这样的特派员谁不服？确实。不对，这里太安静了，保持警备。可惜那位天才特派员没有来，我们准备了这么久，原本等的人可是他。这份任务果然是诱饵。既然苏木没来，就先拿你们的命收点利息。我们从没想过逃，准备战斗。明白。这种攻击根本打不中我。谁说我是为了打中你？拜一教，给我倒下！右侧封死，下队动手！结束了。不对，太安静了。废物，浪费了本座的迷神香，还损失这么多教众。就是他，真正布置陷阱的人。陆英，老杨，走，活着把消息带回去。他们布置这一切，就是为了把你引过去。苏木，千万不要中计。我明白，舒姐，你先安心养伤。苏木，你一定不能出事，不然陆英和老杨就白死了。放心，把黑袍人的能力、任务来源、交战过程全部告诉我，一个细节都不要漏。时候差不多了。生命状态终止，死亡回掌触发。等等，苏特派员最近很累，让他休息一下。夏队长，什么资料？不急的话，先放我这里，我晚些送给苏特派员。发现3、4名拜炎族徒聚集，苏特派员交代过，这类消息都要送来。看着只是普通聚集任务，我去处理，不能什么都让他做。行动细节我会整理给他。也行。如姐，这个任务还是交给我吧。苏木，你怎么出来了？你需要休息，这种任务我处理就行。我没事，这类任务我处理得多，交给我更稳妥。好，别太拼，任务做不完，拜一教也不是一天能肃清的。放心，该我来会会你了。神秘禁图，出来吧。不愧是新来的天才特派员，实力强，脑子也不慢。可惜那几个废物连诱饵都没做好。一个3境巅峰也敢埋伏我，你们连我的实力都没弄清楚。你的境界我们当然清楚，你虽已踏入4境，但战斗经验太少。让我猜猜，你凭什么觉得能靠经验击败4境？因为你身上的迷神香。怎么可能？你怎么会知道？我可不喜欢废话。精彩，出手狠辣果决，没有拖泥带水。你初入4境，战斗技巧和武技却远超同境，这样的天才若不抹杀，对万族就是威胁。不过我爱才，给你一个机会，加入拜一教，你会获得新的身体、漫长寿命和强大力量。目标6境后期，黑暗魔诀、黑暗内息诀、SS 级天赋森罗炎域。加入你们做万族的走狗，不好意思，我站惯了，不习惯跪着。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踏入武道不过数月便达到4境，更不能留你，自不量力。你已被6境拜一教徒杀死，复制成功，获得 SS 级天赋森罗炎域，获得圆满武技9炎玄气掌。森罗赤炎可灼烧4境以下目标，森罗紫焰可吞噬7境以下目标气血，气血不尽，火焰不止。先试试
凭我自己能不能杀他。自不量力，自不量力！好小子！怎么可能？这是什么天赋？站起来！从现在开始，你叫影仆1号。SS 天赋暗影君主发动成功，影仆1号召唤完成，继承本体约80%基础战力，综合境界维持6进后期。苏木2号，起来。苏木2号继承本体约90%气血基础，不具备本体全部高阶天赋与特殊底牌。都回去吧。废物！通知其他地区的人，我安插在第3安全区的管理者已经死了，立刻派人接管。第3安全区的那件东西绝不能有事，那是大人陈述前交给我们的任务。你听说了吗？苏特派员1个月完成了分部大半年的任务量，昼夜无休。你说苏特派员？除了他还能有谁？苏特派员还解决了一个6进后期拜一教的分区头目。竟苏人派员1个人解决的，这也太可怕了！都是因为你分部大半的任务指标提前完成，现在他们闲的只能讨论你的事了。这样才是最好的，不是吗？这是分部为你出具的证明材料，已经完成审核了。多谢如姐。分区头目死后，本地拜一座迅速溃散，不少人主动自首，还供出了更多成员，现在数量已经少了大半。这一切都得归功于你。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分部按照你的要求扩大了宣传，你会收获名声，也会暴露在更多人的目光里。你成长得太快，隐藏的叛徒和万族细作不可能永远无动于衷。谢谢如姐关心，我知道名声会带来什么，也会保护好自己。如姐，这段时间多谢你的照顾。以后回到第3安全区，记得来找我，我请你吃饭。好，我记住了。下一行程：白兰修炼馆。明日完成每月气血评击，随后前往第9安全区领取巡域行走资格。门口那人看着好眼熟，他以前也在这里修炼吗？等等，那不是苏沫吗？木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木哥，听说你拿到龙津武大的正式名额了，天才训练营里是不是全是各地最顶尖的人？里面确实有不少很厉害的人。苏沫，你接下来会留在第3安全区吗？不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应该都会留在第9安全区。以后我到了第9安全区，可以去找你吗？当然可以，不过我到时候可能会很忙。没关系，等你有空的时候就行。苏沫，祝你武道昌朗，平平安安。你也一样。木哥，方玲她……我们只是普通旧识。向东，我要去第9安全区了。知道了，木哥。一路顺风，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好，你也保重。先生，这是您的咖啡。谢谢。先生，第9安全区已经到了。好，多谢提醒。苏木，这里，长老让我来接你，直接带你去他那里。麻烦丁教官了。你小子真了不起，几个月前还是个新手，如今竟然要成为高校行走了。高校行走到底有什么作用？和普通参观其他高校有什么区别？区别大了。我先说最重要的3项。第一，核心传承。各大顶尖高校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壁垒，高校行走可以跨过这些壁垒，接触各家的顶尖成果。第9安全区有5大顶尖机构，龙津武大擅长剑法、刀法和锻造，万剑武大的剑道自成体系，普通人接触不到这些。第2项是资源，分为基础补戒、训练组奖励和整体排名3类。
前2类与你关系不大，第3类只看实力，只要排名足够高就能获得。对，进入某个高校前100便能领取相应资源。若你在所有顶尖高校都拿到第1，就能同时8胆和所有第1资源。排名面对所有修炼者。对，排名第大多是要去万族战场服役半年到1年的修炼者，排名资源就是让他们上前线前再强1分。竞争不限制培养阶段，只看实力。别人我不敢说，但你绝对有横压所有顶尖高校的潜力。现在还有差距，不过不会维持太久。第3项呢？高校行走可以向任何修炼者强制发起约斗，对方不得拒绝，还能限定范围和规则。生死斗也不能拒绝？生死斗除外。高校行走可以签订单方生死协议，但对方仍有权拒绝。普通约斗，任何人都不能拒绝。对，我终于明白长老为什么坚持让我先拿到这个身份了。高校行走最主要的权利就是这些，剩下的你回头自己看册子。我就送你到这儿，长老还安排了我去做别的事。麻烦丁教官了。我还以为有贼闯进来了，现在看来应该是小师弟到了。你就是丁浩，丁师兄。不错，比那个冰山魔女强多了，至少知道叫师兄。再叫几声来听听。师兄，你长老明明说过不再收徒，却为你破了例，你究竟有什么特别？正式修炼多久了？觉醒至今只有几个月。几个月？你已经4境前期了，我当年这个时候才1境中期。还要多谢长老栽培。妖孽！我准备的礼物已经不适合你了。西部战区有件更好的东西，下次你去历练，我带你取。多谢丁师兄费心。爽，就冲这声师兄，你这个小师弟我认定了。他的身份哪里用你来认定？你又提前回来了，西部战区如何？老师，那地方真不是人待的，唯一的好处就是天天有异族陪我练手。小浩，小木刚来，对第9安全区和龙武都不熟，你正好有空，带他四处看看。老师，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一定照顾好小师弟，那就麻烦丁师兄多多照顾了。再叫几声。你的高校行走身份已经录入武盟信息库，同一张身份卡就能通过各大高校的验证。苏木，赵梦，你们认识？认识。天才训练营之前，我们在高铁上见过一面，没想到又见面了。丁前辈，这位是？这是苏木，我的小师弟。小师弟，这位是萧龙，和我同期进入龙武，我们早年不打不相识。当时年轻气盛，你就别再提了。这是长老的关门弟子，以后在龙武你多照应他。你的师弟自然也是我的师弟。少来，他只能是我的师弟，让他叫你萧前辈，已经便宜你了。行，你说了算。没别的事，我们先走了，还要去神灯。等等，中心擂台今天有5类。小师弟，要不要去看看？龙武的5类和外面有什么不同？5类的彩头不是钱，而是一个不过分的要求：绕龙武跑10圈，公开认输，或者帮忙完成一项任务，都可以。这次参加的强者不少，赢下知名人物，再让对方兑现彩头，很有意思。如果赢了，也能让对方帮忙处理一个败一不图。当然，这类任务很常见，算不上过分。不过既然你不想去，那就……丁师兄，请务必带我去见识一下5类。啊？不愧是刀剑研习实验室举办的5类，龙武里没有外出的天才，怕是有一大半都来了。的确，龙武的天才确实多。小师弟，你想去哪个擂台？5境擂台。不愧是你，我还以为你会选6境擂台。6境以上，我现在应付起来还有些勉强，毕竟只是切磋。那5境擂台你就有把握？6境之下，我无敌。好，不愧是我的师弟，今日你怕是要在龙武名声大耀了。哈哈。丁前辈，我打听清楚了，宋峰在9号6境擂台守擂，你不去和他打一场？打他不急，我先看我师弟的5类。你师弟也要参加？5类最低都是3境，你确定让他上？他的龙武身份才刚录入吧？3境擂台，我师弟看不上。报上龙武身份阶段、姓名和气血境界，确认后即可开始。龙武4年期修炼者林岩，5境中期。我的身份刚录入龙武名册，应该怎么报？报新晋成员即可。龙武新晋成员苏木，4境前期。决斗开始！
9境级防护屏障闭合，裁定监控启动。妍希姐，你回来了。我在龙津武大中央武类，萧前辈带我们参观刀剑研习实验室，正好遇上武类，我见到了上次提过的绝世天才。你要过来？好，到了联系我。去休息区，把我床下盒子里的家传战刃取来。你想做什么？我想和他打。可你肯定打不过他。我知道，今日若不和他战上一场，日后恐怕连站在他面前的资格都没有。好吧。苏木胜，本场决斗结束。防护屏障即将解除。我输了，输给你，也许会是我此生最大的荣耀。愿赌服输，你的要求随时可以提。林前辈，承让了。我来挑战你，陆远。双方确认，决斗开始。我输了。你真的很强，你的技巧和身体掌控，在我见过的人里足以排进前3。我早该在东部战旗域挑战你，现在即便同境，我也不是你的对手。你也很强。苏木胜。苏木，你也太厉害了！张梦，丁师兄、萧前辈呢？丁前辈去挑战宋风了，萧前辈让我留在这里等你。他们已经打了快3、4个小时，我根本看不清。那我们去看看，能和丁师兄打这么久，实力必然不逊。分开了，难道已经分出胜负了？丁浩胜。决斗结束，防护屏障解除，医疗人员入场。得，你得去龙武医疗区找你师兄了。看来只能去了。赵梦，我们先走了，祝你顺利拿到龙武正式名额，日后龙武再见。谢谢，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等我进入龙武，想请你指点修炼。当然，有空的话。梦梦，不好意思，路上有事，他耽搁了。没关系，妍希姐。妍希姐，你知道丁浩吗？刚才他也在这里。丁浩是龙武巅峰榜前5，我都没见过几次。我还遇到了之前在高铁上认识的那个人，他成了丁浩的师弟，已经达到4境前期。刚才还在5境擂台连续守擂数小时。他几个月前才觉醒天赋吧？这种速度，连轩辕清前辈都未必比得上。他叫什么名字？等我进入龙武，我带你认识他。我已经留了联系方式。苏木。苏木？怎么了，妍希姐？没事，只是想起以前认识的一个小弟弟，不过应该只是同名。走吧，我带你四处看看。你说有事情找我，可是遇到了什么困难？老师，我有一些关于万族与人族资料想告诉你，他们的来源与我的一个天赋有关，这里面只是一部分资料。凭借这些资料，在极短时间内成为研究员论坛的9级研究员。你说什么？9级研究员？现在告诉你，是因为我信任你。也因为我已经有了一定自保能力，这些资料还能帮助人族提前准备，为接下来的危机多争取一些时间。这件事情，你没有告诉别人吧？老师，您还不了解我的性格吗？这件事情，我自然一直藏在心里。不保险，你再回去一次，回来后先提醒我开启书房密阵。老师。先开启书房密阵，等密阵完全封闭，我再说。好，老师，我的天赋中保存着大量万族与人族资料，其中一小部分已经足以让我成为研究员论坛的9级研究员。老师，你也太狠了，
上一次还说不保险，非要我回来提醒您开启密阵。委屈你了，小木，我也是没办法。你还不清楚9级研究员真正的分量？你知道人族现存的9级研究员究竟有多少吗？4个半。4个半？大夏一个，木尔国一个，弗拉国一个，大玄国一个，最后北蛮只能算半个。这些地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掌握的安全区数量不同。不错，基础常识掌握得很好。各方掌握的地区每隔100年都会思维调整，决定变化的关键除了人族7圣的数量，也包括各方拥有的9级研究员数量。我不是说你现在就决定了大夏能掌握多少地区，只是让你明白9级研究员的分量。涉及这种级别的事，不能由我一人处理。得亏你运气好，换个时候还未必能这么快联系上他。小耗子，本圣刚送你的危急时刻动用的龙形佩，你这么快就用上了？不要告诉本圣，你只是想试验一下。有意思。见过龙圣，这是我的弟子，不懂事用天赋查探，若有失礼，还望龙圣大人不计小人过。晚辈苏木见过龙圣。无妨，本圣犯不着和一个孩子计较。小耗子，你这子的资质着实不错，18岁便达到4境，而且精神力方面似乎更胜一筹。说吧，如此着急的找本圣有何事？本圣在人族后方停留不了多久。龙圣，此事关系重大，还请您先仔细看看这 U 盘里的资料。小耗子，这些资料有点意思，许多都是人族尚未掌握的万族情报，甚至涉及一些种族的核心秘密。若验证无误，这些资料足以减少万族战场上的大量受伤。不瞒龙圣，这些资料全部来自我的弟子苏木。你不是在和本圣开玩笑吧？有些情报即使亲自深入万族疆域，潜伏几年甚至10几年，也未必能够得到。您说的没错，但若觉醒了相关天赋呢？具体情况让苏木亲自说明。他接下来说的一切，我都愿意担保其真实性。龙圣，我觉醒了一个知识类天赋，其中记载着大量万族与人族的知识。这些资料只是我能够取出的一小部分，其中包括部分万族的力量弱点、隐秘习性和战场部署方式。这几项情报可以先行验证。你们在这里等本圣，本圣现在就去找诸葛先生确认。龙圣正是研究员工会的总会长，第一次见有些不习惯吧？只是被他看了一眼，我就感觉自己所有秘密都无所遁形。习惯就好。方才他一直在刻意压制气势，光就算这样，我都快喘不过气了。老师，龙圣可信吗？我不是怀疑他，只是他太强了，强大到让我不得不更加谨慎。傻孩子，我懂你的意思，但我不建议现在告诉他，至少在你拥有足够自保能力之前不行。一旦你与龙圣走得太近，万族那些目光必然会转移到你身上，以你目前的实力，承受不起这种关注。在你成长起来之前，真正需要防备的只有那个人。对那个人而言，你几乎是宿敌般的存在。他可以容忍其他天才，却绝不会允许你成长。若通过龙圣发现你，你暴露的风险只会更大。我明白了，至少在真正成长起来之前，不能把回导和复制天赋告诉龙圣。谨慎一些，总不会错。哈哈哈，看来我大夏又要多一位9级炎军了。小苏、小耗子，随本圣来，本圣带你们前往中心龙城。姓名周傲龙，炼体术万龙神诀，呼吸法混沌圣典，天赋无法查看，境界10境巅峰。龙圣早年曾用特殊方法让自己同时拥有3个 SS 级天赋。老师，等验证结束，我有个关于龙圣和回档的方案，想单独与您商量。好。龙圣，跟本圣来。诸葛先生，人我给你带来了。若你验证后确认没有问题，那便要恭喜你，正式成为大夏的9级研究员了。有意思，太有意思了！你居然能够觉醒这样的天赋，
据我所知，万族中拥有类似天赋的只有智慧虫一族。诸葛先生，不要浪费时间，本圣在人族后方停留不了多久。知道了，龙圣。苏木，随我来。接下来由我验证你是否真正具备9级研究员的能力。好，这份万族研究验证长卷由我亲自编制，只要其中90%以上的研究结论准确，你便具备9级研究员水平。明白。剩下的不用继续了，了不起，有你留下帮我，一定能为前线提供巨大帮助。既然如此，今后本圣也该称你一声苏先生了。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本圣，你只需留在这里，与诸葛先生安心研究万族。龙圣，我不想留在这里。将年轻的你困在这里，确实有些不公平。但一旦身份暴露，万族必会不惜代价杀你，你的家人也会陷入危险。我明白，但我不怕。相比被保护在这里，我更希望亲自踏上万族战场，与万族战斗。你可能还没有完全想清楚。离开这里后，本圣会立即将你的档案列为 SS 级最高机密，并将你的家人接到中心龙流与待遇。任何你想要的女人、金钱，你需要的所有金钱、权利。除人族7圣外，你可以调动大夏境内任何组织和力量。这些不是我想要的。你只需接受保护，留在安全屋研究万族信息。本圣还会立即为你建造一处最高规格的个人研究空间。我并不想过这样的生活。龙圣，能让我先与老师单独谈几句吗？去吧，本圣等你做出决定。老师，躲进安全屋改变不了未来，我必须亲自踏上战场，也准备向龙圣说明真正的天赋。想清楚了便去做，你说的每一句话，老师都替你担着。商量好了，商量好了，龙圣。龙圣，其实我的天赋并不是所谓的知识类天赋，或者说，知识类天赋只是我拥有的其中一个天赋。什么？苏先生，你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你身上拥有多个天赋，你是多天赋觉醒者，究竟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获得？我拥有的不止一种天赋，它们并非天生，而是来自我的 EX 级天赋，死后复制。我死后可以复制杀死我的人的天赋，并复活回到1个小时前。这是领业统帅的极夜天幕，额前4道枷锁，是我老师的生命之誓。您察觉到的窥探，来自天眼族的 SSSS 级天赋天道神童。原来我人族也有这样的存在，我早就说过 SSS 级之上必然还有新的等级，原来是 EX 级。老师，龙圣与诸葛先生的反应是不是太大了一些？我早就在寻找你这样的存在，如今你印证了他们多年的推断，怎会不激动？我准备主动回答。1个小时后，诸位都会忘记今日的真相，这样既能保住秘密，也能避免那个人通过诸位发现我的存在。有没有搞错？发现 EX 级天赋之后再让我彻底忘掉，这比杀了我还难受。小木木，回岛以后再偷偷告诉我一次，行不行？诸葛先生，不要胡闹，这的确是目前最好的处理方法。苏木，难得你已经考虑到了那个人。回访之前，我会告诉你几件只有我知道的事，你可以用这些事情取信于我，不必再次暴露真正的天赋。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我能够提供的帮助会受到限制，但这已经是最稳妥的方案。回访之前，若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现在尽管提出来。在回堂之前，我确实有些事情想要问问龙圣您。您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宁叶的人？宁叶？没听说过。无论人族后方还是万族战场，我都不记得有这个名字。我明白了，看来还需要继续调查。龙圣，您可知道宋家的宋天龙？我怀疑他可能是人族叛徒，但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也不知道该如何将他查出来。你说宋天龙是人族叛徒？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绝不可能背叛人族。宋家其他人都有可能，但唯独宋天龙不可能。如果连他都背叛了人族，那便意味着一件更加可怕的事情，那就意味着剑圣宋玉背叛了人族。不可能，剑圣的力量根源来自人族，一旦背叛，他一身力量至少会失去99。苏木，你从哪里得到宋天龙已经背叛人族的消息？我成为9级幽元后，曾被一名使用剑道力量的人族叛徒杀死，凶手拥有 SSS 级天赋，剑心通明。根据老师提供的信息，人族中明确拥有这个天赋的人，似乎只有宋天龙。这件事还没有盖棺定论。宋家觉醒剑道天赋的人极多，出现第2个剑心通明虽然罕见，却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回党之后，这件事只有你还记得，不能惊动，必须暗中调查。若宋天龙真是叛徒，我们便不得不重新审视剑圣。放心吧，龙圣，我会把这件事调查清楚。还有其他事情吗？接下来是关于一个特殊天赋，我必须在1年之内找到它，但目前只有这个天赋应当具备的3种能力。第一，它必须能够对 EX 级物品生效；第二，它能改变物品归属，或者使物品原本的作用失效；第三，它还必须能够干涉天机与既定结果。
这个天赋确实十分特殊。自我踏入武道以来，从未听说人族出现过同时具备这3种能力的天赋。能够对 EX 级物品生效，说明这个天赋至少达到 SS 级，甚至可能同样是 EX 级。但目前的人族，除了你之外，根本没有已知的 EX 级天赋。我可以断定，目前人族绝对没有一个天赋同时具备这3种能力。没有吗？但你有没有想过，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天赋，它或许是由多个天赋融合之后诞生出的全新天赋。诸葛先生，这3种完全不同的能力，真的能够融合吗？人族之中应该没有办法，不过万族那边，你可以去看看。现在在你回场之前，让我先研究一下你的天赋，说不定还能帮你发现新的天赋特性。龙胜，那我先和诸葛先生聊一会儿。去吧，结束以后再回来，本圣在这里等你。先把触发条件、回档距离和复制规则完整说一遍。我死亡后会复制杀死我的人的天赋，并回到1个小时前，记忆与复制所得都会保留。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如果 EX 级天赋都达到这种程度，那它与 SSA 级之间根本不是简单的强弱差距。但是回到1个小时前，就已经凌驾于我所知道的所有 SSS 级实践天赋。若精神力足够强大，你理论上甚至可以连续回溯。更关键的是，你复制得到的天赋能够被带回过去，这意味着复制能力本身也携带时间属性，否则它会被回溯一并抹去。诸葛先生，有没有一种可能，复制能力并非依附时间，而是它本身处于更高层次，所以能够凌驾时间回溯？存在这种可能，但需要更多现象才能验证。除此之外，你的天赋还有一个隐藏能力，你可能已经有所察觉，却没有真正意识到它代表什么。愿闻其详。无限天赋。根据我的推测，你能够拥有的天赋数量很可能不存在上限。龙圣原本的天赋极其特殊，理论上最多能让他拥有9个天赋，但他的灵魂只能稳定承受5个，一旦超过，灵魂便会崩溃。即便是你们所说的那个人拥有的能力极多，也未必毫无数量限制。根据现有资料，他的天赋大概率同样存在上限，而你已经承载了上百种天赋，却没有任何灵魂排斥或崩溃迹象，所以我有理由怀疑你拥有让灵魂潜力不断扩张的无限天赋能力。时间回导会消耗精神，更可能对灵魂造成难以察觉的损伤。复制能力将天赋带回过去，而无限天赋则扩张灵魂承载力，抵消回导不造成的不损耗。这3个能力彼此弥补，几乎没有留下结构上的缺陷。可它们为什么会融合得如此完美，甚至恰好能够抵消彼此的副作用？我反复推演，只能得出2种可能。哪2种？第一，这根本不是一种天赋，而是数种独立能力被某种力量强行组合在一起。第二，这个天赋本身就是经过人为设计和改造的产物。不过在我看来，第2种可能性更大。若是第1种情况，你必须先拥有死后复制，又恰好被拥有所回荡的人杀死。对当时尚未获得天赋的你而言，这种巧合发生的可能几乎为零。诸葛先生，第2种可能又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世上不仅存在跨类别融合天赋的能力，还存在把天赋植入他人身体的能力。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可就太有意思了。诸葛先生，小木木，回档之后真的不能再偷偷告诉我一次吗？不能研究这种天赋，我会难受死的。诸葛先生，先冷静。我的天赋太敏感，我也不可能留下来任您研究。您真能保证永不向龙圣透露，也不借助他的力量继续追查吗？只要那个人可能接触到这条线索，我就不能冒险。等我真正成长起来，不再需要藏住自己的天赋，再请您研究个明白。听您老师说，他曾带你获取过天赋，要不要本圣也带你走一趟？只是其余6圣并不在人族后方，一时未必能够找到。不必麻烦你，人族后方现有的天赋大多可以有些帮我接触。如果龙圣真的想帮我，还请您多杀我几次。本圣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要求。好，就依你所言。多谢龙圣。准备好了吗？来吧，龙圣。你已被人族龙圣杀死，复制成功，获得 ASS 级天赋龙族本源。你只需留在安全之地研究万族信息，大夏会满足你的合理要求。龙圣，我能和您单独聊一下吗？可以。诸葛先生、张老，你们先在这里等候。多谢龙圣。你怎么会这个密令？这是我的专属密令，整个人族知道的人不会超过5个，其中一部分还是我前段时间刚刚增加的，甚至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密令的来源是我现在不能告诉您，但您应该清楚，当我说出它以后，您需要在不追问缘由的情况下尽力帮助我。我知道了，说吧，你想让我做什么？但过分的要求或我确实无法完成的事情，我不会答应。而且我留在人族后方的时间不多。我的要求与我自己有关，我可以留下部分族信息。诸葛先生研究完成后，我还会继续提供新的内容，但我不想为了安全永远失去自由。我希望保留9级研究员的权限，同时继续自由行动。我的真实身份也只希望龙圣您一人知道。你动用这道密令，只为了保留自由？我知道，但对现在的我而言，
自由行动比其他要求更加重要。你知道这道密令意味着什么吗？你误解本圣了。你若不愿留在这里，我不会强求，更不会为了保护而囚禁你。你的9级研究员权限与安全安排，本就是你应得的。刚才那个要求，本圣就当没有听见。我仍然欠你一次。这块玉佩，你应该见过它的简化版本。您说的是老师手中的那一块？不错，你老师那块只有我留在人族后方时才能生效。你手中这一块蕴含我的一道力量，还能召唤我3次。向玉佩种入力量，只要我没有被强敌缠住，最多3个呼吸便会赶到。无论你在万族战场的什么地方，它都能救你一命或助你一臂之力。这种完整玉佩，我只制造了3块，你手中是第3块，它叫圣龙佩，就用它抵掉本圣欠你要求。多谢龙圣。你的信息一旦产生作用，大夏多出一位9级研究员，便不可能永远隐瞒。与其遮掩，不如公开这件事，但为你建立一个全新的身份。你的原有档案不会有任何变化，世人只会知道大夏多出了一位身份神秘的9级研究员，对外他是我的弟子。这个身份，你觉得如何？这样会不会太麻烦龙圣您？你在为人族贡献力量，没有再让你独自承担风险的道理。龙圣，这个新身份的样貌和姓名，可以由我自己决定吗？若你已经有所考虑，自然可以。回去之后，我会把新身份的完整样貌交给你。至于名字，就叫慕容书。慕容书，可以。我想避免任何人把两者联系起来。为何如此次看出新身份的样貌？将来以慕容书的身份行动时，我可能会借用您的名号。龙圣应该不会介意吧？无妨，我的名号本来就是为了保障你的安全，需要时尽管使用，只要不违背人族大义，你在大夏提出的大部分需求都会得到满足。诸葛先生这边由我说明，你在半日之内准备好资料，我会亲自来取。没有问题，我回去便准备。老师，我先整理一批能够迅速投入使用，又不会暴露真正来源的信息。好，价值足够便可，不必一次交出全部。这些信息足够诸葛先生研究一段时间。验证完成后，也会将成果分享给其他国家，最终受益的是整个人族。老师，我想先研究从龙圣与诸葛先生那里获得的天赋和武艺。去吧，力量越强，越要先弄清它的边界。丁师兄，早上好。小师弟，你可算出来了。老师人呢？龙圣离开前留下了不少事情，老师和几位老朋友出去处理了。你这几天一直闭关，我便没有打扰。但今天是灵气裂缝开启的日子，再不叫你就来不及了。只顾着修炼，确实把时间忘了。小师弟，这5天可精彩了，有2件大事已经在我们的圈子里彻底传开。什么事？2件事其实也能算1件。第一，龙圣收了一名弟子；第二，那名弟子还是一位9级研究员。龙圣成为7圣之后从未收过弟子，这个慕容书必然极不简单。我认识的那些家伙嘴上不在意，背地里都快羡慕疯了。丁师兄，我们还是说灵气裂缝吧。你是第一次进入灵气裂缝，我得把重要情况先说清楚。那就麻烦丁师兄了。师兄弟之间说这些，生分了不是？这次裂缝评估为 S 级，最强原生一族大概在7境。剩余注意事项路上再说，我们该出发了。好。裂缝空间能够容纳的人数有限，因此每次开启都会分配进入名额。这次裂缝出现在大夏，大夏得到的名额会更多，但不可能全部占据。大夏人口众多，名额分摊下来，龙武最终也只有20多个，整个大夏能够进入的人大约只有200-300。你在武类上证明过实力，又有我作保，还是老师的弟子，名额拿得合情合理。既然拿到了，我自然不会浪费。小国也会以国家为单位得到10余个名额，所有国家加起来，今日到场的进入者将近1000人，规模预想的更大。裂缝出现在大夏掌控的安全区，就算讨论归属，也该由大夏决定。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在这里指手画脚？用大夏的话说，你们不过是在借大夏的威势抬高自己。西巴，进入裂缝以后，你们弗拉的人最好小心一点。我是此次灵气裂缝的大夏临时执法队队长钟祥，现在怀疑你们扰乱现场秩序，为保证裂缝探索安全，请2位跟我走一趟。大夏人，来人，全部带走。不用碰我，我自己会走。是吗？西巴，反抗执法，辱骂执法人员，大力国的人是吧？你今天不用进入灵气裂缝了，全部带走。谁敢继续反抗，他就是下场。丁浩，叫你爷爷干什么？我没时间和你耍嘴皮子。
他就是你那位破格进入裂缝的师弟，不知道是真有本事，还是龙武在浪费名额。名额是否浪费，轮不到你决定。有什么不满，冲我来。我师弟踏入武道不久，你不至于不要脸到专门对他出手吧？既然有胆子进入灵气裂缝，就该做好受伤的准备。我不会杀他，但让他受点教训，总没有问题吧？钟祥，有能耐冲我来！你也跑不了。进入裂缝以后，我们再见真章。我倒想看看龙武是否真有那么厉害，区区4境也能靠关系挤掉别人的名额。丁师兄，这个钟祥究竟是什么人？一个霸道自大的家伙，人倒不算坏，前提是你没有与他结仇。我们怎么会与他结仇？原本龙武与清万师大的名额都是固定的，最初没有把你算进去。龙武暂时多出的一个名额，便准备让给钟祥刚晋升5境的弟弟。后来你在武类证明了实力，又是龙武的人，这个名额自然应该收回来。龙武拿回自己的名额是本分，让给清万才是情分。可钟祥认定那个名额已经属于他弟弟。得知你的气血境界只有4境以后，他便怀疑龙武替你走了后门。昨天他还专门找我打了一场，想让我把名额让出来。可惜我前些日子与宋风交手留下的伤还没恢复，没能直接拿下他，这才让他嚣张到了现在。进入以后尽快与我会合，真遇见钟祥，能避便先避。放心吧，若真遇见他，我会让他明白这个名额是不是靠实力得到的。所有人回到各自队伍，灵气裂缝马上开启。此番裂缝允许合理竞争，但不得互相残杀。空间内无法使用通讯设备，遇到危险便制造明显动静，执法队会赶去救援。裂缝内有一头6境后期蛟龙，谁能将其斩杀，便可获得5盟特殊奖励，但一切以自身安全为先。蛟龙分支不明，进去后先找我会合，别急着单独追。明白。灵气裂缝正式开放。一个个进，不要同时进入。进去以后第一时间想办法和我会合，遇到打不过的东西就撤，别恋战。知道了，师兄。空间坐标稳定，传送完成，外界通讯中断，五感强化与灵物洞察可以正常运行。那个方向香气浓郁，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五彩蛇鱼果。灵物洞察已锁定高浓度灵气源。五彩蛇鱼果能配置5彩灵液，市场价值至少上千万，确实是好东西。5彩蛇鱼附近通常有蛇类异族守会，只是不知道这次守着它的是什么。小朋友，虽然不知道你一个4境中期是怎么混进来的，但最好放弃5彩蛇鱼果，真动起手来你会受伤。那你请便。理论知识不扎实也就算了，连感应能力都这么差。沼泽巨蛟族，气血9335725，五境巅峰，B 级天赋，巨力缠绕，弱点位于7寸。那我就不客气了。你敢！他有青木之力，好歹也是5境后期，不至于连一条普通沼泽巨蟒都应付不了。5彩蛇玉果已存入随身空间，果实状态稳定。不行，这样收集起来太慢了。站起来，站起来。接下来，大肆搜郭一番吧。探索范围已分为3个方向。这灵气裂缝里面的好东西还真不少啊！当前收获约为前消耗资源总量的1/3。这些收获，再加上老师那里剩余的资源，足够让我突破5境了。资源总量满足5境突破的基础需求。继续扩大范围，优先寻找大型水域、洞窟和龙族气息。影仆1号维持6境后期基础战力，当前搜索区域暂未发现蛟龙。小师弟怎么回事？几天过去，半点信息都没留下。
我明明把约好的显眼位置都查看了一遍。算了，去西边看看，那边好像有一道深渊。鼠辈，祥羽剑，钟祥，躲在暗处算什么本事？我是弓箭手，不正面交锋本就是作战方式，何谈畏缩？刚才那箭你接住了，接下来就未必了。我没工夫陪你在这里浪费时间。想跑？你莫非不想要你师弟的命了？钟祥，你说什么？你那小师弟还真不行，被我一箭射穿了大腿。你猜我用了几箭才把他钉在树上？打败我就告诉你弟弟，若是晚了被这阵的弟子先发现，可就怪不得我了。卑鄙小人，找死！我就说他们两个一定会打起来吧。岸边君，俊熙君果然料事如神。等他们斗得两败俱伤，我们只需坐收渔翁。到时候这片空间还有谁挡得住我们联手？是那只蛟龙。墨渊蛟龙族，气血8872万5523，六境后期 ，S 级天赋墨渊之毒，主要弱点为眼睛。先用龙族本源取得灵石天赋，再以龙血转为永久天赋，化作碎片后回档。若还能通过死后复制再获得一次，就能重复收集天赋碎片。理论逻辑成立，实际结果需要验证。墨渊之毒当前直接复制价值较低，可作为实验目标。试试就知道了。墨渊之毒正在被吸收，当前浓度无法突破万毒君主抗性。正面力量差距过大，现有常规天赋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斩杀，只能用最快的方法了。住手！检测到龙族血脉与墨渊之毒天赋源，龙族本源正在建立灵石承载，龙血转化开始，灵石天赋正在稳定，永久化进度持续提高。四境中期，你是丁浩的那个师弟？居然能够斩杀六境后期的蛟龙，你还真是了不起啊！看来你那位师兄并不是靠关系给你走的后门，而是你自身也有与之匹配的实力。好剑，看来阁下修的是剑道。你们两个想要干什么？阁下，既然你是狂刀丁浩的师弟，我们也不为难你，把蛟龙尸体交出来，你就可以走了。你是想要抢我斩杀蛟龙的功劳？怎么，我表述的不够明确吗？还是你觉得你一个人可以打得过我们两个人？打不打得过你们两个人？玄龙部还要打过才知道。顶尖的身法武技，不愧是那狂刀丁浩的师弟。安边兄，一起上，不要小看了此人。2打1，多少有些不公平吧？等的就是你。小师弟，你杀了他师弟，那是个意外。我要杀了你们两个卑鄙的家伙，祭奠我师弟！小心！我帮你。好，好，好，反正今天杀了一个，我就不怕杀第二个、第三个。死亡回旁启动。刚才那次回岛和以前不一样，是我在死亡前吞噬了龙魂，那股力量曾经进入我的灵魂，只是很快沉积了下去。龙魂融合完成后，你的灵魂强度产生了可观测提升。天赋承载的极限，很可能诸葛先生把天赋与灵魂联系在一起，并不是毫无根据。
刚才的经历已经从侧面验证了他的理论，死后复制带来的，或许正是灵魂内部近乎无限的承载空间。被复制的天赋不是简单堆积在身体里，而是被灵魂本身容纳。龙魂可能不是凭空增强我的灵魂，它更像是一把镐子，真正的力量早已藏在灵魂本源深处，龙魂只是把其中一部分挖掘出来。如果每次回答都是灵魂在时间长河中溯流而上，那么灵魂必然会受到时间的冲刷。我的灵魂足够强，所以短时间内察觉不到损耗，但这不代表损耗不存在。10年后的我说过，回答次数过多会出现副作用。死亡回保，死后复制，这2个天赋的秘密终于开始显露了。只有真正理解他们，把灵魂力量足够强大，我是不是就能在回顾时真正看见时间长河，甚至在那条长河之中主动做些什么？深蓝，刚才我获得了什么天赋 ？SSS 级天赋，兵主，万兵之主，莫敢不从。可以操纵、转化任何或者 SS 级以下的兵器为己用。操减与双方精神力差距有关，精神力差距越大，能够操纵的时间越短。有了兵主，所有依赖兵器的敌人战斗力都会大幅下降。若有人一生只钻研剑道或刀道，那就不好意思了，我天克你们！眯眯眼啊，你可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这回来这里还真是来对了。墨渊之毒已由临时天赋转化为永久天赋。之前那次回讲里，师兄和钟祥明显已经打过一场，先找到师兄。鼠辈！啊！谁？是你？你没事吧，师兄？小师弟，我就知道你没事。他钟祥也想留住小师弟你？你放屁！你没事吧，师兄？我能有什么事？倒是你，我不是让你一进来就想办法和我会合吗？害我还替你担心了一下。师兄，我这不是找天才地宝太入神了吗？让师兄你担心了，是师弟我的错，还望师兄你见谅。回头我一定好好给师兄你赔罪，师兄你就原谅我吧。嗨，说这种话，小师弟你也太生分了。师兄我也是关心则乱，你没事就好了。回头师兄带你去找我那朋友，保管你收获满满，再带你去杀一波那个蛟龙。你们两个够了啊！他妈的，有没有搞错？我们在打架，我们在打架！不打了，我忙着带我师弟去搜刮天才地宝呢，谁有闲工夫和你在这打架？你有把握？那行，你好好教育下他。钟祥，你不是认为我师弟没资格拿那个名额吗？正好，我师弟跟你打一场，你看怎么样？羞辱我吗？你师弟一个4进中期的家伙，和我打，狂妄自恣！我会将你钉在树上，然后提着那棵树去找你那混蛋师兄，请赐教。你败了。小师弟，了不起，太了不起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老师会如此看重你了。师兄过誉了，只是钟祥前辈有些轻敌了罢了。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本来我以为你是仗着自身份走后门拿了这个名额，那个名额本来应该是属于我弟弟的。但是你的实力证明了，是我目光狭隘。你的实力别说是取代我弟弟了，就算是取代我，也绰绰有余了。钟祥前辈，你可别这么说。你是弓箭手，本来就要结合地形，出其不意，才能发挥出全部实力。你选择在这片空旷之地与我战斗，已经让我一筹了。若是真的进入密林，恐怕我未必是你的对手。输了就是输了，告辞。这个事情既然处理完了，也该带你去找我那个朋友了。朋友？师兄，你那位朋友的天赋是什么？真的能帮我们探索这片灵气裂缝空间吗？那是当然，他的天赋可有意思了，叫寻宝天剑。那是等师兄你的朋友来找我们吗？
只要进入稍微危险一点的地方，他从来没有主动找过我，每次都是我顺着他留下的印记去找他。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他说他怕。要不是他的天赋特殊，他根本拿不到这次进入的资格。归根垫底还是胆子太小，可能也和他从小一直受欺负有关。师兄，你这位朋友还真是有些奇特。他进入危险区域后，会沿路留下印记，在找到天才地宝最少的地方，弄个山洞或者自己挖一个躲起来。等我找到他，他才敢出来。投降！不要杀我！我投降，让我干什么都行。人都还没见到，就先投降了？死胖子，赶紧出来！你有没有点骨气？天天就知道投降，好歹也是5进武者了，真遇到异族，我看你怎么办！浩哥，你可算来了！你再不来，我就要饿死在里面了！赶紧给我下来！好歹也是5进武者，你有没有点出息？小师弟，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那个朋友郑勇。我平时喜欢叫他死胖子，和我同一届，你叫他郑勇就行，那样才礼貌。郑勇前辈好。浩哥，你知道我这天是怎么过来的吗？你这个负心汉不是说好进来之后就找我吗？我一个人苦守在那个寒冷的洞穴里面。给你正式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师弟苏木。苏师弟好。郑勇前辈好。你就是为了找你师弟，所以才迟迟不来找我的，对不对？我就知道你这个负心汉，用得到人家的时候叫人家小勇勇，巴不得天天留在身边；用不到的时候就叫人家死胖子，把人家丢在这冰冷的洞穴里。好了，我的错，行了吧？赶紧把你的寻宝天剑拿出来，我要带着小师弟去搜刮天才地宝。浩哥，你别说，这几天我看寻宝天剑，还真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这么多黑点，小师弟，我们这次要发大财了！这里绝对有大量超过 S 级的东西，甚至可能存在 SS 级或者 SSS 级物品。还等什么？我们赶紧过去！沿路还有不少天才地宝，正好一边搜刮一边灭赶路胖子。这回你可立大功了！浩哥可别忘了答应我的事情。知道了。郑前辈，之后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有危险吗？不会让你冒险。那没问题。怎么会这样？我的寻宝天剑还从来没有出错过。胖子，把寻宝天剑拿出来再看一遍。没有问题啊，黑点就在这里，而且我们现在正处在黑点中央。师兄，好像有不对劲的地方。检测到隐藏空间结构。找到了。小师弟，这种空间裂缝难免存在乱流，谁也不知道能不能顺利通过。我的实力比你高，自然由我先进去。要不先用东西伸进去试试看？通道目前稳定，可以通过。好大的宫殿，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宝物。小师弟，胖子，我们要发财了！能量强度远超长老，接近9境巅峰。不好，小师弟，胖子，快跑！周围空间已被完全封锁。考核失败。你已被人族先祖投影杀死，死亡回报启动。复制成功，获得 SSS 级天赋，被赋予型万族战策。凡列入战策的异族，都将受到战策之主压制，并在一定时间内受其驱策。压制与驱策时间由战策之主的实力及斩杀异族数量决定。怎么可能？我的寻宝天剑不可能出错。郑勇前辈，可能不是寻宝天剑出了问题，它能探查以自身为中心半径1万米的范围，那自然也可能探查到地下1万米。我们没有找到，或许只是师兄目前还无法深入到那么远的位置。是啊，可惜我最多只能深入几千米，再往下的压力连我也承受不住。可能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实力还不够，没有探索到目标所在。浩哥，你可要努力修炼啊，不然以后我找天才地宝，你实力不够拿不到，那可怎么办？知道了，既然发财的计划落空了，我们抓紧时间去解决那只蛟龙。师兄，那只蛟龙好像已经死了。谁抢了我们师兄弟的特殊奖励？师兄，那只蛟龙是我杀的。小师弟，在你身上果然不能用常理揣量。4境中期斩杀6境一族，真要生死搏杀，我都不敢说一定能胜过你。师兄，我也是运气好，
能够得到这个机会，多亏师兄带我进入灵气裂缝，郑勇前辈也帮我找到了不少天才地宝。等我拿到人族武盟的特殊奖励，我们3人一起分。我不要，蛟龙是你一个人杀的，特殊奖励自然也该归你一个人。我没出什么力，哪有师兄反来分师弟奖励的道理？师兄，你这就生分了。罢了，到时候再说吧。我也不要，苏师弟，我又没帮上你斩杀蛟龙，怎么好意思拿特殊奖励？不过，如果你真的想感谢我，请你务必成为我郑勇最好的朋友。苏师弟，你这条粗壮的大腿，我小勇子抱定了。死胖子，你又来了。小师弟，你别介意，他就是这样，一看见天才强者就会眼巴巴地凑上去求抱大腿。你以为我和他是怎么认识的？那好吧。到了我这个阶段，这些天才地宝暂时已经够用了，小师弟才应该多拿一些。我有寻宝天剑，想找资源随时都有机会，还是让苏大腿不对，苏师弟多拿一点比较好。该拿的都拿的差不多了，我们回去。下次有这种好事，浩哥和苏师弟一定要带上我。少不了郑勇前辈。能量波动与目标完全一致，蛟龙晶核核验通过，特殊奖励归斩杀者苏木所有。小师弟，实至名归。小师弟，这趟收获不错，回去以后可得好好请师兄吃一顿。还有我，好，少不了你们。师兄和郑勇前辈不肯当面收，那就先替他们留着，回头再想办法交给他们。灵气裂缝中的收获，再加上我们的特殊奖励，数量比我预想的还要多。资源量完成估算，按照当前体质消耗速度，可支撑你稳定修炼至5境中期。报道前剩下的时间，正好利用高校行走的身份，把第9区好好走上一遍。第一站就先定在龙武吧，请。我们一起上，请。1个月走遍第9区，还是没有找到。梦梦，恭喜你，终于正式成为龙武的一员了。来，这是我送给你的报道礼物。谢谢表姐，我就知道表姐对我最好了。里面是什么？没多少钱，你先努力修炼，等实力提升以后，表姐再送更好的。我一定努力修炼，以后还要去万族战场和表姐并肩作战。苏木，梦梦，你认识的这位朋友确实了不起，短短1个月，他就已经在第9区的高校圈子彻底出名了。据说他几乎每天都在挑战各高校的强者，而且从未败过。我身边也有很多人想认识他，我都没敢告诉别人你认识苏木，不然他们肯定会请你帮忙搭线。表姐，我说的不是传闻，苏木就在你身后。你就是苏木？检测到顾妍希的天赋变动，该天赋与当前搜寻的目标能力存在高度关联。苏木，妍希姐，我以后还能来找你玩吗？当然可以啦，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以后再受欺负不准一个人闷着，要告诉我，我帮你打回去。你现在还没开始基础武道训练，等你慢慢长大，说不准以后还要靠你保护我呢。真的吗？那我一定好好训练，以后不仅要凭自己的实力打跑欺负我的人，还要保护妍希姐。好啊，那我就等着那一天了。表姐，是苏木，她就是我一直和你说的那个苏木。苏木，这是我的表姐顾妍希，她也是龙武的成员。我知道，好久不见，妍希姐。好久不见，苏木。妍希姐，方便交换一个联系方式吗？我之后可能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当然可以。我的天，原来表姐你和苏木早就认识，她一见面就要你的联系方式，不会是对你意思吧？我看她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别瞎猜，你不知道她现在是什么样的人物。像她这样的天才，我们这种普通女孩子未必。那你们也算青梅竹马了吧？当年那个受了欺负还需要我替他出头的小男孩，现在已经成长到这种地步。你又胡说。表姐，是不是苏木发来的？该不会真想约你？怎么可能？好像还真是他。快看看。妍希姐，刚才见没来得及多聊，之后我想请你帮一个忙，不会让你白白出力，报酬一定让你满意。具体安排我稍后再和你说明。那你准备怎么回复苏木？当然是答应他。以前是朋友，以后也可能成为战场上的战友，不过是帮一个忙而已。好的，等你安排。答应了就好。妍希姐的天赋竟然是 SS 级升级光环。深蓝，数据库中没有升级光环的记录。没有，现有数据库无法检索到升级光环的详细能力。冰主没有详细记录，拨弄天机不知道持有者，升级光环更是完全没有出现在数据库中。我要找的天赋似乎都游离在人族现有资料之外。共同特征成立。妍希姐，我想请你帮的忙有些特殊，请你用全力攻击我，不要留手，无论之后发生什么，你都不用害怕。你确定？这种事情可不是开玩笑的。我确定，相信我。
你已被顾妍希杀死，复制成功，恭喜获得 SSS 级天赋升级光环。龙胜现在应该还在万族战场，只要催动玉佩，无论他身处什么地方，3个呼吸之内都能赶到。果然，龙胜承诺3个呼吸内赶到，就不可能让持有者在这段时间里毫无保护。这种强度，抵挡一般的9进攻击应该足够。现有数据不足，无法确认，双方力量均超过常规测量范围。不知道能不能挡住宫殿前的那一场。先把周傲龙叫过来，验证一下我的想法，不行再回挡就是了。苏木，出了什么事？为何突然催动圣龙佩唤我过来？晚辈唤您过来，第一，晚辈最近掌握了一种新的探查手段，希望您允许我探查一次。第二，接下来我可能还会借用圣龙佩的防护力量，下一次它被催动时，希望您不要赶来。不要告诉本圣，你把本圣从万族战场叫回来，就为了这2件事情。确实是这样，龙胜。圣龙佩既然交给了你，自然由你决定何时使用。但本圣承诺救你助你的机会只有3次，你已经用掉1次，现在只剩2次。3次之后，圣龙佩会彻底消失，本圣不会再给你新的。晚辈记住了。你说的2件事情，本圣都知道了。开始吧。多谢龙胜。探查成功，目标拥有的5组 SS 级天赋结构已全部解析。未经升级光环强化时，天道神童无法完整解析3种以上的 SSS 级天赋。当前限制已被突。升级后的天道神童能够突破原本的 SSS 级限制，那么冰柱经过相同强化，也极有可能对 EX 级物品生效。逻辑推演通过，实际效果仍需 EX 级物品验证。结束了，龙胜若有要事，现在就可以回去了。不过请您一定记住第2件事情，下一次感受到圣龙佩被催动时，不要赶来。苏木，你若再用1次，圣龙佩就只剩最后1次机会了。晚辈明白。冰柱负责控制兵器，升级光环负责突破等级限制，组成新天赋需要的关键能力已经完成了2项。圣龙阵的消耗会被回档抹去，下一次就试试他能不能挡住人族先祖光影。又见面了，苍君、人主，还有不知道多少岁月之前横压万族的人族，这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不动金身开，肉身防御增幅超过100倍。考核目标已激活。来吧，圣龙佩防护已启动。龙胜的力量正在压垮这片空间，空间稳定度正在急速下降。第1轮冲击已被圣龙佩防护承受，挡住了2击，防护结构已经接近极限。圣龙佩防护已经击溃，剩余攻击正在逼近。吞天食地，部分攻击已被吞噬，剩余力量超过肉身承受上限。考核通过。究竟是什么？金色王座，黑色棺木。外力会让考核空间崩塌，想真正进入宫殿，只能依靠自己的实力。圣龙佩的使用次数再回来完成考核。现在先去第13安全区寻找剩余的基础天赋。挨盖寻找太慢。慕容书是9级研究员，只要提前公开行程，关注这个身份的人自然会主动出现。龙胜已经把这个身份的声望铺好了。既然如此，就让慕容书先替我把第13区的人引出来。3天后，9级研究员慕容书将前往第13安全区。此行将与当地高校和研究机构展开公开交流。慕容书的消息已经先一步到了，接下来就看看第13区会把什么人送到我面前。总算到了，只是公布了1次行程，居然来了这么多人。检测到大量外来人员，高比例人群与慕容书后援团存在关联。信息版内容：破解5道奇残局，每次100，成功者可索取1条指定情报。
拜异教相关内容10万，若情报无法提供或被证实不实，赔偿1000。有点意思，不过暂时没有什么时间赌这一局。慕容先生吗？该让慕容叔正式出现了。天赋改头换面发动，当前状态稳定。我马上过来。比照片上还年轻。慕容先生，久仰大名了。见过慕容先生。慕容先生，这位是13安全区夜行人总指挥使王鑫。王总指挥使好。慕容先生客气了，不嫌弃的话叫我一声老王就可以了。这位是首席医师洛生，他也是您此行的随行医师。慕容先生，叫我洛老就可以了。洛老，洛老一看就是那种深藏不露的高人。对了，回头我有个小忙，想要请洛老您帮帮忙，还希望洛老您不要推辞才好。慕容先生，您言重了。但凡有能够帮得上忙的，慕容先生您尽管吩咐就是了。那就先谢过洛老了。慕容先生，这里是第13安全区部分天才成员的资料。这份资料只有少数特别出名的人记录了具体天赋，其余大多只有气血境界和实战表现。而且那些已经公开顶尖天赋的人，目前基本都不在第13安全区。受拜异教威胁影响，年轻武者通常会隐藏自身天赋。依照武者律，30岁以前4境以下的武者全拒绝公开天赋，任何人不得强制问。陈总管，我也明白你难处，你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搜集到这些资料，我已经很满意了。不过慕容先生，我这里还有一份下面的人呈上来的资料，因为准确性暂时没有得到验证，所以没有和刚才那份放在一起。这份资料虽然只记录了寥寥几个人，但每个人的内容都为雾蒙目前掌握得更加详细。如果真实性可靠，应该更符合您的要求。然后呢，我们通过现有的监管手段追查到了他的现实身份，结果有些出乎我们的预料。这个人的代号叫虚无，可经过调查，他只是一个普通少年。他的名字叫丁宝宝。特征匹配，目标正是此前高铁站外摆放武道旗残局的少年。是他。我想见一见这个丁宝宝，越快越好。您想现在见他？对，地点由你安排。立刻安排丁宝宝与慕容先生见面，地点使用会面区。通知洛老提前在通道入口等候。行吧，妥当，马上安排。慕容先生，请随我来，走吧。慕容先生吗？我就知道，我做的那点事情，怎么也轮不到他们如此大费周章把我带过来的地步。莫不要寻寻那些天才修炼者资料的，不是人族武盟，而是慕容先生你？不错，真是没想到啊，我居然见到了传说中的慕容先生。身边那些人要是知道了，恐怕都要嫉妒得发狂了吧？看你的样子，应该也知道我为什么会把你叫过来了。目前第13安全区7成以上的天才修炼者资料，我基本都能弄到。如果给我1个星期，7成以上还可以变成9成以上。很难想象，你尚未正式觉醒，就已经能够做到这种程度。慕容先生看上去年纪也比我大不了多少。这些资料我可以给你，但是你有什么条件可以直接提出来，只要不是太过分，我都会尽量满足。金钱、修炼资源，或者更加完善的觉醒培养环境，都可以商量。这些条件也会对你今后的武道修炼有所帮助。不错的条件，不过我不喜欢这些。我有个毛病，遇到特别感兴趣的人，就想和他来一局武道棋。如果慕容先生赢了，您想要的信息，我会尽我所能帮您弄到。但如果您输了，那就只能自己去搜集，可能需要1个月、2个月，甚至更久。慕容先生能够研究出那么多炼体术和呼吸法，区区一局武道棋，对您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吧？好，你先吧。我在学武道棋的时候，学到了一个道理：下棋的时候是最能够看清一个人的时候。下棋不仅是在棋盘上，棋盘外也同样在下棋。持续推演，对手修正速度高于预估。慕容先生果然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人。我输了，承让。慕容先生，最迟1个星期，你会得到你想要的资料。慕容先生，最近还是小心一些比较好。你这样有趣的人死了，我会觉得很难过的。慕容先生，我这边有一些情况想和您说一下。进来吧。
怎么了，陈总管？是这样，慕容先生，中兴演武场那边已经安排好了，按照您的吩咐，1个小时之后见面会正式召开，到时候我会亲自护送您过去，随行的还有骆老和王总指挥使。您看这样的安排怎么样？那我们出发吧。我知道了，慕容先生。有请慕容先生。接下来，我会挑选一些论坛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需要先区分气血运转和肉身承担。场内暂未发现明确异常目标。慕容先生，败一教出现了，正在第13安全区各地搞破坏。王兴已经派人解决，只是中兴演武场的人手会少上许多。我建议先暂停见面会。看来他们也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他们。如今我们在明，他们在暗，那就明着试试看吧。组织下面的人疏散，既然都开始打明牌了，就没有必要牵扯这些普通人。明白。检测到高强度范围型物品启动。SSS 级物品，众生平等。他们竟然舍得下如此手笔！8进以下气血实力压制普通人水平，8进以上大幅衰减，最高仅保留1进左右。肉体与天赋仍可使用。罗老，快带慕容先生离开！当所有人的气血都被压制，只能依靠肉体和天赋时，反而是我的主场。杀！慕容先生，你竟有如此实力！有的时候，杀一个人可能能够救更多的人。慕容先生，您也认为，有些时候杀一个人可以拯救更多的人吗？慕容先生，您觉得现在的人族还有救吗？骆老，您何出此言？人老了，总是喜欢胡言乱语罢了。说实话，慕容先生，若是您这样的人多一些，也许人族还有救吧。丁，你已被人族叛徒洛生杀死，复制成功，恭喜获得 ASS 级天赋幻生。慕容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吗？要不我让骆老过来帮你看看。不用，你先帮我把丁宝宝找过来，我还需要问他一些问题。SSS 级天赋幻生，以自身为媒介，可将他人的全部病痛、死气转移到自身，但转移给他人的时候，会有1%到10%留在自身体内，转移承受的痛苦是他人的10倍。死气一旦累积到100%，则会死亡。你又需要什么情报吗？还是很紧急的那种？我也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想要问问你，如果你要搜集一个人的信息，大概需要多久？看是什么人了，在不在我的信息库里？洛生，你运气真好，你有关于他的资料？没有，但是我知道哪里有关于他的信息。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我可以带你去找。不过你的店面会不是马上要开始了吗？这不是问题，不急，在那之前，我有点事情要和你说清楚。我这个人原则不多，但仅有的原则却是无论如何不会动摇。其一，我答应的事情绝对会做到；其二，我不做无本买卖，报酬如何不论，但是完全没有报酬的事情我是不干的。我看出来，你似乎很急切的需要洛生的信息，而且这件事情，你目前能够找到的也只有我，所以你要坐地起价，合理。好，我帮你找到有关洛生的信息，作为交换，你帮我杀了我姑妈一家。好，他们会死在见面会上。你都不问问我为什么要杀他们？不重要。这里之前是我姑姑研究所批下来的一处地方，后来因为资金不足，再加上位置边缘，所以这里被暂时搁置。炼体术研究室吗？普通研究者往往需要经过无数次计算、调整和安全验证，才能完成一套可靠的炼体术。这里被搁置之后，我姑姑把它改成了自己的小型研究室。有一天，她把我最好的朋友骗去做实验，然后我那个朋友再也没有出来过了。如果不是我年纪还小，没有价值，早就被拉进来这里做实验了。研究应该保护人、帮助人，而不是拿最亲近的人去换取成果。这样的人必须被阻止，也必须为自己做过的一切承担后果。所以你的要求，我明白，他确实应该接受审判。这里算是我的秘密基地了，我的信息库就在下面。你把秘密基地设在这里，不担心被他发现下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不是吗？你要找的洛生资料，在另一个情报商手里。我曾经在他那里见过洛生的资料，
我现在找他交换。已经联系好了，现在带着交换资料过去就行。希望你答应我的，不要忘了。我答应过的事情，会做到。希望他真的不要忘记吧。风言，换作是我是不是也会做出和洛生一样的选择？洛老，带着慕容先生速速离开这片区域。你既然主动走过来，今天便别想轻易离开。不好意思，刚才没听清楚，你说今天是谁走不了？你这是什么天赋，慕容先生？你如此年轻便成为9级研究员，为什么还拥有这种完全不同的强大能力？连龙圣都无法彻底避开天道神童，他却能把气血境界隐藏得毫无痕迹。澜沧武大位于第13安全区，也在未来的我给出的范围里。我一直盯着天才修炼者，却忘了导师、副校长和校长同样可能是目标。能够如此彻底地遮掩自身，让天道神童看到的始终是一片模糊，又恰好藏在第13安全区之中。吴一成，你为什么要背叛人族？平日展现出来的实力只有6境巅峰，没想到他一直隐藏着真正实力和身份。慕容叔，老夫承认这次小看了你，我没想到你在众生平等之下还能发挥出这样的实力。不过万族已经对你发布了最高通缉令，你迟早会落在他们手里，人族也一定会败给万族，到时候你们就会明白我的选择才是正确的。你是不是觉得败在我的天赋之下很憋屈？没关系，我给你一个机会。现在我和你1对1，我不用天赋。果然是一个儒家的毛头小子，为自救位的狂妄付出代价，不可以啊，慕容先生！空间之力，慕容先生的天赋莫非和空间有关？其实，刚刚有件事情你说对了，今天的确轮到我结束这一回合。复制成功，恭喜获得 SSS 级天赋拨弄天机，可混淆天机，隔绝洞察，屏蔽洞察类天赋与天机探查类能力，将自身隐藏在天机之下。气血实力达到7境之后，可以察觉天机，伴随实力提升，可以对天机进行一定程度的影响。果然，吴一成拥有的就是拨弄天机。冰主升级光环拨弄天机，如今都已经找到了，只剩下最后一个能够将它们融合起来的天赋。东部战区此前没有发现线索，不代表那个天赋已经出现。如果最后一个天赋真的在那里，可能性最大的就是以后府中尚未出世的蚁王，它出现的时间正好在1年左右之后。目前它最大的作用是隔绝异族对我底线的探查，可单凭隐藏和抵御天道神童，还配不上拨弄天机这个名字。察觉天机，甚至影响天机，7境之后的能力，才可能是他真正强大的地方。弄清洛生的原因，找到吴一成，复制拨弄天机，都只是准备。下一次，我要在吴一成启动众生平等之前阻止他，然后从他手中拿到那件能够启动领域的关键物品——众生平等。慕容先生，您找我？洛老，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慕容先生，您请说。你觉得现在的人族还有救吗？慕容先生，您为何这样说？很好奇吗？至少这种话不该从慕容先生您这样的人口中说出来。为什么？因为慕容先生您的所作所为，您是目前的9级研究员中唯一一个愿意将目光往下看的人。并不是其他9级研究员不在意普通修炼者，只是最有效率的选择是帮助最顶尖的武者，甚至人族7圣取得提升实力，那样更您不同。您把精力放在了中层内和基层修炼者身上。您公开的炼体术与呼吸法，您公开的功法药方与武技，对普通人就是沙漠里的一壶水，他们能助人突破多年瓶颈。一个小境界对人族微不足，却意味着生机与自保之力。至少在我看来，如果不是一个对有罪人族仍然充满希望的人，绝不会这样做。你知道，我觉得人族最可悲的事情是什么吗？是那些敢于走上万族战场，愿意用自己换来人族安宁的勇士。他们没有倒在异族面前，却倒在了自己同胞的算计之下。慕容先生说的那些拜异教嘛，他们的确可恨。冯这个姓，洛老应该很熟悉。慕容先生，您调查过我了，我不过是个小人物，居然还让您如此重视。只是个小人物吗？洛老，你知道吴一成吗？吴一成？
如果我没有记错，似乎是澜沧武大的副校长。吴亦成是隐藏在人族内部的叛徒。按照计划，一部分拜异教成员会引开夜行人，剩余的人则会混入现场。时机成熟后，他们会启动众生平等。吴亦成负责牵制陈池，而洛老你会带我离开，最后再由你对我出手。如果要用幻生杀我，行动开始前，你便需要提前吸收大量负面生机、伤势与毒素。既然您都知道了，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计划彻底失败了。只是您单独把我叫来是为了什么？您完全可以让陈掌管直接控制住我。因为我觉得你和吴亦成不同。吴亦成选择背离人族，是为了得到万族的青睐，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力量和寿命的欲望。但是洛老你呢？你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慕容先生，说实话，我甚至都怀疑您的天赋是不是读心术了。慕容先生，您说的不错，人族烂透了，至少我看到的人族烂透了。风晴天凭什么他女儿的命就金贵，其他人的命就宛如草芥？慕容先生，既然你专门去调查了，想必也知道一些内幕，但是你不知道当年的细节。当年风晴天他仅仅是一句话，就逼得我不得不亲手害死了我的队长。他女儿贪玩导致的后果，却要我们一个小队付出生命的代价。凭什么？凭什么？更可笑的是，我们小队的那家人能够见到的，除了他们家人的尸体或是衣物，还有就是少得可怜的抚恤金。而我被他留在了西部战区后勤部的最底端整整13年。人族有他这样的人在，怎么可能有希望？我知道，我并没有想要劝你什么。这世界上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感同身受他人的苦难的。洛老，你做出这样的选择，我很惋惜。但是你应该也知道，你们输了。我可以答应你，若是有朝一日风晴天真的背叛了人族，我会将他交由你来处置。除此之外，根据武者律，背叛人族乃是死罪。我能做的不多，但能保你一条命。自从背叛人族那天起，我就没有想过要活下去了。但是活着，至少可以看看未来的人族是什么样子的，不是吗？慕容先生，您想让我做什么？我得到消息，待会儿见面会上出现的那个慕容书是假的。这么重要的消息为什么不早点说？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已经得知了慕容书所在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有陈池他们把守，很难找到机会。该死！不过我倒是听说那个慕容书要进行炼体术的实验，所以会让陈池他们离开一段时间。若是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应该可以杀了慕容书之后安全撤离。我知道了。你说他会上当吗？不好说，但是他手持众生平等，应该会赌上一搏。慕容先生，就你目前展现出来的价值，若是他能够顺利杀了您并且逃脱的话，那么他必然是能够获得神图计划的名额的。鱼儿还是上钩了。你怎么会在这里？等你。慕容书呢？在地下室人呢，在下面不知道进行什么炼体术实验，不让任何人打扰。消息属实吗？我亲眼看见他下去的。不过，要是想杀了他，安然撤退的话，可能有些困难。我已经想办法把地下室附近的守卫给引走了。我们要行动的话，最好在那些守卫和陈池他们回来之前。那我们就抓紧时间行动吧。慕容先生，洛老，我不是说过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吗？还是让我来吧。慕容先生，实在是有很紧急的事情，必须上报给您。好吧。没问题了，慕容书已经必死无疑了。确定这个就是慕容书吗？确定已经死了吗？洛生，你找死！怎么会？好了，洛老，你先上去等着吧。不知道升级光环对暗影君王有没有用？站起来。慕容先生，吴亦成的住所已经搜索过了，我们在其中发现了大量他与万族那边接壤之后留下的痕迹。要不了多久，大夏武盟这边就会公布其人族叛徒的身份，以示警戒。还有您嘱咐过的丁宝宝的姑姑一家，根据我们后续的调查，丁宝宝的姑姑姑父已经招供了，他们的行为严重触犯了武者律，已经对他们严惩。关于丁宝宝给予他特殊人才招收名额，等到他天赋觉醒，踏入武道之后就可以正式入职。行了，我知道了，陈总管，辛苦你了。应该的。
我答应你的，也算是完成了吧。众生平等，这是我从吴一成身上找出来的众生平等。此间事了，也差不多是时候该回去了。真是没想到啊，还没有等我部署完，你们就要死了。我准备了这么多年的东西，到头来却是无用了。之前那个丁宝宝，他说他有一些新的资料想要交给您，想和您见一面，让他进来吧。我似乎是第一次看到你站在阳光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慕容先生，我们总共不过也才见过一次吧？怎么，听说你找我有事？我想了些办法，又搜集了些资料，加上这些，就有第13安全区9×9的天赋了。你觉得我接下来该怎么活？好好活呗。行，那我也没什么事情了，我就先走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和这个叫丁宝宝的有一种莫名的默契。离开之前，借用这里的资源再修炼一下，然后慕容叔就该离开第13安全区了。至于高校行走苏木，也是时候在第13安全区的各大顶尖高校刷刷名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慕容叔会出手帮助我，不过不管怎么说，他的行为确实帮到了我。虽然就算没有他的帮助，姑姑一家也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我丁宝宝也是个有原则的人，虽然不是我主动提出来的，但是慕容先生既然帮了我，那我也记着人情。我不干没有报酬的事情，同样也不知接受没有给予报酬的帮助。只是这个人情怎么还，什么时候还，就有些头疼了。大夏武盟的人吗？赢家。对，我是丁宝宝。我知道了，户口重新登记是吧？我成了户主吗？对了，我想改个名字可以吗？改成什么？丁宝宝这个名字我不想再用了，不过为了纪念一下父母，那么就姓名吧。至于名字，慕容先生的第一个字不是木吗？木，夜晚的意思吧？那就叫宁夜吧。老师，你回来了。是。好，我现在去找您。小木，你来了。看来在为师离开的这段时间，你并没有懈怠啊。那自然是少不了老师您的教导了。对了，老师，这段时间您去干嘛了？接下来还要走吗？小木，我特意将你叫过来，就是想和你说下这个。最近万族开始大肆进攻各大战区，甚至9境武者也被允许进入万族战场。我们暂时还摸不清楚万族的意图，只能够留下一部分人之后，将大部分的9境武者都调往万族前线。10年前的我说过，这次战役，我的老师还有叶叔父母、小杨和好多人都会死在那件事情当中。我真的能够阻止老师的死亡吗？老师，如果说让您离开一个地方，或者不要参与一件事情，但是可以活下来，您愿意吗？避无可避，唯有一战。我辈武者何惜一死？老师，我知道了。好小子，我还以为你会推辞一下呢。那不是老师你都说了吗？老师的命令，弟子我怎么敢违抗呢？臭小子！季清寒出事了，他的生死丝母骨受了重伤。老师，季清寒同学他前往了哪个地方实习？小木，你没事就好，刚刚把我吓坏了。可能最近修炼的有些太猛了。放心吧，老师，我没事的。季清寒啊，他去了东部战区。行，我知道了，老师。我有些事情想要去趟东部战区，老师您这边能够帮我申请一下吗？东部战区吗？我马上帮你安排。季清寒和你姐姐应该都已经安全了吧？应该是吧。没想到就剩下我们2个了。管杰是吧？真没想到最后陪我死的居然是你。看看最后咱们谁杀得多。好。季清寒、方薇薇，你们没事吧？苏木，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请假了吗？我提前回来了，正好选择了来这东部战区实习。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会这样？死了，都死了，他们都死了。方球球、管杰，还有这一次我们搬来东部战区的朋友都死了。这次来部战区实习的少说也有10几个，现在就剩下季清寒和方圆圆2个人了。若非季清寒身上有保命措施，恐怕他和方圆圆也不能幸免。一切的起因是今天上午的外出实习，
我们去的是东部战区以北，一个名叫纵云谷的地方，那里有不少实力不算高的异族。实习主要是为了让我们找到最顺手的战斗方式，同时锻炼实战技巧。大概到了中午，大地突然开始颤抖，数不清的异族从四面八方包围了纵云谷。幸好附近驻守的士兵挡住了大部分异族，我们只需要对付谷内因受潮而暴动的异族，局势一度稳定了下来。可就在我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天空中突然传来了一声龙吟，那是一只真正的龙族，虽然只有8境，却让所有人都感到了绝望。护在我身边的老人出手挡住了他，可我也在战斗中受了重伤，触发了家族留给我的保命手段。防护手段最多只能再带走1个人，最后1个名额必须在大家之间做出选择。把名额给我姐，求你们，把最后1个名额给我姐姐。给方云映，不行，我不走，让球球走。姐，对不起，走。方球球把他打晕，随后让他跟着我，在受潮的冲击下逃回了东部战区。东部战区的士兵在这次进攻中伤亡惨重，我和圆圆虽然也受了伤，但伤势相对较轻，所以稍微恢复后就来医疗区帮忙照顾伤员。异族居然出动了1名8境龙族，还带着这么多拥有龙族血脉的异族，可目标却只是纵云谷。纵云谷算不上军事要地，他们却像势在必得。为什么？我好像听到了站在龙背上的那个异族说的话，我的天赋是风之羽，除了可以操纵风，还能从风里听见一些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我听见他说要唤醒什么？唤醒什么？万族中需要被唤醒的似乎只有那个人，会是那个人吗？根据未来的自己在日记本中留下的信息，那个人不该也不会这么早从沉睡中苏醒。难道是因为我造成的蝴蝶效应？我好像听说他们要唤醒什么战将大人。战将大人？万族通常以种族和族内身份彼此称呼，从未听说过战将这一职位。以那个人的作风，也绝不会只在万族中担任一个战将。这个战将大人应该不是那个人。既然不是那个人，那么会不会与他有关？还是要去现场看看什么情况。姬清寒，麻烦你将大致发生过的事情写下来交给我。好。现在还不到与边境高层交涉时候，这一次注定要回党，无法改变战局的事情没必要提前去做。以我的界别，他们绝不会允许我独自越过边境，贸然露面只会给自己增加麻烦。天蛇族、蛟龙族、龙蚕族，这些平日里只能在书中看到的龙族血脉异族，居然全部守在纵云谷外。隐身状态开启。万族安排这么多龙族血脉异族守在这里，究竟想干什么？这就是姬清寒所说的那只龙族，银色神辉。这个银翼异族是神族。雷霆神族阿莫赖斯恭迎战将大人。9境后期，万族如此大费周章唤醒的人，不可能只有9境后期。难道是因为刚刚苏醒，力量还没有完全恢复？战将大人，请战将大人恕罪，我立马就解决掉这只小蝼蚁。有意思，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极夜天幕，不，还有拨弄天机，难怪连本座都看不穿你的气。他竟然一眼认出了极夜天幕和拨弄天机，2个天赋吗？莫非你找到了他们留下的东西？他们留下的东西，能让他在看到这2个天赋时立刻联想到的东西，绝不简单。他们究竟是谁？不对，你们不可能找到他们留下的东西。你身上似乎也没有他们的气息。明明只有9境后期，他的威压却不逊于龙圣，甚至能够让灵魂战裂。他是在刻意将威压施加在我身上。人族龙运，好，极夜天幕和拨弄天机，龙族本源，又是这个该死的龙族本源。若是他们那个时期，本座的确不敢在你面前放肆。但是不要忘记了，现在他们的时期早已经过去了。人族龙运，时代变了。这一击的目标不是我，却仍能让我受伤。眼前这个战将，远比他的境界。
生平等。是你们那近段神族造出来的小玩意儿啊！战将大人见笑了，也不知道这个人族是怎么弄到这个东西的。也就是本座如今刚刚苏醒，实力还没有完全恢复，不然你这众生平等对本座都起不了作用。不过现在也就是多费一些功夫罢了。他根本不惧众生平等，巅峰时期的他甚至能让众生平等完全失效，也就是说，他的巅峰实力很可能是10境武者。你妹呀！元素本源正在尝试吞噬同化这股雷霆力量，没有必要继续抵抗。这一次，我本来就是来了解情况的。姓名未知，气血值888亿8888万8888，九境武者后期，炼体术龙龙战诀，呼吸法龙云术，天赋被赋予 EX 级天赋力之大道。居然是 EX 级天赋力之大道，连深蓝数据库都没有记载。更惊人的是，被赋予。赋予谁在那里？战将大人，还有人吗？吾以清仓之名谢。复制成功，恭喜获得 SSS 级天赋混沌神雷。混沌神雷，雷霆之祖，万雷至尊，诞生于未知名处的一抹雷霆，乃是万千雷法的根源，拥有无可匹敌的强大力量，能够免疫所有雷系伤害，并且将受到的雷系伤害转化为自身的气血值，可以御使其他所有 SS 级以及 SSS 级以下的雷系天赋，所有和雷系有关的武技获得100倍增持，有极大概率引得雷系物品认主。刚才清仓对我的灵魂发起了攻击，那道攻击比宫殿外的神秘光影更加危险，若不是灵魂深处的力量阻挡，我甚至可能被他留下。接下来第一步是先复制清仓的天赋，力之大道虽然是被赋予的，但依旧是 EX 级天赋，是我继死后复制之后见到的第2个 EX 级天赋，不复制到手实在说不过去。可是要让清仓亲自杀我，就必须先让他对我产生兴趣。上一次他看出我实力太弱，连继续出手的兴趣都没有，直接把我交给了阿莫莱斯。想让青庸出手，我至少要展示出能够斩杀阿莫莱斯的实力。可阿莫莱斯是8境巅峰的雷霆神族，而我只有4境，精神境界也不过5境，正面击败他不可能。等等，只要赶在清仓苏醒之前配合死亡回掌和众生平等，我是不是可以先杀死阿莫里斯，再将雷霆神族录入万族战册？真的吗？苏木他那么厉害？当然是真的，可惜清寒你当时不在这里，当时谁在苏木手里都撑不过一招。明明大家和他都是同龄人，真正交手的时候，却像是在和一个年长许多的前辈交手。清寒，不瞒你说啊，我弟弟别看现在桀骜不驯，谁也不服。自从那次之后，他一直暗地里把苏沫当作追赶目标。他房间里还摆着当时从苏沫身上扯下来的一块布片，专门用相框裱了起来。看不出来啊，球球，你居然还是苏木的忠实粉丝啊！谁是他粉丝了？我只是把他看作必须打败的对手，保存他的东西也只是为了激励自己。我就不像你那么想了，虽然当初我也趁着混战从苏木身上扯了一块碎布片下来。你他妈也搞了？你说我搞和你搞的目的又不一样。以苏木表现出来的实力，将来少说也是9境武者，讲不准还能达到人族7圣的地步。现在保留一点东西，等他出名以后，这些可都是宝贝。哼，庸俗！回头是不是要买个保险柜，把那块布放起来？你们今天主要的实习地点就是纵云谷。纵云谷里面异族众多，不过外围有东部战区的士兵巡逻所守卫，一旦遭遇无法对抗的异族，可以选择呼救，附近的士兵老师和教官会第一时间赶来。不过相应的，你们的实习成绩也会有所下降。报告，苏木同学，你怎么来了？老师，是这样的，我已经向龚老师申请了来东部战区实习，这一次想和你们一同前往。因为比较匆忙，龚老师那边可能还没有将信息上报到这里。我也是使用高效行走的特权提前赶来的，所以您可能还没有接到通知。苏木同学大可以不必这么赶的，快进队伍吧。纵云谷附近范围很大，不知道众生平等能不能完全覆盖。前上树。
我无敌。我叫苏木，死亡不会让我结束，每一次死亡，我都会复制杀死我的敌人天赋，再回到过去。10年后的我留下了一本日记，他告诉我，10年后人族会灭亡，爸妈和小羊也没能活下来。想救他们，就找到那个连我都没找到的天赋，别让那个人察觉，否则你会死。族准备在纵云谷唤醒清仓战将，我回到事发之前，抢先展开众生平等，斩杀黑龙。现在清仓尚未苏醒，我的面前只剩雷霆神族阿莫莱斯。接下来轮到你了。不可能，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拥有混沌神雷？雷霆神族这一夜也该点亮了。阿莫莱斯为什么会带着这种东西？这青色血液里怎么会有一条龙？苏木，老师，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去便来。先找个地方试试这个龙血，之后再回来问问阿莫拉斯这个龙血到底有什么作用。阿莫尔斯的青色龙血，大量临时天赋，增长的灵魂力量，还有被点亮的万族战劫，这次收获比预想更大。先试试这瓶龙血。好强的破坏力！我的天赋吞天食地在主动吸收它。气血境界突破4境巅峰，气血境界突破5境前期，气血境界突破5境后期。18岁的9境，人族第8圣。若这类龙血足够，万族之祸，我一人便可破之。清仓啊清仓，你是真该被抓啊！青色龙血的修炼效果已经验证，继续修炼只会增加回档成本，其他作用留到下一次慢慢测试。接下来就是再来一次了。不可能，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拥有混沌神雷？还是一样的反应。我没有和你废话的心思，告诉我，这瓶龙血的作用是什么？你怎么会知道它藏在这里？你做梦！卑微的人族也想窥探圣族的秘密。意料之中，让我猜猜，是不是和唤醒清仓有关？你怎么知道战将大人？你怎么敢直呼他的名谓？是我在问你，你居然敢打我！我要让你付出代价！我走，只能换一种验证方式了。果然问不出更多信息，不过他的反应已经证明，青色龙血与清仓苏醒密切有关。法阵就在这里，巨龙的位置、阵纹的方向，都要和记忆中保持一致。如果我能重现仪式，清仓苏醒后就必须亲自对我出手，得到他的 EX 级天赋，然后在最后一次会场中阻止仪式。青色龙血、巨龙的生命精血位置都一样，开始吧。雷霆神族阿莫莱斯恭迎战将大人。没用，到底还缺了什么步骤？下次再见。下一次先让阿莫莱斯完成全部仪式，记住每一个步骤，再回档重现。先做法阵，再让巨龙的龙血进入阵心，最后加入青色龙血。顺序已经记住了，真正缺少的是这段漫长咒语，每一个音节、停顿和呼吸都不能记错。灵魂力量增强之后，清仓的奸笑已经无法逼我暴露，那就主动让他们看见我，我在这里。不可能！你怎么会有混沌神雷？活戳他，带回万族研究。终于引起他的兴趣了。天赋毒石发动，可惜这一次清仓依旧没有亲自出手。最大的收获是阿莫雷斯的完整咒语。下一次我要亲手重现仪式，再从清仓身上获得 EX 级天赋。还是失败了，那就换回原来的计划。熟悉阿莫莱斯的所有攻击，用万族战木逐步压制他，把战斗拖到清仓，亲自出手。看来唤醒清仓还存在我无法察觉的关键，甚至必须由阿莫莱斯亲自完成。升级光环，吞天食地，吞下这一击。万族战策开启。等等，我和阿莫莱斯之间竟然存在血脉联系。雷霆神族也只有3成，难道已经可以直接驱逐阿莫莱斯？主人恕罪，阿莫莱斯冒犯主人，罪该万死。无妨，你先起来。我反复回荡，记录的始终是阿莫莱斯的血脉，对整个雷霆神族只有3成，对他本人却已经是10成。
阿莫雷斯，属下在。摆架，清仓的 EX 级天赋要到手了。小苍苍，我来了。我一直无法唤醒清仓，到底缺了什么？尊敬的主人，除了那些条件，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时间。时间？清仓必须在苍星入主正位时唤醒，按照人族的时间，就是每天下午3点，只有那时开启法阵才能成功。你怀里的青色龙血是什么血？清仓的血？不是的，主人，不是清仓的血。看来抓住清仓长期取血的计划落空了。那是祖元精血，专门用来唤醒4大战将。祖元精血，4大战将。主人，这些都是圣族典籍不会记载的机密。首先，您需要知道那位大人。那位大人，他是圣族最强的存在，所有10境强者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若圣族选出一位王，他就是唯一人选。他叫什么？为什么一直沉睡？他的名讳不可提及，只要有人呼唤，他便可能在冥冥中感应。至于沉睡的原因，我也不知道。感情你也不知道？抱歉，主人，关于他的秘密，恐怕只有圣族最顶尖的几个人清楚。那位大人偶尔会短暂苏醒，但真正长时间清醒的时机是4大战将全部被唤醒之后。如果4大战将同时被唤醒，他不是马上就会醒来？但4大战将各有规定的苏醒时间。今日以前，清仓无法被唤醒，现在也只有清仓达到苏醒条件，其余3位还没有。唤醒4大战将必须使用对应种族的精血，能量越强，血脉越纯，越有益于他们恢复巅峰实力。祖元精血就是最合适的材料。祖元精血分为4份，分别对应4大战将，来自他们源头祖先。每次只要留下1/3，精血就能自行再生。如果只留1/3的仓祖精血，大概多久才能恢复成现在这样一瓶？大概需要100年。100年？那我还不如全部喝了。主人，那只是一般情况。40多年前，圣族一位强者服用了2/3的仓祖精血恢复伤势，后来族中长辈动用举族之力，将剩下的精血送上10周，让他悠悠度过几10年，才恢复成如今的分量。10周？主人，在解释10周之前，我先说时间长河。传说整个世界都在一条时间长河中前进，哪怕只掌握残缺的时间之力，也至少是 SSS 级天赋。但那也只是获得了窥探时间长河的资格。时间长河会洗刷一切，接触太深便会遭受诅咒与惩罚。只有那位大人能够踏入其中，可即使是他，也必须借助10周，而且不敢停留太久。我曾看到的那条无始无尽竟洗刷一切的长河，果然就是时间长河。如果有人能够沿时间长河溯流而上，也会受到诅咒吗？主人，必须被时间长河反复洗刷，而且停留足够久，才有资格接触诅咒。肉身进入便会湮灭，只有灵魂能短暂停留。即便掌握时间之力，圣魂仙族的灵魂最多也承受1500次。若换作人族，通常连500次都撑不过。那么陈斌甚至没有初级诅咒的资格，死亡回档落在他手里，真正能使用的次数只会比500次更少。10周是以能够在时间长河中留存更久的材料制成的载具，配合时间神族的力量，它能够溯流而上。但每次启动不仅消耗海量资源，至少要付出时间神族近半族人的生命。10周自身也会被侵蚀，以现在的状态，最多再使用1、2次就会彻底报废。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直抵挡时间长河的洗刷？不可能，主人，时间长河洗刷一切，绝不可能有东西永远抵挡。可我的时间招刃碎片，分明曾在时间长河中存在许久，每一次回档，它也始终跟着我。难道时间之刃就是能够抵挡时间长河洗刷的例外？阿莫莱斯，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机密？回主人，我是雷霆神族的少族长。我还真是驱使了一条大鱼。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抓紧去唤醒清仓。遵命，主人。人族，他在观察我，而且根本看不穿我的底细。他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本座不是人族，一律杀无赦。阿莫雷斯动手了，清仓在混沌神雷命中之前消失了。不对，他已经到了阿莫莱斯面前。雷霆神族叛变了吗？阿莫莱斯的力量完全被压制了。主人，快跑！雷霆神族什么时候这般没有骨气了？竟然认一个人族为主。阿莫莱斯的生命气息消失了。站在原地是死，贸然上前也是死。反正我的目的就是送死，不如先试试我和清仓就差了多远。时间之刃，空间之力，万族战歌，龙族一夜，全部开启。宁渊，极夜天幕，圣龙佩，所有能够调动的力量一起落下。只有一道银色切痕，其他攻击竟然没有留下任何效果。这是什么东西？居然能够伤到本座！太快了，我甚至没有看清他是怎么来到面前的。他的瞳孔变成了金色，他没有看我，
而是在观察时间之刃。元素本源、极夜天幕和空间之力全部失效了。青苍的手正在压制我的天赋，这就是那个人做下4大战将的实力吗？青苍使出了全力，竟然无法将它移动分毫。时间之刃认主之前明明可以被拿起，如今连拥有力之大道的青苍都无法撼动，是认主后的变化，还是他本来就重得超出想象？有意思的蝼蚁，本座便饶你一命，带回去好好研究。他居然不准备杀我，所有天赋都用不了，只能再试一次万族战旋。这股压制明明弱的几乎不存在，为什么青苍会如此恐惧？你是仅仅一丝万族战策的力量，就让他松开了手。他在怕谁？曾经的人族，这份恐惧已经刻进了龙族血脉。现在倒像是我更可怕。不可能，不可能！这么弱小，一定不是。对，这是万族战策，不是万族总策。你得到了他们的传承，对不对？万族总策刚才错认的，应该就是这股力量真正的源头。该死！该死！你该死！恐惧消失了，他现在只想立刻抹除我。来了！第一次亲眼看着自己死后发生了什么，这感觉还真是说不上来的奇怪。该死！该死！该死！你已被万族战将青苍杀死，复制成功，恭喜获得 EX 级天赋，被赋予力之大道。成功了 ，EX 级天赋同样可以复制。EX 级天赋，力之大道。这是我获得的第2个 EX 级天赋，下一步计划可以开始了。今我将力之大道传于我儿，望我儿及其后代在力之意图越发精进，为人主再立战功。这不像天赋介绍，更像一封父亲留给儿子的家书。赋予者忠于人主，人主在曾经究竟是怎样的存在？苍君青苍，青苍会不会就是苍君的儿子？力之大道也来自苍君，没有依据，只能暂时作为猜测。2个被赋予的天赋都有共同点，介绍能够由赋予者的心思改写，能力也能被主动设限。至于天赋究竟如何被赋予，也许只有进入那座神秘宫殿才能知道。抛开这些秘密，力之大道的核心其实只有一句话：以万力养己力。你好，劳烦通报一声，告诉秋寻少校，苏木找他。稍等。苏老弟，我听说是你来的时候还有些不敢相信。邱大哥，以你少校的军衔，应该有权调动东部战区一部分兵力吧？我前段时间刚晋升中校，临时调动不得超过3000人，事后还必须上报调兵报告。不过你想让我调兵做什么？若拿不出合理理由，我不会拿兄弟们的性命开玩笑。邱大哥，你应该清楚，我有一些特殊的消息渠道。我知道，我得到消息，异族会在今天中午进攻纵云谷。什么？所以你的意思是希望我调兵过去守住纵云谷？不，相反，我希望你把纵云谷现有的守军全部调回。全部调回？如果继续让他们留在那里，伤亡会非常惨重。对我们这些士兵来说，没有不战先退的道理，但也没有必要做无谓的牺牲。这次进攻会出现2个8境异族，以及1名9剑异族。现在东部战区还有9剑武者坐镇吗？苏老弟，慎言，我东部战区不惧9剑武者，但也仅限于东部战区，对吗？纵云谷若真出现9境武者，那些士兵留下就是送死，至少可以减少无谓的牺牲。可将纵云谷拱手相让和纵云谷失守是不同的概念。我向你保证，纵云谷不会失守，甚至会是一场大捷。苏老弟，就如你说的办，就算纵云谷真的拱手相让了，若是能够救下那些人的命，自然是极好的。至于让出去的，我秋寻也会亲自将它拿回来。苏老弟，我秋寻所说的上刀山下火海并非虚言，你说的话我总是要信的，你让我帮的忙我总是要帮的。邱大哥，这份情我记下了，接下来就交给我吧。如今的纵云谷只剩下我一个人，可以放开手脚了。12点，阿莫雷斯和那头巨龙果然来了。阿姆伊斯，见过主人。起来吧。是，主人。把组员精血交给我。如果我没有记错，你说过，唤醒青苍的血越驳杂，力量越少，苏醒后的青苍就越难恢复到巅峰实力。不用苍族精血，改用足够驳杂的龙族血脉，让青苍无法恢复巅峰，再借助圣龙佩召唤龙圣。若能杀死青苍，自然是最好的结果。就算只能将青苍重伤，也能继续削弱万族，为人族争取更多时间。开始吧。遵命，主人。龙圣能否赶来，就看这一次了。
用的什么东西唤醒的本座？果然，他一苏醒就发现了血脉的问题。阿姆莱斯必须按照计划拖住他。战将大人恕罪，不是小人不想使用苍祖精血，实在是人族提前派出8境武者埋伏纵云谷，夺走精血，还将小人重伤。小人担心人族此后会派强者长期镇守此处，再也没有机会唤醒您。无奈之下，只能冒险强行启动仪式。废物，废物！知不知道，就凭你用驳杂血脉唤醒本座，本座便可以杀了你。战将大人，小人是雷霆神族少族长，我族供奉那位大人多年，小人对万族绝无二心，还请战将大人饶小人一命。你可知道，贸然用驳杂血脉唤醒本座，本座此次很可能无法恢复巅峰实力。若要彻底不恢复，便要等待主人再让本座沉睡100年。提到那个人之后，青苍的杀意减弱了。龙胜还没赶来，他一定被其他敌人拖住了。我身怀励志大道，绝不能在青苍面前暴露。再等片刻，龙胜一定能看到我传出的信息。来了。两人没有碎话，视线相撞的那一刻，战斗已经开始。阿姆雷斯，趁青苍被牵制，立刻返回万族。出来吧，他已经被本圣打成重伤，逃跑了。你这小子身上的秘密还真不少，说说吧，异族的战将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这件事说来话长，只是龙胜那个异族战将现在怎么样了？他若不立刻休养，就离死不远了。即便及时休养，几年之内也无法再次现身。若非他身上有些连本圣都看不破的手段，他今日就要交代在这里。至少目前看来，我的计划已经成功了。龙胜，事情是这样的，你的意思是？你意外得到万族战将在这里被唤醒的消息，所以特意干扰了他的唤醒，再唤本圣前来，尽可能重创他，削弱万族的实力。你能做到这一步，实在让本圣都有些汗颜。你可知方才那个战将是谁？唤醒时听到过，他叫青苍。不错，青苍，万族4大战将之一。几百年前，他一人独占我人族3大圣尊，最终1死2重伤，而他仅仅是身受重伤。万族4大战将每一个都与青苍相近，若真让他恢复巅峰，就算本圣遇上，也会相当棘手。苏木，你立了一个连本圣都感到惊叹的大功，可惜青苍身上有那个人留下的手段，否则今日本圣定将他彻底留下。你老师多次说你会是人族的希望，本圣原本仍在观察，但你一次又一次带来了惊喜。龙圣，您过誉了。把圣龙佩拿出来。圣龙佩的次数已经帮你充满了，日后你可随时换我，里面力量不够了，本圣再给你续上。龙圣，您不是说圣龙佩制造极为不易，3次力量用完之后它就会消散吗？制造确实不易，至于3次力量用完后会消散，只要在第3次用完之前续上就没事了。不过本圣和你说过吗？龙圣，您是感冒了吗？最近偶感风寒，偶感风寒。10境巅峰武者偶感风寒，别问了，问就是你老师还有你老师那位朋友教的。非说本圣这样的人得有些逼格，还得让你这样的年轻人多锻炼，多经历几次生死危机，所以本圣才会出此下策。龙圣，您和我老师的关系似乎很好。那是自然，本圣尚未成就圣尊时，曾带过你老师一段时间，他是我小队的一员。可惜，若非那件事，你老师如今至少已是9境后期，不会一直卡在9境前期。那件事情，这件事他没有告诉你，本圣也不多嘴，你自己去问他。是受了伤吗？那是一种连本圣也束手无策的东西，早已深入他的骨髓，也因此他的修为再难提升。当年我们寻遍医治之法，后来听说第13安全区有位医者，他的天赋确实有效，但以他的修为，至少要牺牲10个以上拥有同类天赋的人，才能彻底清除。你老师的性子你也清楚，为了治伤牺牲人族同胞，他绝不会答应。既然伤势主要只是阻断着修为，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如果有一个能不断替死、不会触发回档，又拥有幻生天赋的人，等等，苏木2号。苏木2号只是我的影子，就算被损毁，等待一段时间，我仍能重新召唤他。再配合幻生，苏木2号现在就能称得上一流的治疗者。说不准，他真的有机会治好老师的隐疾。那龙圣，您知道我老师现在在哪吗？这种事情本不该告诉你，不过你是他最看重的弟子，本圣便透露一些。他目前正在万族战场北部战场的乱尘海域，
正好我之后要前往北部战区，到时可以去见老师，试一试。此次获得的天赋大多重复，正好全部转化成天赋碎片，让空间之力再升一级。天赋升级完成，恭喜获得 SSS 级天赋空间本源。空间本源，操控空间本源之力。所有低于 SSS 级的空间类天赋、空间操控手段与空间类物品都将在空间本源面前俯首，可开辟容纳活物的移动空间，并将自身隐匿其中，化作一粒空间颗粒，游走于空间之中。这里的每一寸空间都由我掌控，距离、方向，甚至空间形态，都可以随着我的念头改变。不只是改变内部空间，我还能透过这枚空间粒子看见外界，并控制它在现实空间中移动。如果空间粒子能够进入空间裂缝，它会不会同样不惧里面的空间乱飙？果然，空间乱流伤不到空间粒子。那是什么？怎么和时间之刃那么像？时间之刃的碎片，精神力还是无法移动它。周围的空间乱流太强，我也不能直接离开空间粒子。我口内原本的时间之刃碎片，居然主动出来了。它还直接撕开了我的移动空间。这一次可以收进来了。先离开空间乱流，回到训练再仔细查看。融合之后，它已经不像普通碎片，更像一把残缺的战刃。仅凭意念，居然就能直接划破空间。是因为碎片变大以后，我与时间之刃的联系和掌控都变强了吗？完整的时间刀刃又会是什么样子？更大的时间刀刃或许真能代替石舟，将苍祖精血存入时间长河恢复。先收起来，接下来该去处理老师的事情了。苏上校，邱大哥，你这不是折晒我了吗？上下级这一套在外面也就罢了，私下里我还是叫你邱大哥，你还是叫我苏老弟，不然我以后可不来找你了。好，好，苏老弟，这次来找我可是有什么事？你小子无事不登三宝亭，哼，就不能是来喝点邱大哥的好茶吗？不瞒邱大哥，确实有事。我意外在万族战场得到一件东西，或许对你身上的伤势有所帮助。你看出来了？苏老弟，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试一试，怎么知道有没有用呢？既然苏老弟执意要试，那我便试上一试。不过我自己寻过不少办法，都以失败告终。待会儿即使失败，你也不用沮丧。邱大哥，把手套摘下，手伸出来。苏木2号发动幻生。怎么可能？有效，寂灭之力正在被苏木2号吸收，秋寻手上的能量裂纹也开始愈合。苏木2号已经到达极限，虽然暂时消散了，但秋寻体内近一半的寂灭之力也被带走了。再治疗一次，邱大哥应该就能彻底恢复。苏老弟，我本以为自己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没想到今日却被你救了下来。你对我的恩情我无以为报，以后只要有任何需要我秋寻的地方，知会一声，哪怕天涯海角，哪怕上刀山下火海，我也绝无二话。邱大哥，你这就太客气了，快起来。不管怎么说，你确实救了我一命，这是我多年积攒的资源，请你收下。这些资源得来不易，我不能要。你若不收，我于心难安。好，我收下。但1个月内，我还要再为你治疗一次，彻底解除后患。只要你需要，我一定在最短时间赶到。第2次幻生开始。残余的寂灭之力已经彻底清除，我也时候前往北部战区了。邱大哥，保重。姜老师，您真的又回到万族战场了。姜老师，真没想到能在北部战区遇见您。苏木，苏上校，我真没想到你已经成长到了这个地步。您叫我苏木或者小木就好，千万别叫苏上校。一个上等兵居然是上校的老师，说出去连我的队友都不信。姜老师，我真正佩服的是，您明明可以安稳生活，却还是回到了战场。后方太安逸了，我还是怀念和兄弟们一起面对异族的日子。以后遇到任何麻烦，尽管来找我。能有你这样的学生，我这半辈子就没白教。
苏上校，这里有一份遗物需要您签收。遗物？谁的？您的高中老师江河柳。半个月前才见过，为什么他的遗物会交给我？书、衣服、资源卡、资源令牌，还有一本日记。明天就要觉醒赋了，老天保佑，让我觉醒一个 S 级天赋吧。为什么只是1级？我已经那么努力，难道连武道大学也考不上吗？我一定要多杀一族，建功立业，回去迎娶嫣儿。嫣儿结婚了，祝福你。瑶美，对不起，孩子出生时我不能陪在你身边，我一定给你们最好的生活。我退伍了，却连你最后一面都没见到，我一定会带大我们的儿子。该死的万族！儿子，你怎么忍心把爸爸一个人留在这个世上？我班上出现了一个天才学生，叫苏木。带完这一届，我也该回战场了。这次我的目标很奇怪，我去儿子，瑶妹，再来一次我的梦里好吗？江老师，江河流死了，在万族战场上，这本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他是我认识的人，我会伤感，也不能忽略他最后留下的线索。那只异族现出了多种天赋，会是类似元素本源的复合能力吗？不对，江老师当了多年教师，如果只是复合能力，他应该能够判断出来。也可能是一个天赋展现出差异极大的功能，甚至被其他天赋改造过。如果他与我要找的第4个天赋有关，我就必须查下去。只为救江老师，我不会回答。这个选择很残酷，但我必须克制。可若其他出事情迫使我回答，我不介意顺手把江老师救下来。前3条路线没有任何战斗痕迹，只剩最后2条。等等，这里有战斗痕迹。这些是人骨，死亡时间与江老师的小队基本符合，12到20人，还有第1723号小队的身份徽章。骨头上只有风元素攻击痕迹，第一种推测可以排除了。这里曾经生过火，他们可能守在这里，等待那只奇怪异族出现。没有巢穴，也没有异族长期活动的痕迹。我的推断错了吗？血肉会被吃掉，可他们的武器和战甲为什么也全部消失了？原来如此，还真是小看了你。给我出来！哼，来得正好。倒是挺聪明的，难怪只有一境巅峰，却能屠了江老师他们整队，却能够开辟空间躲藏，绝不正常。黑影猫族变异，一境巅峰 ，S 级封神 ，SS 级空间之力，均为被赋予天赋。除了清仓和那道神秘光影，我从未见过这种被赋予的天赋。你的天赋是怎么得来的？不知道，那就去死吧。你敢跑，我就杀了你。这片空间能容纳活物，能量也远比外界充沛。武境后期的我，在这里修炼都能快上几分。可这件空间宝物，与他获得的2个天赋有什么关系？特定时间，小球发光，随后出现一道门，天赋就在门后。那道门里面是什么？宫殿，原来他进入过那座神秘宫殿。这枚小球，很可能就是开启那座宫殿的钥匙。上一次宫殿出现时是什么时候？行了，我知道了。15天，你妹呀！30次回荡。那江老师，我就不送你了，你慢走。江老师，怎么了，苏木？有什么事吗？江老师，人族一定会胜利的。一定会的。江老师的事暂时结束了，接下来该去找那只黑影猫。珠子已经随着会长消失，但黑影猫一定还会回到这里。他把这里当作栖息地，又始终没有离开，宫殿入口必然就在附近。
他手里拿着他的就是那枚珠子。黑影猫族一境前期 B 级天赋，风系操控。还没有进入宫殿，他的实力、智慧和天赋都很普通。一境千期和一境巅峰，在我面前没有区别。珠子在发热，而且越靠近这里，光芒就越强。光点出现之前，我的空间本源没有感应到任何异常。这莫非就是曾经人族的手段？光点正在扩大，已经足以容纳一个人通过。风格相似，但规模更小，也更加破败。风格相似，但规模更小，也更加破败。宫殿外没有守卫，只有正前方这一座潜水池。这池水只让我吸入一口气，竟然就能引起灵魂颤动。莫非这池水对灵魂有莫大的好处？水元素没有反应，这些灰色液体不是水吗？如果其中蕴含着强大的灵魂力量，水元素无法操控就说得通了。连力之大道都无法撼动，要么灵魂力量高于所有天赋，要么它就是人主之力。如果猜想成立，死后复制背后的无尽灵魂，岂不是无尽的人主之力？所有天赋都没有作用，那就只能直接合了。看着不太雅观，倒像是它原本就该这样被吸收。我的灵魂力量竟然一口气提升了这么多，灵魂再强一些，我就能让时间招刃承载苍祖精血进入时间长河。可惜池水太少，黑影猫能承载2个天赋，应该就是因为喝过这种池水。2个被赋予的天赋，应该就藏在这座宫殿里面。中央石柱，两侧各有一扇大门，先从左边开始。这里原本是武器和天材地宝的储藏物，可惜大部分都被时间化成了灰烬。发现数件 SSS 级武器，其中一柄长剑名为离红。离红，愿意认我为主吗？其他武器无法用剑语者收服，那就交给冰主操控。这把弓名为射星，通体漆黑，却没有弓弦。拉弓时以灵液凝成弓弦，没有箭时也能吸收能量自行成箭。离红、夜幕和宁渊都可以充当箭矢。时间之刃更加合适，可惜我并不擅长弓箭。以后可以向钟祥学长请教，先确认这里没有遗漏。另一间房里，为什么全部都是墓碑？这些一定记载着曾经人族的信息，可我一个字也看不懂。我的灵魂在颤动，这些陌生符号正在变得可以理解。12君侯座下108位，空幽参上。12君侯108位，空幽只是其中一名，为什么？这座灵宫属于空幽，而苍君很可能就是12君侯之一。那座更宏伟的宫殿，还有神秘光影和万族战路，难道就是苍君灵宫？墓碑腐蚀严重，只能从剩下的只言片语拼出古人族的信息。他们在执行某件事情之前留下灵宫，用来传承力量，也作为自己的陵墓。108位的灵宫飘荡在空间中，只有灵珠能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捕捉它。难怪我的空间本源此前什么也感应不到。12君侯的灵宫隐藏在同一处特殊空间，外面还有神秘光影负责考核。12君侯的天赋很可能全部达到 EX 级。青苍身上的力之大道，说不定就是从某座君侯灵宫得到的。万族一定要占据蓝星，赶尽杀绝。或许不只是因为忌惮人族，他们真正想要的，还有古人族留下的这些传承。青苍见到类似万族总策的力量时如此恐惧，说明万族早就在搜集传承。万年前，万族占据了蓝星大部分土地，人族后来夺回的区域只是少数。这1万年里，万族究竟开启了多少灵宫，又拿走了多少东西？108位的灵宫不限制种族，但12君侯的灵宫会筛选血脉和种族。12君侯中有1半是人族，他们的传承异族无法直接获得。等等，只有人族能够继承，所以万族一定会让受控制的人族进去。他们会先给那些人一个无法背叛的限制。神仆计划
神仆计划已经出现成功者，难道已经有人替万族取得了人族君后的传承？如果万族彻底消化这些传承，人族还拿什么反抗？不，还有希望。我不能现在就认定人族必败。人主灵宫要等12君后灵宫全部开启才会现世，而苍君灵宫还没有开启。未来的我知道这些吗？夏宴日记会不会留下答案？灵珠果然和这个凹槽完全吻合。这道黑甲渊印难道就是空幽留下的传承意志？牵引的是我的灵魂。这种赋予他人天赋的能力同样来自人主。原本的是母天赋，被赋予出去的则是能力有所缩减的子天赋。励志大道赋予次数较少，所以仍是 EX 级。万族战乐经历多次赋予，已经缩减为 SS 级。母天赋可以限制甚至收回子天赋，但若子天赋能够进化成母天赋，我的励志大道还能否被清仓压制？我的身体还在石柱外，进入这片空间的只有灵魂。洗魂水能够洗去灵魂上的原有天赋，为接受被赋予的天赋腾出位置。5份传承，3个 SSS 级，1个 SS 级，还有1个 S 级。黑影猫只能承受空间之力和封神，我已有3个天赋，只剩极战空间与幽冥之力。空幽留下的2个 SS 级天赋，我收下了。极战空间能将不高于自身3个大境界的目标拉入1对1战场，内部无法打破屏障。如果早有这个天赋，我只要困住清仓，再让他亲手杀死我。幽冥之力能够抵御并压制精神攻击，同时强化肉身，让我更接近承受神秘光影3次攻击。灵魂回到身体，石柱中的传承已经结束了。2个 SS 级天赋，再加上古人族的秘密，这次收获足够多了。苍君灵宫还缺8枚灵珠，万族手中一定有。先离开这里，剩下的8枚灵珠，总有一天会全部找到。黑影猫的天赋不是我要找的那一个，第4个天赋还在北部战区。1个月过去，气血终于再次踏入5境巅峰。苏上校，刚刚最新消息已经确认，左上尉失踪了。什么情况？和我说清楚，我大师兄怎么会失踪？我一直按您的吩咐关注左上尉，就在昨天，他的信息突然更新，确认失踪。失踪的判断来自刘希石，他的信息消失多久了？具体情况查不到，我没有接触资格。刘希石能区分死亡与失踪，看来大师兄现在可能还活着。谢谢苏上校，辛苦了，这是给你的报酬。早就听过你的名字，今天终于见到本人了。你也是大夏人？我叫林野，来自大夏第28安全区。我想知道左峰现在的情况，还有他失踪前参与了什么。他目前还活着，其余消息受严格保密，我也无法全部了解。还活着就好，但能被这样封锁的消息绝不会简单。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你一定要问，我可以带你去见负责这件事的蛮虎，但他不太好说话。带我去。我说过了，不是左峰的亲人，谁都别想打听，消息不能说就是不能说。蛮虎愿意见你，你进去吧。只是替我传句话，就对林野下手，拿着，先处理一下。你不是左峰的亲人，没有资格打听他的事情，你同样不能知道。还有，进门连一句招呼都没有，你把这里当什么地方？大师兄的情况，我今天一定要弄清楚。蛮虎先生，刚才失礼了。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只要我的身份权限足够，你就会把左峰的全部消息交给。不错，哈哈哈哈哈！只要身份级别足够，你一句话，我马上把所有资料送到你面前。规矩就是规矩，身份只要比我高，别说拿资料，就算当面扇我一巴掌，我也得陪着笑脸。看来你真的很看重身份和规矩。好，希望你记得刚才说过的话。我当然记得，年轻人，多谢提醒。路未必是好事，想走到我这一步也没那么容易。你的心意我领了，可这点伤很快就会好，用不上这么贵重的药，收下吧。你是因为我的事才受伤，脸还痛吗？你别太怪蛮虎，他一直这样，偶尔认规矩，我没事人不坏。这口气我会替你还回去。既然我的身份不够，我就找一位身份足够的朋友过来。你的朋友能够查看这种消息，很快你就知道了。蛮虎只认身份，那就换一个他无法拒绝的身份。慕容书先生，身份确认，最高研究权限通行。啊，慕容先生，真的是慕容先生。不知道慕容先生突然到来，没能提前迎接，还请见谅。不用麻烦，
我受一位朋友所托，想了解左峰目前的情况，还有他失踪前参与的全部事情。了解完我就离开。怎么，我也没有查看这些消息的资格？怎么会？您的身份足以查看这里所有资料。满虎，立刻带慕容先生过去。慕容先生，请稍等片刻，我马上把您需要的全部资料送来。越详细越好。果然只是换了一个身份，一切就完全不同了。能找到的全部消息都在这里，一份也没有遗漏。很好。慕容先生，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没什么，只是替一位朋友出口气。你刚才说过自己不会介意，你先出去吧。你有需要随时叫我。这个身份出现的太巧，之后必须回档消除痕迹。好在我要的只是能够记住的情报。虽然用掉一次回堂，但左峰的全部消息已经记住，值得。等别人组织救援太慢，幽冥之力和改头换面，正好能让我直接进去找人。改头换面启动。外貌可以被怀疑，但真正的幽冥之力足以打消所有怀疑。日夜不停赶路半个月，北幽冥域终于到了。这里你有没有太阳？连土地都浸透幽冥之力，寻常种族很难适应。精神力量在这里会被大幅压制，幽冥魔族却能发挥出全部实力。恭迎大人入城。真正的幽冥之力，就是最可靠的身份。越强大的种族，越接近人形，但他们依旧会保留明显的种族特征。那座最大的建筑，应该就是城主府。明月莎原本只是幽仆族中一个颇有艳名的女人。幽武替他夺下了明华城，每隔几日都会前来私会，下一次大概就在2日后。我知道了，那就在这里大闹一场，用万族战略收集幽仆族的血脉，然后用血脉之力让明月莎为我所用。影仆1号、2号、3号都出来吧，各守一方，不要放走任何人。众生平等启动。光照打不开，外面还有影子。太迟了，万族战策启动，开始收集幽仆族血脉之力。你是什么人？下一次再谈。众生平等，莫非是近段神族想在北幽冥域作乱？你是何人？敢在本地的北幽冥域作乱，那便去死！来吧。你已被幽冥魔族幽冥魔帝杀死。复制成功的 SS 级天赋领域之心，领域范围内拥有者实力100倍提升，并可感知影响天气与地形。3成，足够让明月莎臣服了。走过10几次，这里的路线早已记熟。谁啊？是小禅吗？不是让你午休时不要进来吗？什么人？找死！别急。明月莎，见过主人。起来，我要取代北冥王世子。月莎一定全力帮助主人。幽武2、3日后便会来。幽武的实力和天赋呢？幽武是7境巅峰，天赋是 S 级幽冥神童，他能帮助幽武看清对手的行动，也可以掌控部分幽冥之力。他身上还有什么保命手段？北冥王在他身上留下了感应手段，幽武一死，北冥王立刻便会知道幽武还有幽冥魔帝的信物，遇到危险便能召来幽冥魔帝。除了这些，幽武身边还有没有强者？还有一名实力至少达到8境的老仆，除非幽武与我独处，否则那名老仆始终不会离开他的视线。听起来他不像是在保护幽武，更像是在监视他。应该与幽武之前遇刺有关。北冥王是幽冥魔帝的弟弟，身份十分特殊。众生平等和极战空间无法同时生效，只要幽武引动信物，幽冥魔帝就会立刻出现。既然不能杀，那就让他臣服。幽武与你独处时，那名老奴会在哪里？他一般守在门外不远处，既看不到房内，又能在第一时间赶到。月莎宝贝，我可想死你了。世子，房内没有异常。世子，老奴在外帮您望风。知道了。月莎。世子，你是谁？你已被幽冥魔族老仆杀死，复制成功，恭喜获得 S 级天赋幽冥鬼爪。主人，做噩梦了吗？主人要是不嫌弃，
月莎可以服侍您休息。不必了，你先下去。深蓝，继续学习，下一次回岛仍旧先杀幽武。主人，小声，不要惊动门外的人。接下来按我说的做，把纸上的内容全部记住。主人放心，我已经记住了。走吧，李老。是世子。直接回府。恭迎世子回城。主人，已经到了，在北冥王府里面，黎叔不会跟着我。2个多月前，确实有几名新晋城主前往幽冥城拜会幽冥魔帝。是这样子的，主人。那神仆计划呢？你能了解更多情况吗？还有神迷计划，你知道多少？抱歉，主人，这些我并不清楚。不过我可以去问父王。我忽然想起一件事，父王好像在3天前闭关了。3天前闭关？是啊，主人。前段时间父王还说要去幽冥城办一件大事，一直都在准备。可3天前他忽然宣布闭关。主人可能不清楚，父王已经很久没有闭关了。自我记事以来，我从未见过他闭关。有了感悟，突然闭关不是很正常吗？他闭关了，你就不能去请示他吗？我看你父王应该很宠爱你。不瞒主人，我感觉父王并不重视我。何出此言？我总觉得父王让李老保护我，并不是因为我是他的儿子。之前我遇刺重伤，在床上躺了1个多月，父王每日派魔医来，却从未看过我一次。等我痊愈，他只留下保护手段，再把李老安排在我身边，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你父王准备的大事，会不会就是神仆计划？我不能确定，但父王提到过，等这件事结束后，他和魔都要消失一段时间。消失一段时间？这件事或许确实与神仆计划有关。你先去一趟幽冥城。是，主人。老奴随行。李老，我要去幽冥城。世子驾到，开启城门。幽冥城已到。究竟是谁拨动了时间？大人，世子带到了。父王，孩儿知错了。错？孩儿不该没有向您禀报就私自前往幽冥城。起来吧，本王找你不是因为这个。父王，您吓我一大跳。是本王平日对你关心不够，本王刚刚闭关出来，有些想你罢了。想我？怎么，很惊讶？只是有些受宠若惊，我还是第一次听您说这样的话。看来本王平日对你冷淡了些，不过一个父亲想自己的儿子也是正常的事情。那自然是好的。今日无事，不妨我们父子出去走一走。父亲，我总觉得魔帝看我的眼神有些不对劲。我倒没想到你的感觉还算敏锐。父王，你也这么觉得？你以为他给你的信物真的只是为了保你安全吗？他的目的不过是用你来钳制本王。那件信物可以救你，同样也可以杀你。如果他真的想杀你，本王也拦不住。况且你的生死，本王其实并不在意。父王，有些事情本不该和你说，不过今日本王高兴，便多说一些。你真以为多年前那次刺杀，是旁人想杀你吗？你一个没什么本事的废物，谁会费心去杀你？那场刺杀是本王安排的，幽冥需要本王有一个软肋，至少是明面上的软肋，所以本王就给了他。自你遇刺之后，本王故意表现得极其关心你，请来魔医，还向幽冥求来保命信物。为此，本王送出了一部分城池，算是给幽冥的一个破绽。其实你也的确算是本王的一个破绽。本王年岁将近，北冥王的位置或许真会由你来做，但本王不在乎继位者是谁，也不在乎是不是本王的血脉。父王，您为什么又和我说这些？本王愿意，你就是破绽；本王不愿意，你便什么也不剩。为什么？因为今天本王似乎找到了那件一直在找的东西。找到你了。北冥王石境前期 SS1级天赋石庭。空间正在崩塌，必须立刻出去。是了，是他的味道，是他的味道。奇怪，你绝不可能是幽冥魔族，难道你和之前那个人族一样，用特殊手段改变了样貌？有意思，居然连本王都看不透你。你该不会是人族派来营救之前那个人族的吧？不过你身上的秘密比他更多，价值也更高。让你来救人，要么是你自作主张，要么就是人族太过愚蠢。
本王觉得应该是前者。看来是了。本王就说，幽冥魔族中除了本王，怎么可能会有第二个人窥探他的力量？本王那个废物儿子，平日让他去幽冥城都不去，又怎会突然主动前往？不过也多亏了他，不然本王还真没办法把你一路引到这里。不用紧张，本王将你带到这里，只是想找本王一直在找的他。你的天赋应该与时间有关吧？你究竟想要干什么？年轻人还是太急了些。本王刚刚就在想，那个废物儿子为何会突然帮助一个人族？就算他没看出你的身份，以他的性格，也不会无缘无故帮助幽冥魔族。更奇怪的是，他对你的在意甚至超过了他自己。他从前从未有过这种情况，就算是明花城的那个女人，也不过是他最近的玩物。可他对你的态度太不寻常了。这种情形，本王曾在时间神族的古籍中见过。本王想想，那股力量好像叫……对了，万族战策，对吧？看来没错了。曾经的人族真是了不起，不仅创造出只有人族能使用，还能驱将压迫我们圣族的力量，甚至把它传承了下来。这么来，你身上应该不止一个天赋。据本王所知，万族战乐想驱作圣族，必须斩杀足够多的同一种族，才能借助其血脉力量驱作其他族人。你能驱作幽武，想必应该杀了不少幽冥魔族。可如此规模的屠杀，幽冥那边不可能毫无反应。他虽然愚蠢，却没有愚蠢到这种地步。那么问题应该出在你身上。你拥有时间的力量，对吗？是什么让你在没有屠杀大量幽冥魔族的情况下，依然能够驱止幽武？如万族战策的使用方式没有问题，那本王只能做出一个大胆的猜测。你不是没杀，而是已经杀过了。或者换一种说法，在时间长河的某一处，你杀了他们，然后带着万族战策回到了尚未杀死他们的那一刻。不知道本王有没有猜对？他能干涉时间，死在他手里，我还能顺利回档吗？不试试吗？如你所愿。今日本王高兴，怎么也得给你这个小辈展示一下。不是速度，刚才那一瞬，时间停止了。再来。怎么，很熟悉的力量吗？本王很好奇，你为什么一点也不惊讶，就好像早就知道了本王的能力一样。怎么，这世上莫非只有北冥王你一个人能够洞察一切不成？自然不是。很好，你比一些人族要有趣得多。不过本王可没有太多时间继续陪小孩子玩耍了，差不多了。今日便是本王窥见他的日子了。他能感知我的灵魂，却还没有真正看见我。他在用我的身体布置什么？以己身为炉，锁。这个光照能够触碰灵魂，我被困住了。没有刻度，只有一根静止的指针。死亡回道开始了，周围并未真正静止，那根指针动了。3000的回道拨动了怀表，他从那时就已经发现了我。死亡回板的牵引力正在撞击光照，这些波纹正在把时间的力量送给北冥王。果然是这样吗？他借我的回档挣脱了时间静止。他取出了怀表的指针，他要做什么？他杀了自己。为什么你的灵魂会是这样？即便你进入过再多灵宫，喝过再多洗魂水，也不可能凝实到这种程度。本王喝过的洗魂水只多不少，却从未出现这种变化。洗魂水，原来灵宫外那些灰色池水，是洗去无数天赋后积累的灵魂力量。光照快要碎了，他想在回档开始前抓住我。你的灵魂虽然特殊，可你现在能够动用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放开我！他用自己的时间力量，把2道灵魂和死亡回斗的牵引绑在了一起。是了，3种力量，一定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只要得到这3种力量，就能真正掌控时间。死亡回档代表过去，时停代表现在，那么未来的力量究竟是什么？时间长河出现了，这就是时间长河。时间神族都难以窥的时间长河，终于被本王找到了。他的灵魂力量远胜于我，却没有我的灵魂凝实。在这里，我并非毫无胜算，还差一种力量。他在改变回宝轨迹，溯流而上是回到过去，顺流而下就是前往未来。
死亡回宝正在把我们推回上游，他无法带我前往未来。石庭，他冻结的不是河面，而是这一段时间长河。我们也被封在冰层中，若解除石屏，长河便会重新流动。那根指针藏在他的灵魂里，而且能够破开被冻结的时间。时针快撑不住了，现在连我也脱离了冰层。指针断了，他再次用时间力量把我们锁在一起。前面不是河水，未来的时间长河全部被厚厚的冰层塞满了。未来被彻底冻结了，究竟是谁冻结了未来？这不是北冥王冻结的，整条未来怎么会这样？早已被另一股力量封死。冰还是冰，这究竟冻结了多少年的未来？时间长河继续流动，原来未来的我早已把未来冻结。不可能，不可能！怎么可能有人做到这种程度？能冻结整段未来的我，为何还是没能阻止人族灭亡？现在的我，真的能够改变结局吗？既然未来的力量找不到了，本王就先拿了你的力量。洗魂水，他早已准备在灵魂状态下夺取我的力量。时间之刃，出来！你有准备，我也不是任你宰割。哼哼。时间长河上竟然还有第三个人，这道气息为什么如此熟悉？死。我叫苏木，当你见到我的时候，我已经死了。未来的自己人，惊讶吗？现在这个时间，你应该也将那本日记本翻开好几页了吧？说惊讶，也是有的吧。我没想过会在这里遇见你。你惊讶也是正常的。说实话，若不是看到了你会有无数次死在这北冥王的手中，我也不会费尽心机，在冻结时间长河的时候留下这么一个手段。但是过去的我，你是我最后的希望，是我失去这一切之前最后的念想。你不能死，你是未来唯一的变数，是人族唯一的希望。这丝力量在抹除北年王之后就所剩无几了，所以我能够告诉你的也就很少了。正如我在日记本中所说的一样，有些时候知道的太多并不是好事。改变未来需要未知，不然我的冻结将失去意义。明明我就是你，你也就是我，但是此刻我却也清楚，你不是我，我也不是你。你是回档了吗？你一定是好奇我是不是回档了吧？其实是也不是，有些事情并非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若非是实在没有办法，我也不会选择做到这一步。从我踏出这一步的时候，就注定了你会走上和我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我知道你还有很多疑问，但是这些疑问就轮不上我来给你解答了。日记柄会告诉你一切，纵使是我也无法看透所有的结局，所以我不能告诉你太多。感情你就是啥都没说呗。谁说我啥都没说了？我留下的力量刚刚才帮你解决北冥王，回头你还能够顺当获得一个北冥王的天赋，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过去的自己啊，北冥王所理解的是错的，记住这句话，会让你少走很多的弯路。好了，到此为止了，期待我们的下一次见面。带上那北冥王的东西，他要来了。下一次见面吗？你一定很辛苦吧？这句话应该问你自己。丁，你已被幽冥魔族北冥王杀死，复制成功，恭喜获得 SSS 级天赋石庭。主人，您怎么了？没什么。对了，你父王一般在哪里闭关？虽说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父王闭关，不过这次我听李老说过，父王闭关的地点就在王府深处的密室。若我实在有急事，可以前往那里寻他。你去那里一趟。世子，王爷正在闭关，吩咐过不让任何人打扰。那麻烦李老等父王出来的时候和我说一声。知道了，世子。
北冥王果然已经彻底消失了。按照原本的时间节点，他此刻应该就在这里闭关。北冥王已经死了，那么幽武能否取代他的位置？先验证一件事。来人，把幽武带来。主人，居然是您！我现在问你一件事情，你如实回答我。主人，您请说。你还记得你的父王吗？记得啊，主人。怎么了吗？你还记得3天前离开北冥王府时，你父王在做什么吗？当时我先去给父王请安，他正在后院钓鱼，还钓到了一只只有一只眼睛的黑鱼。你父王手下除了李老，还有与他修为相当的强者吗？应该没有了。李老的修为和我父王一样，王府中没有第二个。1个时辰后，让李老带上王府所有幽冥魔族，前往北幽冥域边缘的冥寒渊，就说你父王有任务安排。是，主人。王爷，幽冥魔帝派人过来了。等了半个多月，终于来了。见过北冥王大人。北冥王大人，魔帝大人让请您和世子前往幽冥城，说是有事相商。魔帝大人还提醒您，让您一定不要忘记将东西带上。东西，莫非和神仆计划有关？本王知道了，你回去吧。是。北冥王留下的东西都在我手里，真需要什么，到了再拿。李老，老奴在。把幽武带来，准备好前往幽冥城的车辇。是。幽北，你来了。幽武，本帝和你父王有要事相商，你先下去吧。是。幽武还是那么怕你啊？随本帝来吧。只有幽冥魔帝才能打开幽冥魔域。这座监狱比我想象中更深，人族足足有几十人。那双眼睛是大师兄左峰。大师兄，撑住！每日这个时候，这些人族肉瓕就要在旁边的幽池浸泡3个时辰。趁着这段时间，你就将此处的锁魂阵布置好吧。锁魂阵，原来魔帝说的东西，就是布置锁魂阵不可或缺的锁魂石。布这种程度的锁魂阵，只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来人！最强9境中期，最弱也有8境后期。有了这块令牌，你便可随意进出幽冥魔域。期间若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差遣他们。锁魂阵需要半个月，先按原样布置，不能现在动手脚。东侧一个，南侧一个，他们没有离开，只是藏进了阴影。魔帝不信任北冥王，现在不能轻举妄动，先静观其变，等他带我找到真正的神仆计划和君侯灵宫。北冥王大人，小人送您出去。北冥王大人，魔帝给您的令牌可以随意进出幽冥魔域，明日此时您用令牌便可自行进入，我等不能离开，只能送您到这里。申梦已经骗过他，我从未真正离开幽冥魔域，先确认巡逻规律，再接触大师兄。东侧和南侧各有1名守卫，位置没有变化。大师兄没有求饶，也没有背叛，他还在坚持。换岗了，没有出现什么异样吧？没有，一切正常。就是现在。你是北冥王？这里是哪里？你想干什么？本王想干什么，还不至于向你交代吧？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苏木这个名字？北冥王，你莫名其妙提一个我从没听过的名字，究竟想干什么？老师不会拿这件事骗我，大师兄在故意。不认识啊？那太可惜了。前段时间，本王在北冥城抓到一个名叫苏木的人族，他好像就是专程来救你的。堂堂北冥王也用这种小伎俩，若真是人族，你们怎么会不把他送到这里？嘴上说不认识，却已经握紧。你说的对，他已经被本王杀了。临死前，他还求本王放过你，可惜作为师兄，你居然不认识他。你该死！苏师弟，是师兄害了你。本王给你一个机会，若是你能让本王受伤，本王就……藏风拳，他从进入空间的那一刻，
就已经开始蓄力了。你已被人族强者左峰杀死，复制成功，恭喜获得 ASS 级天赋无音。总算拿到手了。早知道大师兄一直在暗中蓄力，我何必费这么多口舌？你是苏师弟。果然，大师兄不但知道我的名字，也见过我的样貌。你究竟是谁？你想干什么？这里是哪里？我不是还在玉窟里吗？大师兄，真的是我。你要是不相信，这是叶书的叶幕，你应该认识。我们的老师叫什么？张浩。老师有几个徒弟？加上我一共4个。老师平时为人怎么样？大多数时候还算品德高尚吧。老师用过的招数里，哪一个让你印象最深？向日葵。苏师弟，大师兄。等等，小师弟，刚才那个北冥王，真是你假扮的？大师兄，我不可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我这次来，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把你救出去。我出不出去先放在一边，当务之急是想办法阻止幽冥魔族的神仆计划。关于这一点，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所谓神仆计划，其中一个环节应该是将异族的灵魂转移到人族人之中。将异族的灵魂转移到我们人族的肉身中。灵魂、肉身。灵魂承载意识、记忆与天赋，肉身则是灵魂停留的容器，二者并非永远无法分离。幽冥魔帝没必要专门用幽池折磨你们，他真正想改变的是你们的身体。后来他让我布置锁魂阵，我才将这些线索联系起来。每次离开幽池，你的肉身都会更强，也会留下少量幽冥之力。你应该已经发现了。是这样，这一切可能都是为了让异族灵魂更容易进入并控制你们的身体。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关于目的，我知道一些，但解释起来很麻烦。等救你出去以后，我再详细告诉你。好。除此之外，他们也可能借这种偷梁换柱的方式，冒充你们潜入人族内部。苏师弟，如果我的身体真被异族侵占，你一定要立刻杀了我，绝不能让他借着我的身份回到人族。大师兄，你放心，有我在，我一定会保你无虞。接下来1个月，你可能还要承受幽池的痛苦，你只要活下去，其余的交给我。好，苏师弟。大师兄，你连我的计划都不知道，就这么同意了？只要确定是你，就够了。老师交代过，你的事情不要问，就算猜到什么也不要说。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好什么。我信老师，自然也信你。那接下来就辛苦大师兄了，我先把你送回去。苏师弟，若不可得，放弃也无妨。我的处境算不得什么，你若走错一步，才是真的万劫不复。一定要小心。我会的，保护好自己。我只能确保救下大师兄，其他人能否坚持到计划开始，只能看他们自己。用来替换人族的幽冥魔族必然经过严格筛选，我要在1个月内找到他们。让幽武过来。父王，您找我。1个月内，我一边完成锁魂阵，一边暗中替大师兄化解幽冥之力。北冥王大人，魔帝大人让我请您过去。幽北，你来了。他们就是被选来替换人族的幽冥魔族。既然你也到了，那么便开始吧。幽北，到你了。第1个幽冥魔族进入阵法，他要主动释放自己的灵魂。以己身为炉，锁。幽北，你怎么了？来人，叫幽武过来。开始吧。魔帝大人，幽武斗胆，也想试试。幽武，这件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一不小心便会送命。你若出了问题，本帝如何向你父王交代？魔帝大人，我已经想明白了。这些年我只顾玩乐，从未为族中做过什么。如今有这个机会，我想试一试。年轻人既然想做些事情，就由他吧。若是成功，
幽武也能得到不少好处。过段时间，本王可能要离开北幽冥域，北冥王府也该让幽武开始接手了。你要走？我找到了一些与那件东西有关的信息。既然如此，幽武，你便试一试。来人，先带幽武去做记录。魔帝大人，前2个人族都没能成功，幽武自认灵魂强度更高，这个人族不妨让我先试。既然如此，你便试一试。我一定不辜负魔帝大人和父王的期望。该死的异族，你们对我做了什么？见过父王。幽北，你带着幽武先回去休息，适应这具人族身体。3天后，本地派人去找你们。是。恭喜大师兄，终于逃出来了。大师兄，你暂时以幽武的身份行走，回到北冥王府便能放松一些，那里基本都是我的人。都是你的人？那北冥王他……放心，今后出现的北冥王只会是我。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大师兄，我们除了救你，还要破坏异族的神仆计划。之前说过，我知道神仆计划的一些目的。古人族留下了君侯灵弓，灵珠是开启传承的关键。异族想借人族身体通过血脉筛选，夺走其中的传承。所以置换灵魂是为了筛选能进入人族君侯灵宫的人。幽冥魔帝会让我进去？目前只是推测，要等他的人过来才能确认。若一切顺利，大师兄会得到莫大的好处。小师弟，这好处不该是我的，而该是你的。你既然能改变容貌，就装成我的样子，代替我进入君侯灵宫。你救了我，我不能再拿走本该属于你的机缘。大师兄，关于这件事，我自有安排。李老，放出消息，北冥王已经离开王府，外出寻找东西去了。是。幽武是此。敢问北冥王大人去了哪里？父王有急事离开了王府，临走前让我配合魔帝大人，王府暂时由我接管，有什么事直接告诉我。小师弟，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听说你父王去找那件东西了？是的，魔帝大人。如今得到消息，急着离开也正常。接下来的事情便由本帝告诉你。魔帝大人，接下来我该怎么做？难道要一直待在这具人族身体里？怎么，你还留恋原来的身体？谈不上留恋，只是人族寿命短暂，身体又弱，自然不如原来的身体。4大战将中，除了青苍，其余3位都是圣路最终圣者，也因此得到那位大人的赏识。幽武，只要你成为最终圣者，便能将幽冥魔族带上新的高度。魔帝大人，您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随本帝来吧。现如今9位候选人都已经就绪，本帝也为你构建好了通往圣路的圣路之门。魔帝大人，此番走完圣路，大概要花费多少时间？最多半个月。这枚灵珠会出现在灵魂之路的尽头，最终圣者会在9枚灵珠的指引下进入君侯灵宫。此番进入圣路，本帝帮不了你太多，只能提醒你一定小心。圣路之上没有朋友，只有敌人，这是一个赢家通吃的游戏。你胜了便是少族主，你若败了……知道了，魔帝大人。进去吧。众生平等，而我在众生之上。寻宝天簪失效了，怎么回事？
谁？幽冥魔族。不要紧张，我和你们少族长阿莫莱斯是好友，在这肉一之路甚至路上，你算不着我的强敌。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暂时联手，在进入下一道考验前，先解决最棘手的圣魂仙族。你真的和我们少族长认识？那是自然。阿莫莱斯近况如何？我叫阿卡亚，少族长回去后受到长老会制裁，但族长力保，他只被关入罪衙禁闭1年，清仓也已经闭关养伤。丁，你已被雷霆神族阿卡亚杀死，复制成功，恭喜获得 SS 级天赋紫霄神雷。果然，复制认的是灵魂。又是一个不自量力的家伙，正好省得我去找。今日就将你一起解决了吧。生命力倒是挺顽强。幽冥之力，万剑归宗，元素力量，究竟是什么人？中，还真射中了，难道老子真的是个天才？终于来了吗？能看清我，倒有几分本事。看得太深，可是会伤到灵魂的。灵魂攻击，不可能啊！按理来说，只要是6境以上的武者，都没这么容易被圣魂中震得灵魂脱离肉体啊！这一次送来的圣族，不是无论从肉身还是灵魂，都至少是6境武者的水平吗？可是看他这样子，又不像是装的。找到你了，人族，你是人族？人族居然敢混到我们圣族当中，当真是自不量力！去！不过既然来了，就死在这里吧。死了！你已被问心仙族杀死，复制成功，恭喜获得 SSS 级天赋问心通，问心归处，一通百通，可探查他人心思，读出他人思想，无法读取 SS1级及以上的遮蔽类天赋拥有者的心思。接下来，我问，你答。
我！灵魂力量究竟该怎么使用？你想干什么？原来如此，问心通会把他03想到的信息串联成完整答案。灵魂可以被削弱，记忆和意识也会消失，却几乎无法被真正抹除。圣魂仙族正在暗中凝视万族战策，他们的目标是万族总策。原来灵魂力量也能驾驭时间之刃。灵魂力量更加本源，要在灵魂状态下使用天赋，就要先把它转化成对应的力量。看来只要圣路上剩下最后一人，灵魂之路的空间之门就会开启。传承者拥有9株凭证，可选择接受何种考验。下等考验，圣宫大门将开启，可接受下等传承；中等考验，可接受中等传承。天才地宝室和君侯秘藏室将开启。上等考验，可接受上等传承，可得君侯亲传。9株凭证只是第一步，要完整获得灵宫中的一切，就必须通过上等考验。2具神秘光影，气血境界均为9境武者巅峰，天赋均为 SS1级万族战策，由外力赋予。我选择上等考验。上等考验，登108阶台阶。火焰吗？不是幻觉，这些火焰有真实的温度。玩火不巧，我也会一点。屏障消失了，考验的是火焰天赋，还是我碰巧取巧通过了第1层？火元素、风元素，莫非这位君侯的天赋主要和元素类有关？行得通，看来不一定需要对应的天赋，只要能够抵御这种力量，屏障就会消失。精神力同样有效，这些台阶只会衬认我能否抵御。98、99，不妙，剩余的灵魂力量已经不足以再凝聚一面护魂甲。草率了，这种方式怎么比预想中痛这么多？你已被圣魂仙族杀死，复制成功，恭喜获得 SS 级天赋圣魂钟。圣魂钟具备定魂、镇魂和护魂3种能力。定魂可限制灵魂，镇魂可使灵魂暂时离体，护魂可抵御外界灵魂攻击。圣魂钟的防护也远强于护魂甲，有了圣魂钟，这一次足够了。考验通过，请考验者将9株凭证置于圣宫大门之上。君侯灵宫终于打开了。君侯灵宫里面究竟有多少好东西，又隐藏了多少古人族的秘密？古人族究竟去哪儿了？一整座湖全是洗魂水，和这里相比，空幽灵宫里的洗魂水简直只是一个小水坑。还愣着干什么，苏木？本君等你很久了。君侯，坐下聊吧。本君被人主赐号元，下面的人喜欢尊称本君为元君。苏木，见过元君前辈。喝茶。一杯茶竟然让我的灵魂从黄魂巅峰直接提升到了绿魂中期。元君前辈，这茶……人主御赐养魂茶，就这2杯，你全喝了吧。反正本君现在也只是一个……多谢元君前辈。绿魂巅峰，再来几壶，我岂不是能直接喝成圣魂？你不好奇为何本君知道你的名字吗？按理来说，我和元君前辈您应该从来没有见过才是。从来没有见过吗？你的名字早在本君留下这道残影的时候，本君就已经知晓了。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经被命君看到了。命君，一个神神叨叨的家伙罢了。他乃是人主手下第2智囊，至于第1智囊，苍君。苍君，在古人族时代，他们就已经知道我的名字了。元君前辈，我有个问题想要问问您：您和其他君侯还有剩余的人族究竟去哪儿了？为何消失在了这片土地？消失了，消失在了时间长河上。具体的情况还不到你知道的时候。本君只能说，这是人主为了对抗时间所做的布置。人主为了对抗时间？时间长河没有源头，也没有尽头。即便拥有死亡回港和尸庭，我依然无法想象能够与他对抗。那人主成功了吗？成功了，也没成功。人主有他的布置，但时间也同样有自己的后手。时间也有自己的后手？他们之间谁胜谁负，连命君都看不到，更不用说本君了。恐怕到时候还要麻烦你去看看了。元君前辈，您不是在开玩笑吧？我怎么能看到人主和时间较量的结果呢？无论人主成功还是失败，你都一定能够看到。你没有什么其他的要问的吗？
别，元君前辈，我还有很多问题。那你问吧，反正本君不说，之后你迟早也要问苍君。迟早要问苍君，意味着我以后还能进入苍君灵宫。元君前辈，我想问问人主之力是什么？人主之力，是从清君那家伙留下的传承里面看到的吧？清君，应该就是清苍的祖辈。清君是当年人主在东陵之丘发现的一条小青蛇，在人主的培养下才成为12君侯之一，也是陪伴人主最久远的家伙。他最强的天赋就是励志大道。励志大道看似朴实无华，修炼到极致，便是真正的一力破万法。不过命君也看到了，他的血脉后人走上了与人族对立的道路。为了不改变人主的打牌，清君限制了自己留下的子天赋。后代传承的励志大道以一力可破万法，唯独无法对付人主之力。至于人主之力，相信你不可能一点猜测都没有。我猜测，人主之力很有可能就是灵魂的力量。对，也不对。准确来说，人主之力是人主的灵魂力量，他的力量甚至可以完全抵御时间长河的侵蚀。只有人主的灵魂力量能被称作人主之力，其他人的灵魂力量只是普通的灵魂力量。但是这个时代的灵魂，都带有一丝人主的气息。难怪，原来圣魂中能够压制励志大道，不只是我的原因，也因为清君留下的限制。这么说，励志大道以后遇到灵魂之力都会失效。天赋究竟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能够被赋予、改造，甚至创造？天赋的赋予、改造与创造，除了人主之外，了解最深的应该就是苍君。在万族战策之前，苍君还创造过名为万族总策的天赋，这个天赋可了不得。你可知道，苍君在本君那个时代还有什么别的名号？当初万族不敬人主，人主便让苍君去一路打服。为了让万族彻底臣服，苍君根据万族血脉创造出了万族总策，后来获得了万族圣君的名号，专门统御万族。单论个人战力，清君堪称人主之下第一人。某种意义上，他才是真正得到了人主真权的人。不过命君说过，你和苍君迟早会见面，到时候有些事情，你亲自问他便是。这样吗？我一直有一个猜想，不知道是不是对的，还请您为我解惑。我的天赋死后复制，是不是代表着无限的灵魂？如果是，为何我却动用不了？你终于问到这个问题了。你的猜想没有错，根源天赋的拥有者在创造子天赋时，可以对一部分子天赋进行改造，就像清君为励志大道留下限制一样，你的死后复制同样被设下了限制。我的死后复制也是子天赋？一般来说，被赋予的天赋就是子天赋，赋予之前的就是根源天赋。你的死后复制本就根源于你的灵魂，所以自然是根源天赋。12君侯之中，除了苍君，其他人最多只能改造子天赋，只有苍君可以改造根源天赋，而他的这种能力来自人主。人主，您的意思是人主的后手？没错，人主的后手就是你。我去，命君你还留了这么一手。命君留下的手段，竟然跨越无数岁月，在此刻阻止了元君。知道了，不说了。所以有些事情你不知道，才能够改变。当你知道的那一刻，一切便已经成为定局。你还是问些其他问题吧，不能说的，本君一个字也不会多说。不会多说的。感情元君您现在是什么都不能说了。这不能怪本君啊，你问的问题要么本君不知道，要么与人主的布置有关。回头命君那家伙又出现了怎么办？那元君您能否为我解答一下这个东西的来历？怎么可能？你从哪里用到这个东西的？方便给本君看一下吗？原来是这样，原来连命君你都看不到的东西，原来是这个。本君终于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是你了，为什么命君那么多次的结果只有你能够做到那一切。原来如此啊，苏木。元君前辈，您说的我好像有些不懂。时间之刃显然是所有预见之外的变数。好了，该说的不该说的，本君已经说了不少。好好保存你的时间之刃，未来某个时刻，它或许会发挥出你意想不到的作用。放心吧，元君前辈，这一点不用您说我也知道。本君的宝库里给你留了一个魂玉葫芦，回头你将这一壶洗魂水全部装进去。另外，本君的传承中还有一个够暂时留住他人灵魂的天赋，之后该怎么做，不需要本君再说了吧？元君的意思是将那些灵魂送入魂玉葫芦，让他们在里面源源不断地生成带有魂力的洗魂水。孺子可……我去，你小子有点狠啊！你是想直接把他们彻底困在魂玉葫芦里？不是这个意思吗？本君是个鬼的这个意思。等里面的洗魂水吸取对方灵魂的天赋后，就可以把灵魂放了，不然那股力量恐怕会亲自进入魂玉葫芦寻找灵魂，来上几次，魂玉葫芦也承受不住。得，又不能说。准备好了吗？
既然由你接受传承，方式自然不同。本君会教给你一些关于天赋的想法与使用方法。至于如何获得本君的天赋，本君留下了一把自己使用过的小刀。好嘛，让我自己来。本君说要有光，本君说要有火，本君说要有水，本君说要有万物。元素的极致 ，EX 级天赋，元素大道。元素大道居然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吗？元素大道可以创造万物，但前提是必须用灵魂力量持续维持。用灵魂力量一直维持。在本君巅峰时期，本君创造的东西就是真的，可以让他们一直存在，也可以在顷刻间令他们消失。想当年，本君抬手之间便是不知多少顶尖天才地宝，不过如今只剩一道残影，力量有限，就不一一展示了。只是一道残影就这么强，巅峰时期的元君究竟有多强？若我拥有这种能力，人族何愁不兴？元君前辈，您的天赋若用来做后勤，简直无人能比。您当年是不是负责后勤的？本君觉得，要不还是用这道残影最后一点力量，把本君留下的东西毁了吧。元君前辈，像您这样的人才，在您的时代一定受到无数人的尊敬。若是您还在，谁敢侵犯人族？其余11位君侯都没法和您相比。最重要的天赋已经向你展示，另外2个天赋就简单说说吧。本君本来也有不少天赋，不过在成长过程中逐渐舍弃了一些无用的，剩余的天赋主要都是围绕元素大道这个核心天赋而来。其中一个天赋，本君方才和你说过了，这是本君的 SSS 级天赋摄魂灵，你试着抵挡看看。好。圣魂钟竟然瞬间碎了，这股力量正在直接侵袭我的灵魂。你觉得这个天赋适不适合做后勤？元君前辈，这天赋怎么会是后勤天赋呢？你小子。最后一个 SSS 级天赋名为改天换地，算是你那个改头换片的加强版。它不仅能够改变肉身样貌，还能改变灵魂样貌，不仅能改变自己，也能改变他人。元素大道、摄魂灵与改天换片这3个天赋，今日本君会将它们交给你，随手就能创造 EX 级物品。若真到了那一天，我恐怕晚上做梦都能笑醒。总有一天，你也能够达到本君曾经的程度。本君的传承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这道残影中残留的最后一丝灵魂力量也差不多该消散了。元君前辈，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本君的天才地宝室里应该还留着不少东西，至于武器，或许还留着几件别人的，本君自己的却没有。另外，秘藏室里的东西，你必须全部看完再出去。元君前辈，不能带走以后再看吗？不能。命君曾经看到你会在秘藏室中创造一部只属于自己的修炼秘典，囊括肉身、灵魂和精神3个方面。仅凭本君留下的秘藏还不足以让你完成整部秘典，但足够创出一部分，剩下的只有苍君能够帮你。苏木谨见。元君前辈，您的大恩，苏墨无以为报。苏墨答应你，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为什么元君前辈迟迟没有让我起来？元君前辈最后一丝灵魂力量也消散了，难道这意味着他已经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元君前辈，一路走好。放心吧，走得好着呢。记住了，本君可不是搞后勤的。别看了，这回真走了，加油吧，苏木，本君看好你。元君前辈和其他君侯真的都消失在时间长河上了吗？ EX 级武器无相刃，我会在秘藏室里创造出一部只属于自己的秘典。这部秘典该叫什么名字？要不就叫苏献姬。太阴母经，这是一部将炼体术和呼吸法为一体的强大功法。元君那个时代没有分开的炼体术和呼吸法，所有修炼之法统称为功法。有些功法还同时包含精神力与灵魂的修炼方法。统一修炼之法能够自成体系，对后期突破有莫大帮助。若想达到他们的境界，就必须修炼这样的功法秘简。石境并不是那个时代的终点，如今石境看似最强，也与人主当年的布置有关。未来的自己，人主的布置，全都不能说。谜语人是真该死啊！元君莫怪，不是说您。每吸收一部功法，就有一分能量进入我的身体，让我神态清明。难怪元君前辈让我把所有秘典看完再离开，这里必然有他或其他君侯留下的布置。等我创出自己的秘典，或许可以研究一下这里的秘密。金黄色能量正在变少，剩余力量全都向我汇聚。这些玄奥文字正在自行汇聚，这些玄奥文字正在自行汇聚。这不是普通功法，它们正在形成一本书。我原以为创出秘典是汇聚众家师长并总结自己的修炼方法，可这本无字天书仿佛本就应该在此刻出现，并非是我创造了它。
我只是把他带到了这个世界。该给他取个名字吧。怎么写不上去？就叫苏晶，要不叫木神秘典？不行，回头别让人以为是神族所创，还是苏晶比较好。黄极经世书，好嘛，嫌弃我取的名字是吧？黄极经世书中的信息正在进入我的身体。贤侄，怎么了？变数，我看到了一枚金光，将本就混乱不堪的未来再次搅乱。黄极经世书，这部秘剑分为肉身篇、精神篇和灵魂篇，目前出现的只有肉身篇，可仅仅是肉身篇已经强得可怕。肉身篇在修炼肉身的同时，还会提升精神力与灵魂。普通灵魂修炼之法想达到圣魂，需要漫长到难以想象的时间。黄极经世书带来的提升，却快了不知道多少倍。若将来补全精神篇和灵魂篇，修炼速度还会呈现更恐怖的增长。黄极经世书还能提升所有肉身类天赋，最高甚至能够提升到 EX 级。力之大道原本存在大量限制，有了肉身篇，我便可以依靠自身力量，逐步破除那些限制。完整版的力之大道，才是真正的一力破万法，以万力养己力。未来的我提出的要求基本都已完成，只剩最后一个天赋还没有找到，时间已经不多。离开君侯灵宫后，我必须立刻寻找最后一个天赋。看来这里的核心传承已经被取走了，不过那边似乎还有通道。赤血混元果、龙元紫气虚、仙台菩提子，这么多天材地宝，这些资源足以支撑我修炼到9境。若换成普通人，恐怕修炼到10境巅峰都绰绰有余。元君究竟是什么地位，才能存下这么多资源？莫非他老人家真是负责后勤的？难怪我说到后勤时，他的反应那么大。难道真戳到痛处了？元君前辈，谢谢你。他的善意和帮助都毫无保留，无论能说的不能说的，还是他所知道的秘密，他都尽可能告诉了我。这份恩情，我会记住。君侯传承已结束，请传承者尽快离开此片天地。我等要随圣公一同沉眠下去了。等等，你手上的莫非是君之令？君侯之令，他们说的是无相刃。我等参见主人。君侯有令，若传承者身无君侯之令，我等当随圣公陷入永恒沉眠，等待寂灭。若传承者身怀君侯之令，我等当奉传承者为新主。我等见过主人。你们万族战策的凝实程度如何了？除不朽十族外，大部分种族已凝实7成以上，不朽10族之中也有部分达到5成左右。2名9境巅峰的守卫，元君前辈，这是您给我的最后一份帮助。元君前辈，晚辈在此谢过了。你们2个有什么办法能跟我一同离开？主人，您手上的无相刃可以容纳我等。那就进入无相刃。按照幽冥魔教的方法，只要在圣路入口注入幽冥之力，就能打开幽冥魔族一侧的空间之门。快去通知魔帝大人，幽武世子似乎要从圣路中出来了。什么？好，我幽冥魔族莫非真要迎来一个中兴之主？大摆宴席，举玉同庆，吩咐下去，所有人准备迎接我幽冥魔族的少族长。幽武贤侄，本帝在此等候你多时了，本帝知道你一定能行。信你个鬼！我踏入圣路时，你明明已经摇头离开了。魔帝大人，幽武不辱使命。幽武贤侄，生分了，怎么说我也是你大伯，直接叫大伯就好。乖贤侄，本帝已经为你设下宴席，北幽冥域各城城主都会到场。待会儿本帝会当众宣布，你将是幽冥魔族的下一任族长。大伯，谢过大伯。一家人不必言谢。本帝今日宣布，幽武自此成为我幽冥魔族少族长，待他实力足够，便可继承族长之位。本帝还会闭关数年，为你孕育一具更适合你的幽冥魔族身躯。宴会已经结束，先恢复自己的样貌，再去见大师兄，免得2张相同的脸同时出现。改头换面，解除。大师兄，我回来了，圣路已经结束，我也顺利取得了君侯传承。平安回来就好，剩下的事情稍后再说。我先闭关，把这次得到的天赋全部整理清楚。终于轮到无相刃了。复制成功，获得 EX 级天赋元素大道，获得 SS 级天赋摄魂灵，获得 SS 级天赋改天换地，
天下万物9成以上由元素构成，元素可以创造万物，也可以毁灭万物。如今整个北冥王府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李老爷已经成了我的得力下手。主人，把我大师兄叫来，另外准备些美食佳肴。是主人。小师弟，大师兄，你来了，坐。小师弟，这酒好浓郁的力量，我的境界竟然都松动了一些。这是远君以天材地宝酿制的酒，大兄若是喜欢，回头我给你装上一些。小师弟，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确实有个初步构想，万族在我们人族内部安插了不少内奸叛徒，我们何不依葫芦画瓢，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看来小师弟的想法和我一样，英雄所见略同。不过这个计划还需要大师兄帮忙实施。小师弟，但说无妨，只要有我能够帮上忙的地方，我左峰绝无二话。如今幽冥魔族世子使用的就是大师兄的样貌，我另有要事，不可能依下来的计划需要大师兄以有幽武的身份继续实行。这意味着大师兄要独自留在万族后方，还可能与幽冥魔帝见面。万一露出破绽，放心吧，小师弟，大不了人死鸟朝天，还怕个鬼？当初我来北幽冥域执行任务，就没想过活着回去。若能在最后为人族贡献几分力量，我左峰就算死也值了。大师兄，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最好的结果自然是我们都平安完成任务。那是自然，不过你具体怎么安排？我会在北冥王府地下密室设置一座单向空间传送门，另一端连接北部战区。这座门只能从北战区前往北冥王府，若从北冥王府强行进入，就会迷失在空间乱流之中。除此之外，大师兄，接下来不要反抗，这是生死子母期，只要大师兄出了意外，或者基于必死的局面，小师弟不必为难。我说过，我辈武者何惧一死？倒也不用摆出马上赴死的样子，这只是我留下的一道后手。我还会改变你的灵魂样貌，北冥王府的人手也会暂时交给你调动。另外，给我几天时间，我再为大师兄准备一份惊喜。好，那师兄在万族后方的计划已经大致确定，接下来我也该尽快回去做自己的事情了。苏学弟，你这次能来战场帮忙，我真的很感谢你，我很佩服你。当初是我有眼无珠，都已经过去了。你哪里过去了？我心里却过意不去。战场上不能饮酒，我以水代酒，敬你3杯。还记得金俊熙吗？就是他告诉我丁浩的位置，还鼓动我利用你的消息逼丁浩交手。我记得。他死了。死了？什么情况？听说他参加人族后方夜行人的任务时，遭到拜异教偷袭，没能回来。钟学长，我忽然想到一件急事，需要马上离开，不好意思了。稀奇古怪的，难道妖孽都是这样？金俊熙死了，而且根本没有来到万族战场，这意味着我之前对4个天赋的判断可能错了。未来的我说，4个天赋分别对应4个地方，如果金俊熙的冰主是其中之一，他就不该死在人族后方。冰主与那3个条件也对不上。我现有的天赋中，比冰主更合适又没有出现在深蓝资料库里的，只有大师兄的无因。如果我没有出现，大师兄原本会死在北幽冥域，他的天赋自然不会留下资料。一切都对上了。北部战争的无因，第9安全区和第13安全区对应的2个天赋，3个位置都已经就位。那么最后一个天赋，只可能在东部战区。接下来，我要去东部战区把它找出来。邱大哥，你先下去吧。见过苏上校。苏上校，你来了。如今东部战区的战事如何？很麻烦，这次入侵中还有不朽氏族。先别动，我替你压制一下。寂灭之力又侵蚀到这种程度，邱大哥这几个月恐怕一直在高强度动用力量。接下来，我会申请东部区域的巡查权限，亲自调查这里的异常。苏先生，身份与通行授权核验无误，可以进入东部外围。为什么回收的装备数量存在几千至上万的家产？偶尔少量遗失还能解释，可人类与异族留下的物品同时大规模消失，就不可能只是混乱造成的误差。有什么东西一直在些区密搬走所有遗留物。这里的地表看似正常，地下却有连续移动留下的空腔。找到你了，出来！吞天蚁，一只4境前期的吞天蚁，正好解释这些区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回收岔口。这些地下通道果然就是遗留物大规模消失的源头，从入口便能看到数条错综复杂的道路。吞天蚁能够同时覆盖东部边境的多个区域，地下通道恐怕早已遍布整片荒原。我之前见过一只正在孕育蚁王的吞天蚁后，
深蓝当时判断，正常情况下至少还需要1到3年。吞天蚁后孕育蚁王吸收的能量越多，孕育时间就越短。吞天蚁族突然大规模收集能量，难道是因为那只蚁王即将出世？在吞天蚁后的优化天赋影响下，蚁王极有可能拥有 SS 级天赋，甚至存在最小概率达到 EX 级。这里正是东部边境，蚁王出世后很可能会来到这里，这完全符合未来的我提到的第4个地点。最后一个天赋，或许真的就在他身上。究竟是找到最后一个天赋，还是空欢喜一场？只有亲眼见到蚁王才能确认。极夜天幕隐身开启。蚁王真的要出世了，他才让所有普通吞天蚁退出洞穴。不用改变形貌，只要维持极夜天幕，他们就无法发现我。蚁后的气息正在变弱，但主仓时的生命波动已经达到顶点。那团能量茧里是一只吞天蚁，速度太快，连旁边的吞天蚁都接不住。这只新生吞天蚁的体型不像同族，轮廓反而接近人类。人形夹克，背生双翼，这就是吞天蚁王。武境前期 ，SSS 级天赋，超级融合，血脉注入。超级融合，最后一个天赋，找到了。人族死。刚出生便有这种眼神，他绝不只是力量强大。为何？果然成功了，复制成功，获得 SS 级天赋，超级融合。就是他，第4个天赋。超级融合本身碰不到 SS 级，但升级光环能把范围再推高一层。可惜死后复制和死亡回道暂时还不能融合，不过这次已经足够了。先从最需要的3个开始：气血6境前期，精神6境中期，灵魂蓝魂前期。黄级晶石书管能同时推动肉身、精神与灵魂。拨弄天机无音升级光环，融合。拨弄天机无音升级光环，融合。成功了。新的天赋就叫天阴离尘。天阴离尘仍是 SSS 级，却完整保留了3种能力：彻底遮蔽天机，再按我的意愿斩断 EX 级及以下物品的过去或现在因果。蔚蓝族第8圣魔可不是我写的，介绍是深蓝整理的。还剩1个月，必须为那件事做好准备。激战空间，吞天翼。血脉注入能把自身1到3成血脉注入目标，同时返回等量血脉，短期可能获得对方天赋与特性。长期反复同化，甚至能永久获得。注入上限会随实力提升。苏木2号没有真正的生命和神智，魔刀的影响正适合由他承担。开刷！6境前期的我，已经足够压制整座吞天谷。夜幕，7、8成，再来一次，吞天蚁族这一夜就能彻底明示。继续运新的蚁王，禁止再把人族遗体作为上公共之物。
徐冲，小心后面！时停。石境天赋发动，时间停止3秒。九境武者，老方，是九境武者的气息。北部现在根本抽住不了9境，士兵快恢复了，要不要尝试先重伤他？9境武者那又如何？这里距离人族境地没有多远。老方，助我！好。果然，人族也有自己的手段。人族龙运，8境直接攀升到9境后期。竟然与那名9境一族相当，人族龙运居然还能这样使用。又是龙运，你难道不怕死吗？我辈武者何惧死？就算是死，也得先将你们这些异族斩杀殆尽了再开死。只要我人族还有1人活着，我人族龙运就不会消亡。士兵恢复了，就是现在。时停。无口然，9境武者没那么容易被时间之刃杀死，不过重伤已经足够。说眼拙，不知道阁下是？见过2位前辈，在下苏木，老师是张浩。你就是苏木？正是。当真是英雄出少年，别再称呼前辈了，听着别扭。我叫徐冲，你要不嫌弃，叫我冲叔就行。方成风，叫我方叔吧。真没想到，张老和龙胜都看中的年轻人，居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你的实力该不会已经达到8境了吧？此处不是聊天的地方，冲叔、方叔，我们先回北京古城再详聊吧。好，真是没想到，看到苏木你，我们2个真觉得大半辈子都白活了。冲叔，刚才那种力量就是人族龙运，那是人族独有的龙运秘法，想借用龙运之力，不能距离人族疆域太远，而且至少要达到7境，否则身体承受不住。只要在10境以下，龙运秘法都能让使用者提升一个大境界，即使达到10境，也能获得极大的实力增幅。当年人族7圣斩杀神王，借助的就是龙运秘法。龙运秘法也有代价，离开人族疆域过远，境界会立刻坠落，持续时间取决于体质，短时间内不能重复融合，使用次数过多还会加速死亡。以我的体质，最多只能维持3个时辰。我们毕竟不是龙圣，当初龙圣还在9境时，融合龙运便能斩杀10境武者。踏入10境后，若是在人族疆域，他甚至可以独占数名10境武者。冲叔，最近有龙圣那边的消息吗？苏木，你身份特殊，也与龙圣一脉关系密切，我们就不瞒你了，龙圣失联了。龙圣那样的人物，怎么可能失联？不，许冲不可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龙圣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是在哪里？乱尘海域。冲叔，我有一点很好奇，为什么龙圣还有我老师他们要前往乱尘海域？关于这一点，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只听北境一位前辈提过，似乎和万族的一个赌约有关。以如今人族和万族的关系，双方居然会立下赌约，这件事本身就不寻常。龙圣他们明知可能有阴谋，依旧深入乱尘海域，万族必然开出了无法拒绝的价码。无论如何，我都必须亲自去一趟。冲叔，方叔，我先告辞了。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是时候直面那件事情了。乱尘海域是不朽10族之一深渊兽族的疆域。深渊兽族常年生活在海底，他们曾经只是众多深海种族中的一个分支。他们擅长水系力量，也能驾驭海底生物。那座小岛是龙圣曾经带我来过的地方，应该也是他们为了赌约
临时留下的落脚处。来者止步！龙圣的圣龙佩，你是龙圣的什么人？我是苏木，老师是张浩。张浩，你是张老的弟子？等等，张老提到过你，你就是他最得意的关门弟子。不敢当，不敢当。老师平常到底是怎么在别人面前说我的？你怎么会来这里？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我送你回去。前辈，不瞒您说，是我老师和龙圣的交代。我老师说，若是太久没有消息，就让我赶来乱尘海域，不如让我先上岛再说吧。你老师和龙圣真的这么交代了？岛上地方有限，房屋都是临时搭建的，每一间都留有居住者自己的力量和禁制。老师留下的是生命之势的力量，如今我身上已经拥有6道生命之势，与老师留下的力量同源，应该可以直接打开。小木，为师就知道你一定会来。老师很久没写信，难免多嘴。既然你见到他，我大概已经在乱尘海域失去联系。我龙圣和灵叶对此早有预料，却仍不得不走进万族准备的陷阱。因为诱饵太大，9枚传承珠可以开启一座古王遗宫，人族只有3枚，其余6枚被异族放进雾海遗城，取回6枚，我们便能开启第1座遗宫。若失败，已有的3枚也会失去。明知这是陷阱，我们仍必须入局。这便是我们来乱尘海域的原因。我知道你一定会去亚兰海城，也知道拦不住你，只希望你记住前面的话。我会再向龙圣打听城内情报，能留下的都补在信后。从补充判断，老师还活着。这封信留下时，失联者还不多，进城相对容易。如今入口已经封锁，寻找灵珠也变成了营救城中之人，或设法取得联系。蛮圣正在亲自破除封禁，想进去，必须得到他的首肯。蛮圣会同意吗？苏木是吧？蛮圣召见。这便是蛮圣吗？蛮圣天，石境后期 SS 级天赋，9组，能够完美吸收美酒中的力量，拥有顶尖酿酒天赋。每引入一种截然不同的美酒，力量增幅100倍，最多300级。苏木，本圣听说过你。苏木见过蛮圣。不用多礼，你先下去吧。有意思，你身上的手段居然连本圣也看不透。这是龙圣留给我的手段。看得出来，周兄很看重你。他进入亚兰海城前，曾与你老师一同来找本圣。若他们失去联系，而你又来到乱尘海域，便让本圣帮你一把。帮我？本圣不知道他们为何如此信任你。你的老师甚至说，真到山穷水尽时，你或许能带来惊喜。既然本圣答应了，自然会做到。你来这里应该不只是看看吧？在下想前往亚兰海城，可惜本圣身边的美酒不够，还需半个月才能破开缺口。蛮圣，只要有足够好的美酒，就能提前破阵吗？若有顶尖美酒，本圣今天就能破开缺口，送你进去。在下前不久正好得到了一瓶好酒。你才踏入武道多久，哪里懂得什么叫好酒？蛮圣，请稍等。本圣的要求很高，一般的酒连用来漱口皆不行。你所谓的好酒，恐怕还入不了本圣的眼。好酒，绝世好酒，这酒从哪里弄来的？至少陈藏了千年万年。还是第一次喝到这种酒。苏木，好小子，你还有没有？本圣跟你换，只要酒够多，本圣有的东西你尽管开口。此等极品美酒，你就只换了件本圣用过的旧物。蛮圣，那件旧物可没您说的这么普通。在本圣看来，冰龙之牙连你这一滴美酒都比不上。您喜欢就好，以后有机会我再帮您寻些好酒。好，难怪你老师和周兄都对你赞不绝口。这枚蛮纹感应笛也给你。本圣受周兄启发做了几枚，虽不能跨越整个万族疆域，但只要你身揣北蛮地域，并将它吹响，本圣就能感应到。多谢蛮圣。不知什么，等此事结束，本圣亲自设宴与你把酒言欢。下面就是亚兰海城，城中危险重重，若你不能及时找到老师和周兄，便可能有性命之忧。今天大阵短时间内无法彻底破除，仍需等其他几位圣尊赶来。我心意已决。罢了，待会儿本圣撕开一道缺口，你立刻进去。禁天大阵的防御竟强到需要您全力出手。防御并非关键，它真正麻烦的是恢复速度。普通破坏转瞬便会修复，必须在极短时间内造成它无法立刻愈合的缺口。准备好了吗？快！阵内遍布迷雾，
精神力无法使用，只有灵魂力量还能覆盖身边事。万族崛起，古人族灵宫，还有神仆计划，这一切或许只是个开始。有人！卑贱的人族，交出灵珠！一群卑鄙的鱼头东西！若是在岸上，我早把你们扔回海里了。在下蛮阳，多谢前辈救命之恩。我下福黛拉，前辈日后若有需要，我们一定相助。我真不是什么前辈。苏前辈，求您救救我们的朋友。先去看看吧，我对城内情况还不了解，跟着他们既能寻找方向，也能询问老师下落。你们认识张浩吗？对张浩没有印象。但我们要救的朋友莫离愁来大夏，他或许知道。我们7人发现一枚灵珠后遭到袭击，4人没能回来，莫离愁独自留下拖住深渊魔蛟。不是让你们走吗？酒劲中期的深渊魔蛟，莫离愁同样是酒劲中期，却已经被毒素与毅力压到极限。暗影君王不是暗影君主。深渊魔蛟酒劲中期 ，ASS 级天赋暗影君王。暗影君王可以召唤拼死者的影子，保留部分意识，并借用影子的力量，最多可以借用高于自身3个大境界的力量。暗影君主召唤的影子绝对忠诚，没有自我意识。暗影君王曾能把影子的力量融入自身，两者若能结合，效果几乎接近 EX 级。苏前辈一定能解决他。苏前辈至少拥有酒劲巅峰的实力。真的可以吗？苏前辈死了，你已被深渊魔蛟杀死，复制成功，获得 SSS 级天赋暗影君王。暗影之力，你的天赋是暗影君王，9境前期的影子，看来你的实力也不会超过9境前期、6境前期。就算借来9境前期的影子，你又能提升多少？怎么可能是完美融合？你一定有秘密！废话真多。为什么才59秒啊？1分钟击败9境中期，他还不满意。苏前辈果然深不可测。在下苏木，莫兄可认识张浩？你说的是张老哥，我认识。他与岭烨交情深厚，也深受龙圣看重。若不是当年那场变故，他的成就还会更高。请莫兄带路。自然。我们已经找到最后一枚灵珠，也该回到众人聚集之处了。止步！蛮狂，是我，莫离愁。聚集地对陌生气息十分警惕，即使蛮阳福黛拉与莫离愁一同担保，他们仍要先确认我的身份。你究竟是谁？是张浩的嫡子。张浩的弟子踏入武道不足1年，而你却接连解决多名9境强者，你让我如何请让老师或者岭烨前辈前来验证身份。老叶，你突然叫我们来做什么？张老鬼，你快来看，这不是苏木吗？老师，小木。第一神王找到了一封新的谕令，它像是凭空出现的，目前只破译出2件事。说。第一件事，玄威战将的唤醒事宜可以开始准备了。为何比旧谕令记载的时间提前了这么多？不过既然新的谕令已经出现，便以新谕令为准。第二件呢？第二件事，前往人族后方寻找一个叫宁烨的人族，不惜一切代价将他完整安全地带回来。宁烨，人族，不惜一切代价。那位大人已经很久没有发出这样的谕令了。